蜀山学院静谧木屋内，红罗飘荡，床幔摇晃。嘘，小安，别出声，是我。绣床上被疼痛惊醒的叶长安，瞬间遭遇一只相守捂嘴。叶长安瞪大双眼，犹如做梦，难以置信。师娘，别这样，被师尊发现就完了。叶长安抗拒，炼气三重天修为完全不是元婴八重天师娘的对手。无妨，您师尊就是一个瞎子，咱们动静小点就没事了。师娘，可是……叶长安无法理解师娘的行为，他奋力挣扎，但立马感觉到自己嘴唇一热，被师娘柔软的香唇堵住了。血气方刚的叶长安无力反抗，只能享受。2个时辰后，叶长安反手神速穿衣，独臂鲲递给师娘，神情虚道：“师娘，这乃是欺师灭祖，若被师尊知道了，他非杀我不可。”叶长安有些愧疚，自己竟然给师尊脑袋上种了一片青青草原。美妇秀眉微蹙，脸色瞬间有些变化，她穿衣下床道：“徒儿别怕，死瞎子若敢动你，老娘与他玩命。”闻言，叶长安松了口气，他短暂失神，注视着一袭粉衣长裙的师娘，身段丰腴，鹅蛋脸面自带俏丽妩媚，是位成熟的胸达美妇。叶长安来自蓝星世界，年纪19就创建一家公司，因遭遇小人算计，最后破产。亲戚卷款跑路，面临诸多债务，压力彻底将他逼上高楼。死后魂穿圣武皇朝，一个可以修仙的世界。徒儿，师娘要你的9次，可以吗？美妇俏脸泛红，有些期待，似乎怕叶长安拒绝。啊！叶长安张大嘴巴，前世自己忙于工作，无心研究女人，今世既然选择重开，那他就要尝遍豪门贵妇的咸淡。美妇名唤苏荣，乃是这具身躯师娘。叶长安想想也就释然了。我可是一位穿越者，与他毫无师徒关系。叶长安正要开口，一道愤怒的声音传入木屋，砰一声，房门被撞开，一个中年男子瞬间火冒3丈。你们俩在干什么？见状，叶长安和苏荣瞬间僵住，屋内空气仿佛凝固。叶长安脑子一片空白，冷汗直冒。师尊的突然袭击给叶长安重重打击，第一次与师娘就被抓包了。叶长安刚要开口解释，苏荣却突然恼怒道：“唐元，老娘玩暧昧关你屁事！你私藏狐狸精，就不允许我勾搭徒儿了。”叶长安吓一跳，师娘不理智，瞎子虽说看不见，但不聋。师尊在外养小三行为，让师娘多年的情绪瞬间爆发了。你们这是悖逆人伦，败坏家风！中年男子恼羞成怒，虽说自己瞎了，但他乃是化神1重天的恐怖大修士。一念间，瞎子神魂扫视角落，五官精致，身形修长，红衣黑发少年，那狭长的眼睛里冷冽与温柔并存。叶长安盯着瞎子深陷的眼眶，这个师尊身形高大健硕，宛如一座行走的山岳。他五官立体，一头乌黑长发随意披散间后，叶长安被瞎子师尊的神魂注视，一道无形的压迫使得自己心中恐惧慌乱。瞎子神魂又扫向苏荣略显凌乱的衣衫，啪！贱人！唐元瞬间脸色狰狞，鼻子似乎能喷火，恼羞成怒，直接一记耳光。苏荣被打飞，瞬间摔在床上。叶长安则是哆嗦一下，心里嘀咕：完球了。黑袍师尊发飙了：贱人，我掐死你！唐元咬牙切齿，随即整个身体扑在床上，压住苏荣双手，死死捏住其脖子。嗨，苏荣面色涨红，瞬间感觉快要窒息。叶长安心中慌乱，六神无主，如此场面首次发生自己身上，也不知该逃跑还是解救师娘，毕竟与之发生过关系，也不能太无情。啪的一声，叶长安抡起身旁圆凳子砸向唐元后脑勺，咔嚓，圆凳子碎裂。唐元转头，一双空洞眼神如深渊中的恶鬼，死死盯着叶长安。混账东西！唐元松开掐住苏荣脖子的双手，猛然起身，一个箭步冲向叶长安。孽徒，找死！叶长安感受到唐元这一掌的恐怖之威，原主人就是个炼气3重天的废物，自己也只能使用炼气3重修为抵御。唐元乃是圣武皇朝蜀山学院院长，化神1重天，岂是一个炼气3重天能够抗衡的？我要死了吗？叶长安脸色苍白，绝望盯着落下的手掌，面对这位恐怖师尊，自己却无力反抗。徒儿小心！缓过气来的苏荣突然挡在叶长安面前，爆发元婴8重天全力抵挡。苏荣不可能挡得住化神一击，直接喷出一口鲜血，脸色难看至极。叶长安也被这一掌余波震得吐血，暗道：化神强者果然恐怖，仅凭余波都能重伤自己。小贱人还敢护着他！唐元内心更加吃醋，势必斩杀叶长安。孽徒，拿命来！唐元暴喝一声，疯狂冲击角落发颤的叶长安。小安，快逃！苏荣见状，拼死抱住唐元。贱人滚开，不然连你一块杀！唐元恼怒，全身气息爆发，如凶猛野兽。叶长安牙关紧咬，
见势不妙，36计走为上计，反手推窗逃离孽途，留下来，为师今日必须清理门户。唐元瞬间咆哮，但始终被苏荣死死缠住。唐元，你敢追老娘就自爆，与你同归于尽！苏荣冷漠地盯着唐元。唐元没想到自己老婆为了一个外人，竟然会选择这等方式威胁逼迫。自爆可不是玩笑，威力不亚于核武器，那学院不就毁了？自己也会生死道消，连魂魄都无法入地狱。孽徒，咱们师徒之间从此一刀两断！唐元仰天怒吼，愤怒使得自己牙齿都咬碎几颗。深吸一口气，徒儿背叛自己，做师尊的确实感到心寒。这等欺师灭祖之人，早晚必杀扫货，老子今日非！唐元一把将苏荣推倒在床，苏荣颤声抽泣，2行泪水顺着眼角滑落，心中虽然反感，但为了徒儿能够成功逃离学院，忍。恭喜宿主与师娘双修，境界+2，奖励氪金值10点，奖励纯阳混沌体，奖励普通1级大礼包1份。此刻正在逃出蜀山学院的叶长安，突然脑子里一道机械音炸响，系统，老登，你终于来了！叶长安瞬间激动。3个月前，叶长安不停呼唤系统，甚至滴血，屋内各种宝物都滴了一遍，连拖鞋都没放过。一圈下来，系统没有出现，反而把自己搞贫血了。而且在叶长安记忆中，原主人就是个废灵根，3年都没有一点突破。绝望的叶长安做好在蜀山学院混吃等死的打算。不料昨晚师娘上了自己床，阴差阳错间激活了系统。前世他最喜欢研究小说，穿越之子都有系统，原来是真的，没骗人。宿主叶长安，性别雄性，年龄20，境界炼气境5重天，体质纯阳混沌体，氪金值10，功法无，武器无，炼丹技能无，财富普通1级礼包，宗门无，主任务开宗立派，副任务睡尽天下美人。啊！叶长安打开任务面板，只见面板上写着双修就能加修为，氪金值什么鬼？叶长安点击氪金，面板弹出详细介绍。原来氪金值乃是专为别人提升修为，从而获得他人好感度，可转化为宗门威望，包括提升宗门星级。叶长安惊骇，自己这个系统有点东西。慢着，系统还有任务，开宗立派，睡尽天下美人。叶长安兴奋，睡美人这种好事怎么能拒绝呢？100%愿意。至于开宗立派，叶长安摇头苦笑，直接拒绝系统。开宗立派需要大量钱财的，自己如今身无分文，被赶出蜀山，连温饱都成问题。开宗立派，开个鸡毛钉，请宿主在3秒钟回答。若宿主不能开宗立派，系统将收回所有奖励，包括宿主修为。本系统概不赊账，也不找无能之辈。3秒钟即将与宿主解绑。3，叶长安怔住，这个系统不按常理出牌，既然认主了，怎么还能解绑？叶长安哑口无言，怎么办？不答应系统，自己修为又要回到炼气3重天，纯阳混沌体也将烟消云散。纯阳混沌体，原主人记忆中搜寻到，纯阳混沌体乃是天地之间仅存于传说的异类双修体，霸道双修，能夺取天地间大气运，乃是修炼者梦寐以求，求而不可得的神秘之体。2，听到系统倒计时，叶长安恼火，答应系统建立宗门，自己如今又没有钱。这个玄真世界的钱不好挣，没有手艺，没有实力，没有人脉，加入圈子相当困难。若不答应，自己将变成废物，玄真世界强者吃肉，弱者只能挨揍等等，这个系统不对劲，系统有漏洞。叶长安盯着面板不完善的信息，有些皱眉道：宿主，本系统有漏洞，后期可以修复，请宿主别打岔，倒计时即将归零。系统别走啊，老登，祖宗留下吧。叶长安哭丧着脸，最终咬了咬牙，坚定道：我答应开宗立派。叶长安没辙了，先安抚系统留下来再说，既然无法改变系统，那就改变自己。宿主，友情提示，财富中普通1级大礼包里就是开宗立派第一步。叶长安差点没有晕过去，系统不早说，幸亏自己答应了，不然叶长安非得后悔死。回到系统面板，叶长安点击财富中一栏，普通1级大礼包领取中。叶长安打开大礼包，瞬间傻眼了，这都些啥？1到3阶灵草种子各100粒，养殖灵草叶1桶，灵草叶可快速让灵草长高成型。叶长安张大嘴巴，疑惑转为震撼。查阅原主人记忆，圣武皇朝最高灵草品阶不过2阶，如今自己这里竟然有3阶灵草种子。至于催长灵草的逆天药水，叶长安抱着怀疑，不是不信，而是太玄妙，自己又没有亲眼见识，就当是系统为自己推销产品罢了。上古炼丹术，
叶长安瞪大眼，大礼包中竟然有一本古朴而又老旧的羊皮卷。卧槽！系统这是让我种植灵草炼丹搞钱吗？叶长安明白，原来系统所说开宗立派第一步就是种田，没了大礼包就3项财富。叶长安欲哭无泪，种植灵草药倒是不难，至于炼丹，据我所知，圣武皇朝炼丹天才不多，近来比较出名的就是炼丹师公会的清飞扬，年纪19就是3品炼丹师，许多老一辈炼丹师拼尽一生也不过4品，年纪轻轻就突破3品，将来前途无量。原主人记忆中，炼丹师公会会长也不过5品荣誉丹师，因为成为一名炼丹师比较困难，需要超人般天赋。一旦成为炼丹师，那些家族宗门势力都将巴结这类人物，因为这些势力需要大量丹药维持弟子们修炼。总体来说，炼丹师行业非常吃香。臭乞丐，给老子滚开！圣武皇朝繁华街道拐角处，一名浑身脏兮兮的少年，此刻正被一群修士围殴。瞎了你的狗眼，敢冲撞本圣子！活腻了！为首的黑衣金发少年此刻双手抱胸，目光泛着刺骨冷意。别打了，圣子饶命！乞丐抱头求饶。刚刚自己太饥饿，昏昏沉沉就撞到了苍兰学院圣子。围观路人纷纷摇头，招惹这尊瘟神干嘛？苍兰学院圣子可是横行霸道的主，许多修士见到此人都必须恭恭敬敬或者绕道而走。叶长安恰好也来到拐角处，这里有一家阳春面，是他穿越以来最喜欢吃的，虽然自己没有前阳春面老板人好，吃完留下来洗盘子就能抵消面前。叶长安被求饶的声音吸引，转头扫视一眼人群。苍兰学院圣子司徒落雨。原主人记忆中，苍兰学院乃是蜀山学院敌对势力，师尊为何眼下是被苍兰学院陷害的？而苍兰学院圣子司徒落雨就是杀害原主人真正的凶手。叶长安这时候，黑衣金发少年似乎察觉到一道熟悉身影，定睛一看，瞬间不可置信：你怎么没死？黑衣少年双眼充满戾气，眉头紧蹙，见鬼了！自己明明将叶长安推入万丈悬崖，为何他却活生生站在自己面前？怎么可能？不可能！本圣子乃是炼气10重天，万米高空坠下，绝对尸骨无存，更不要说一个炼气3重天的废物，竟然没事。你是人是鬼？司徒落雨眼神微眯，你见过白天鬼出没？叶长安一步步走向黑衣少年，面无表情道。炼气5重天司徒落雨感受到叶长安气息，随即一脸诧异，应命没摔死，反而让你获得奇遇。司徒落雨犹如看宝物般，若能将叶长安获得的奇遇弄到手，自己将会更进一步。悬崖确实奇遇多，你可以去试一下。叶长安冷笑道。有现成的，非要冒这个险吗？司徒落雨微微一笑，笑容自带阴冷。叶长安嘴角冷笑，岂能不知道司徒落雨心思？司徒落雨，奉劝你老实一点，夜路走多了也会撞鬼的。叶长安撂下一句话，正要转身朝着面馆走去。站住！司徒落雨呵斥一声，感受到叶长安的威胁，一瞬间脸色阴沉。自己可是苍兰学院圣子，万人之上的存在，今日竟然被一个炼气5重天的废物威胁。司徒落雨感觉现在的叶长安怎么与之前的叶长安大不同了？曾经的叶长安唯唯诺诺，遇到自己连大气都不敢喘，反观眼前的叶长安怎么还敢威胁自己？给我拿下！司徒落雨一声令下，几名炼气境界的苍兰学院弟子纷纷将叶长安包围。叶长安身形摆动，眼神左右扫视，围着自己的5人，3名炼气4重天，2名炼气5重天。结，小子，给你见识一下我的霹雳腿！5人中的黑脸大汉桀桀一笑，一脚直接踹向叶长安脑袋，似乎要将其脑袋踢碎。叶长安嘴角上扬，盯着炼气5重天的黑脸大汉。叶长安原地不动，众人以为此人应该被黑脸大汉的霹雳腿吓傻了，腿脚如风，又似雷电，所过之处空间霹雳作响。正当黑脸大汉臭脚离叶长安脑袋不到1公分，叶长安快速一脚，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只见黑脸大汉躬身倒地。黑脸大汉本来脸就黑，叶长安不道德的一脚直接让其脸色黑得没边了，龇牙咧嘴，脸色涨得通红，蛋碎的疼痛可想而知是多么致命健壮。围观者们条件反射，下意识做出男人应有的标杆动作。司徒落雨眼神一凛，而角落半死不活的少年乞丐则是大快人心。小子，敢偷袭我兄弟，你是不是想死？另一名炼气5重天的修士此刻正暴怒地冲向叶长安，络腮胡，大圆脸，怎么看都与黑脸有点像，就是2侧胡子拉碴。叶长安不屑，他猛地一蹬地面，身形如同离弦之箭般冲向络腮胡大汉。两者不到1米之间，络腮胡出拳速度急如闪电，打出一道道残影，发出呼呼的声音，
令人惊心胆战。叶长安嘴角上扬，络腮胡全速快，但他更加迅速，几乎快到如影随风。猛然低身，一个扫堂腿带着风声横扫而出，络腮胡大汉反应不及时，脚下失去平衡，狼狈倒地。叶长安趁势一扑，单手锁住络腮胡喉咙，逼得对方脸色涨红。周围修士惊骇，这小子速度为何如此之快？连他们都只能捕捉一道残影。司徒落雨脸色阴沉，自己人被辱，那就是在打他脸。叶长安，你找死！司徒落雨爆发出炼气10重天境界，他腾空而起，猛然狠狠踢向叶长安。周围修士纷纷大惊，完了，苍兰学院圣子可是炼气大圆满，这小子不过炼气5重天，两者之间有着一条巨大鸿沟，这一脚他死定了。叶长安感受到炼气圆满的恐怖威压，眉头一皱，容不得自己思考对策，直接爆发全力，试图阻挡这致命一击。叶长安紧握双拳，身子腾空跃起，红衣飘然，烈烈作响。司徒落雨杀意在空中弥漫，他那一脚充满了力量与威胁，一股气势如山，势必踢死迎面的叶长安。叶长安身形瞬变，如残影般诡异莫测。司徒落雨恐怖一脚当胸掠过，叶长安避开这一击，同时反手一掌打向司徒落雨后背。司徒落雨嘴角冷笑，迅速向侧面移动，轻轻松松躲开突然一击。叶长安一掌落空，眉头一皱，当感觉威胁靠近时，已经为时已晚。司徒落雨一掌劈下，狠狠劈向叶长安脑袋。叶长安脑袋猛然一歪，堪堪躲过致命一击，但司徒落雨手掌劈中自己左肩膀，叶长安猛然后退，肩膀传来的剧烈疼痛使得自己咬牙切齿。周围修士一脸震撼，这小子竟然躲开了。司徒落雨这一掌自带疾风，又是突然袭击，换作是他们躲无可躲，直接被劈死当场。叶长安，你以为就凭你炼气5重天能抵挡大圆满？司徒落雨满脸不屑，随即狰狞道，刚刚只是热身，现在本圣子要真正的猎杀了。司徒落雨嘴角笑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冷酷无情。黑龙杖，只见司徒落雨手中出现一枚漆黑法杖，法杖出现瞬间，周围空间一片死寂，这诡异的氛围使得周围修士惊恐万分。黑龙法杖，这可是极品法器，比一般法器恐怖，没想到苍兰学院圣子竟然使用顶级法器，杀一个炼气5重天，不至于吧？叶长安眉头紧蹙，原主人记忆中圣武皇朝法器分低级、中级、上品、极品，低等比普通兵器强大，中级则是削铁如泥，上品法器已经融入天地灵气，开始具备灵性，能随主人心意而动，威力恐怖。至于极品，已经具备沟通天际，能借助天穹之力斩妖除魔，无往不胜。完了，这小子死定了！周围修士纷纷摇头叹息，而一旁半死不活的乞丐则是默默祈求，刚刚若不是这位小哥出现，恐怕自己就会被他们活活打死。虽然小哥不是来救他的，但也帮了他。叶长安脸色难看，他能感受到黑龙杖刺骨的寒意，面对极品黑龙杖，恐怕一击自己就会尸骨无存了。司徒落雨，你堂堂一名炼气圆满，对付我一个5重天修士，竟然使用法器，你不觉得可笑吗？叶长安面对危险必须保持冷静，虽说自己有强大的纯阳混沌体抵挡圆满境，咬咬牙应该能坚持，但是面对恐怖极品法器，自己毫无还手之力，凭借法器散发出来的威压都能让自己窒息，更不要说抵御之说。司徒落雨无视叶长安的嘲讽，他向来都是不要脸的，哪能管他人怎么说？任何手段都是实力，过程不重要，结果胜利就行。主要是之前与叶长安交手，突然觉得他那诡异速度让自己有些看不透，所以以免夜长梦多，直接动用法器快速斩杀此人。当众斩杀叶长安又如何？蜀山学院敢报复吗？院长扬言蜀山学院就这几天了。叶长安，去死吧！司徒落雨大喝一声，黑龙杖爆发出惊人一击，蕴含着恐怖而诡异之气，瞬间一股威力无穷的黑光直射叶长安，竟然带着尖锐破空声，恐怖的氛围笼罩在叶长安头顶，让人感到无助和绝望，仿佛陷入无边黑暗中。叶长安从来没有这般恐惧，他恨自己无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黑光即将穿透自己胸膛。他想躲，但法杖早已经将他锁死，无法挪动一步，双腿如同灌满竹签，动弹不得，五官已经扭曲到极致，脸色满是疯狂外加仇恨绝望，几乎崩溃。司徒落雨，欺我师弟，问过我了吗？突然两道倩影瞬间挡在叶长安身前，剑光如龙，长鞭如闪电，两者联合之下，终将恐怖黑光击溃。又是极品法器，众人视线落在两道倩影手中长剑长鞭之上，纷纷震撼。极品法器可是最稀有之物，怎么一下子出现3？待众人回过神，目光定睛倩影时，纷纷释然，原来是蜀山学院圣女亲临了。
叶长安松了一口气，视线落在持剑女子身上。她一袭白衣，长发如瀑布，随风飘扬，五官绝美，肌肤白皙，丰峦高挺，一双修长大腿勾人眼球。白衣持剑女子则是自己大师姐，名赵清雅，而一旁娇小玲珑，一双卡姿兰大眼睛，眼角泪痣的青衣少女，则是叶长安师妹，名唤陆轩。赵清雅、司徒洛雨眉头一皱，眼神阴沉，看来无法斩杀叶长安了。赵清雅可是筑基修士，自己与之战斗没有胜算，况且还有一个炼气圆满的陆轩。咱们走着瞧。司徒洛雨牙关紧咬，带领自己人手纷纷撤退。与叶长安擦肩时，司徒洛雨眼神阴冷，嘴唇微动，一道声音传入叶长安耳中：你的命是我的，改日再取。叶长安不为所动，只是眼神冰冷，竖起中指鄙视司徒洛雨：小子，踢我蛋，我记住了。黑脸大汉躬身抱蛋，路过叶长安侧面，一脸愤怒道。络腮胡大汉冷哼一声，搀扶着黑脸大汉紧随司徒洛雨：师弟，您怎么被师尊逐出蜀山学院了？白衣女子收起长剑，一脸疑惑地看向叶长安。叶长安尴尬一笑，就随意找个理由，若是说自己与师娘做苟且之事被师尊发现，那岂不是没脸见人了？听师姐之话，师尊还没有将此事公开于众，毕竟这是家事，家丑不可外扬，不然这一辈子都是人家眼里的笑柄。师尊也太儿戏，如此小事竟然就将师兄你逐出学院。一旁陆轩为叶长安感到不平，随即气愤道：师兄放心，过几天师尊消气，我就去求他让你回学院。小师妹，不用了，从现在开始，我叶长安自力更生，自立门户，没有蜀山学院，我照样能变强。叶长安摆摆手，怕小师妹求师尊暴露自己谎话。师弟，没有学院庇护，恐怕苍兰学院圣子会更加肆无忌惮斩杀你。而且你是炼气3重天境界，虽然你修为停滞不前，蜀山学院每月也能拿5块零食，温饱不愁，毕竟咱们都没达到屁股期。师姐还是觉得先回学院。赵清雅郑重道。叶长安摇摇头，经过几番劝说，最后赵清雅说不过叶长安，也就暂时放弃了。小哥，多谢救命。这时候少年乞丐颤抖身子跪在地上。闻声，叶长安转过头，视线落在乞丐身上，瞬间系统面板出现在叶长安脑海，将出现的乞丐信息呈现：姓名陶迪，年龄19，性别男，境界被废，体质金属性灵根，背景玄武神殿圣子。叶长安疑惑，玄武神殿可是平天皇朝大宗门，堂堂一名圣子，如今落到如此地步，恐怕背后的故事不简单。宿主，请将此人收入宗门，成功后奖励宿主极品法器斩魔剑一把。极品法器。叶长安脑袋回荡着系统声音，见识过之前司徒洛雨的黑龙杖，叶长安无比渴望有一把极品法器。如今系统任务奖励，叶长安满怀期待。虽然陶迪乃是前任圣子，修为被废，但将其收入宗门做个杂役弟子也不是不可以。毕竟能获得极品法器斩魔剑，而且自己要开宗立派，需要大量人手，最好是免费的那种。眼前，叶长安搀扶起乞丐，随即一脸笑意道：阁下请起。乞丐抬头注视叶长安，一脸感激。他起身，随即又道：刚刚听闻小哥要自立门户，不知缺不缺人，哪怕是当个看门狗也行，只要赏口饭吃就满足了。叶长安微微一笑：行啊，我正缺人，那你就跟着我，日后绝不会饿肚子。闻言，乞丐抹了2把眼泪，终于遇到可以收留自己人了。一旁的赵清雅微微一愣，这个师弟在干嘛？自己吃饭都成问题，还要帮一个乞丐。咕噜噜，叶长安肚子叫了，挠了挠头。叶长安看向众人：师兄，我请你吃面。陆轩明白师兄身上没钱，于是走上前拉着叶长安胳膊肘道：还是小师妹好。叶长安捏了捏陆轩小鼻子道：陆轩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更加喜欢这种与师兄亲密的感觉。赵清雅摇了摇头，随着叶长安走进阳春面馆，而只留下一脸尴尬的乞丐原地踏步，最后还是厚着脸皮跟了上去。4人纷纷落座，叶长安叫了4碗面，一脸享受的品尝。刷刷刷，乞丐埋头疯狂吃面，全然不知叶长安几人的惊愕目光。老板，老板，周围时刻惊骇。而叶长安、陆轩则是瞪大了眼，他们目光没有聚在乞丐身上，而是定格在桌子上高高垒起的碗。19碗，也就是说加乞丐正在吃的一共20碗。乞丐一个人竟然吃了20碗面。叶长安心脏扑通扑通跳，这也太能吃了，金山银山时间长也经不住这样吃啊。叶长安此刻都后悔了，以后非得把自己吃空。陆轩眨巴大眼睛，一脸好奇地盯着乞丐，
赵清雅则是一脸淡定。哥，乞丐喝完最后一碗面汤，打了一个饱嗝。这些面也不贵，如果用零食结算一块下品零食，陆轩每月加上学院任务1000来块下品零食，还是付得起的。圣武皇朝零食可供应修士修炼，也可买卖交易。下品、中品、上品划分，越高质量越好，更加值钱。境界划分目前就是炼器、筑基、金丹、元婴、化神。师兄，你真不约我们回学院了？走出面馆，陆轩很是期待地看向叶长安。叶长安摇了摇头，然后道：若是想师兄，可去帽山。叶长安原主人记忆，帽山是个不错的风水宝地，在那里开宗立派是最佳之选。记住，别告诉师尊我在帽山。顿了顿，叶长安又道：可以告诉师娘。帽山陆轩调皮道：师兄，你怕师尊将你抓回去？得了吧，师尊性格怪，只要认定的事，10头牛都拉不回来。赵清雅淡然道：调皮鬼，可别告诉师尊，这是我们的秘密。叶长安服了，就怕小师妹说漏嘴，师尊找上帽山，那可就完犊子了。放心吧，我会向师尊保密的。陆轩扮了个鬼脸，随后追向赵清雅。叶长安见两女走远，于是看向一旁的乞丐。叶长安并没有问乞丐修为被废之事，他不想提起别人往事，如今跟着自己，那就从新开始吧。炼丹招募令。叶长安与乞丐路过炼丹师公会，一张招聘信息尤为耀眼。招聘信息上面写着：炼丹比赛第1名获奖100万上品零食，第2名获奖50万上品零食，第3名获得30万上品零食。叶长安咽了一口唾沫，这奖励也太丰富了，不愧是炼丹师公会，财大气粗。自己在蜀山学院1个月也不过5块下品零食，至于100万，而且还是上品零食，叶长安是真没见过，就是没有机会见啊。叶长安摇头，话锋一转，自己想到系统奖励的上古炼丹术。叶长安想搏一搏，万一自己获得第3名，奖励30万上品零食，那不仅吃喝不愁，建立宗门也有点希望。30万不够，自己在炼丹卖钱，我就不信建立宗门能难倒我一个穿越者。小哥，你该不会要去参加炼丹比赛吧？一旁的乞丐难以置信，因为他从叶长安眼神里看到了火热。叶长安点点头，貌似很感兴趣。乞丐也是兴奋不已，自己竟然碰到一名炼丹师，那日后自己就不会挨饿了。可是我不会炼丹。此话一出，乞丐瞬间笑容僵硬。不会炼丹你点鸡毛头？乞丐之前是兴奋的，现在是绝望的，摇了摇头，乞丐直接不说话了。虽然不会炼丹，不过没关系。叶长安信心满满，拍拍胸膛道：现在可以学啊。乞丐翻了个大白眼，你以为炼丹就跟修炼一样简单吗？相反，很难。难道自我怀疑人生？走吧，去报名。叶长安走到一旁报名处，填写自己名字，随后静静等待。恰好在等待时间，叶长安打开系统面板，然后点击上古炼丹术，现场开始学习。乞丐欲哭无泪，没办法，自己既然跟着小哥了，那就要一直陪着，哪怕这只是小哥的一个玩笑，也要默默等待。聚灵丹，这可是金丹修士梦寐以求的丹药。聚灵丹主要作用修士战斗之间，灵气损耗面临死亡时，吞服聚灵丹后瞬间恢复灵气，使得战局反败为胜。每个修士都想购买聚灵丹，但是价格昂贵，穷人是消费不起的丹药。聚灵丹也称为保命丹，3品炼丹师也不一定成功炼制，如果炼制成功，可想而知那人的天赋有多厉害。恭喜飞扬师兄，3品聚灵丹已成。此刻炼丹师公会静谧的炼丹房中，一名面容清秀、略带几分高傲的黑发少年正得意地欣赏自己手中10枚丹药。飞扬师兄，放心吧。今年魁首非你莫属。一旁的几名炼丹弟子纷纷讨好道。少年名为青飞扬，乃是炼丹师100年一遇的天才，年仅19就3品丹师。这次比赛年纪不超过20，自然没有可比性，就凭我3品炼丹师就能碾压圣武皇朝年轻一代炼丹天才。青飞扬自信满满，一身长袍绣着繁复的图案，给人一种神秘之感。他身材修长，五官端正，眉宇间流露出一股霸气。小明，你已经突破2品炼丹师，再快一步就要追上师兄了。青飞扬目光转而看向一旁的白衣少年道。闻言，白衣少年讪笑，抱拳道：还不是师兄栽培的好，若没有师兄赐予机缘，恐怕要10年才能突破了。千叶明乃是炼丹师公会第2天才，年仅18就突破2品炼丹师。此刻叶长安脑袋装满了信息，他周身泛起一阵若有若无的光芒，在众人不易察觉间，光芒一闪而逝。叶长安睁开双眼，现场早就坐满了人，差不多几百号人都是前来观战的。报名参加炼丹没几个，叶长安扫视一眼报名册，都不认识，除了青飞扬，其他自己都没有听过。正当叶长安思索时候，
几名弟子将炼丹炉以及灵草全部搬运到空旷的高台。炼丹师公会门口就是大广场，高台修建在广场中央，而四周围满人群。诸位，这时候，一个面容总是带着一抹温和笑容的老者出现在高台上。炼丹师公会大长老周围修士纷纷激动，这可是4品老牌炼丹师，我快要筑基了，但是缺一枚筑基丹。拉倒吧，筑基丹可是珍贵无比，也只有4品炼丹师才能炼制。你想攀附活老，求得一枚筑基丹，痴人说梦。周围有的修士此次就是碰运气，若能认识炼丹师公会大长老，求得一枚筑基丹，此生足矣。叶长安视线落在高台的老者身上，他头发花白，身着白衣单袍，苍老的面容有些褶皱，慈祥地看向众人。诸位道友，今日我炼丹师公会将举行1年1季炼丹比赛，只要20岁以内有炼丹基本功的也可以参加，若是运气好进入前3的，本公会将给予相应奖励。另外，前3者可入公会成为炼丹师公会弟子，若不愿意加入炼丹师公会也行，也可以选择挂名弟子。挂名弟子也同样享受炼丹师公会弟子待遇，不受公会约束。围观者们纷纷议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想冲高台炼丹了。挂名弟子不受公会约束，不去公会上班，还能享受公会弟子待遇，叶长安似乎来了兴趣，那不就躺在床上天天数钱吗？诸位稍安勿躁。这时候，高台最上方主位上一个30左右的女人端庄而坐。公会会长周围修士瞬间兴奋，每年会长都不会出现，今年这位绝美会长竟然化神。叶长安微微惊讶，这位女会长突然凭空出现，也只有化神有这个手段了。炼丹师公会会长名为林淑妹，她一袭淡绿长裙优雅地裹绕着她那娇美的身躯。叶长安视线落在林淑妹那精致五官上，她那明亮眼睛闪烁着动人光芒，秀发盘在头上，显得十分端庄。主位上的林淑妹此刻眼神扫视一眼四周，目光一刹那间竟定在一个红衣男子身上。红衣男子生得精致好看，身形修长，唇红齿白，狭长的眼睛里冷冽与温柔并存。红衣男子正是叶长安，两人目光竟在空中碰撞。林淑妹紧紧注视着红衣男子。你……林淑妹瞬间不可置信，激动地站起身。你竟是……林淑妹环视周围，瞬间努力恢复平静，抱着激动以及兴奋回到主位。这一幕众人觉得好奇，什么是能让一个冷艳稳重女人如此失态？叶长安也注意到美人会长激动地盯着自己，也不知为何，难道是觉得小爷长得好看，贪图小爷美色？诸位，炼丹比赛大会即将开始，接下来有请赵家、赵云，李家、李慕思，顾家、顾倾城，顾炫，柳家、柳岩。大长老话说到一半，立马顿住，因为他名册上有一个散修，背景填写散修。散修能炼丹吗？答案是不可能，成为一名炼丹师，除了天赋，还要大量资源堆出来的一个散修。大长老苦笑，炼丹师公会也没有说不让散修参与。深吸一口气，大长老盯着报名册开口：最后一名没有背景，乃是一介散修。散修周围修士不可置信，散修也能炼丹？叶长安大长老开口后，环视四周，只见一个红衣黑发少年起身，他走上高台。叶长安很是客气，大长老微微点头，但还是叹口气，他不信一名没有背景、平平无奇的少年能够炼丹。这小子要是会炼丹，我把丹炉吃了。我明白了，这小子主要目的不是炼丹，而是巴结炼丹师公会大长老。他该不会也是为了筑基丹而来？众修士纷纷释然，觉得红衣男子好不要脸，用这种方式去结交大长老。高台上10几个炼丹选手，他们每人站在一个炼丹炉旁边，每个丹炉侧面摆放着一些材料，以及主要的一阶灵草、八角玄冰草。第一关淘汰赛，八角玄冰草为主，其余材料自行搭配。第一关任务，炼制清灵丹，数量不得少于10枚，否则淘汰。大长老看向众人，开口解释道：清灵丹，一品丹药，主要功效解除身体各种毒素，保护身体不受侵害。准备开始吧。大长老说完就退到一旁静静等待。炼丹炉旁边10几位炼丹选手在炼丹炉底部升起了火，静静等待丹炉温度上升。而叶长安则将解毒圣花、灵兽胆汁2类辅材先放入丹炉里，又将主药材八角玄冰草丢入火炉中。小子，你会炼丹吗？叶长安临近的赵云见状瞬间不屑，丹炉温度都还没有上升，你就放草药，有问题吗？叶长安瞥了一眼旁边赵云，温度不够，入草即毁，最基本常识都不懂，还炼丹？赵云冷笑一声，随即不语。台下围观者们纷纷大笑，如同看傻子般讥讽叶长安。我就说嘛，此人绝对不会炼丹，他就是来认识炼丹大人物的。切，散修而已。我还是那句话，
他能炼丹，我就把炼丹炉吃了。唉，高台上的大长老扫视下方众修士，无奈的叹口气。他们说的对，最后那名散修连最基本步骤都错了，这是毁灵草，不是炼丹。白瞎一街八角玄饼草了。主位上的端庄女人则是一脸茫然。叶长安脑袋回忆上古炼丹术，先将草药放入，通过适量温度不宜过高，慢慢炼制灵草药，最终将其灵力精华提炼出来，按照上古丹方口诀进行融合，从而炼制出符合需求的丹药。文火则是提炼精华，武火则是用于加速灵液凝聚和融合，而灵火则是通过自身法力或者特殊法宝产生的火焰，能够精准地控制炼丹过程。叶长安使用自身法力精准打入火焰之中，他这是第一次炼丹，还不知能不能成。1刻钟，你们快看，赵家公子赵云要开炉了。丹成了吗？大长老目光落在赵云丹炉。开！只见赵云大喝一声，黑衣风中猎猎作响，一掌拍向丹炉，顶盖打开，瞬间一粒粒丹药竟然飞出炼丹炉。1、2、3，我的妈呀，足足20枚！赵家公子乃天才也。众人也都纷纷拍手称赞，成丹率20%。大长老则是点点头，能够降低成本，乃是炼丹师最值得学习的。开！正当众人讨论赵云炼丹天赋时，高台上白衣女子猛然大吼一声，瞬间丹炉被打开，一连串丹药从中飞出。我靠！众人傻眼，目瞪口呆，盯着白衣少女丹顶上缭绕的丹药。31枚。叶长安打量一下几米处的白衣少女顾倾城，一副美人胚子，就是有点高冷，浑身散发着冰冷气息，让人不寒而栗。叶长安对其并不感冒，只是专注炼丹。不错，大长老满意的微笑。今日这些炼丹天才们质量很好。开！顾炫也随之打开炼丹炉，瞬间26枚丹药呈现众人视线中。姐姐，26枚比以往多了5枚。顾倾城看向一旁的弟弟，随即呵呵一笑。弟弟这次表现非常棒，等结束后姐姐会奖励你的。叶长安看向白衣少女，高冷的女人也会笑。你还别说，她说笑起来真好看，跟春天花一样美。我也开了。柳岩随即也打开丹炉，一粒粒丹药浮现，众人激动，坐不住了。50枚。大长老激动，此女天赋异禀，竟然将成本降低1半，厉害！恐怕在一品丹师中，也只有清飞扬才能做到吧。高台上炼丹天才们全部开炉，一些没有炼出10枚的炼丹天才，他们沮丧着脸，7、8个人纷纷自觉下台。小子，你磨叽啥？众人等着你开炉取丹呢。赵云冷笑，他只是没有明说。取丹，等着取笑吧。叶长安将最后一缕真气打入炼丹炉，瞬间混动，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出来。这一幕惊骇众人，丹炉要炸了。一旁平静的大长老此刻也眉头一皱。轰！一声巨响，丹炉炸裂。这一幕吓得叶长安后退几步。这时候赵云终于忍不住大笑。丹炉炸裂，您失败了，1颗丹药都炼不出，废。赵云话音未落，丹炉烟尘消散，只见一粒粒丹药出现在众人视线。50枚。大长老震惊，赵云则是瞠目结舌盯。下方一脸紧张的乞丐则是难以置信，小哥说不会炼丹，可以现场学，这是现学的。乞丐始终不信，之前小哥应该骗自己，他就是一个深藏不露的炼丹师天才。这回乞丐瞬间激动，更加兴奋了。第一次炼丹，效果还不错。叶长安拍了拍手，一下就信心满满。闻言，众人怀疑自己耳朵，什么？第一次炼丹？大长老咽了口唾沫，他不是惊讶叶长安一个散修，也不是他炼制50枚丹药，数量多有什么用？主要是质量、品质。丹运大长老激动，瞬间抓起一颗凑到眼前，他注视着手中青灵丹，圆润的形状，灵气十足稳定，颜色清透，而且此丹药纹理清晰，表面流转着一圈圈丹韵。主位之上的美女会长此刻则是玉手一抓，将丹药抓在自己手中，定睛一看，随即表情与大长老相似，震惊、激动、不可置信。玄真世界，丹药炼制分9品，1品炼丹师则是炼制1品丹药，以此类推。但是不光炼制丹药，还要给丹药赋予丹韵。普天之下，能让丹药产生丹韵的炼丹师，除了领悟高深造诣，丹道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孕育丹韵。这种能有丹韵的丹药，有钱不一定买到，因为都是极品，许多炼丹师都参悟不透丹道的玄妙之门。深吸了一口气，美女会长恢复平静，转瞬对着大长老开口：今日比赛就到这里吧。顿了顿，美女会长继续开口：大长老，将这小子拿下，送我房间来。啊！大长老惊骇，会长今日举动有点反常。诸位，今日6人成功晋级，待明日继续比赛，都散了吧。
大长老立马恢复神态道。众人纷纷离开。之前嘲讽叶长安的几人，此刻则是低着脑袋，因为他们打赌输了，要么把炼丹炉吃了，要么接受惩罚。叶长安则是不理会，这是他们自己人打赌，互相伤害罢了。小友这时候，大长老走到叶长安面前，脸上带着慈祥：“会长要见你，请随老夫走一趟。”叶长安视线落在大长老身上，有些疑惑：“请。”大长老没有解释，而是做了个客气手势。叶长安微微一愣，如此大人物竟然对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这么客气，搞得叶长安都不好意思了，抱着好奇随后看向乞丐。乞丐则是挑了挑眉，示意叶长安先忙正事。叶长安跟随大长老前行，工会西去200步就是会长居住处。小友到了，你自己进去吧。大长老面容始终微笑，将叶长安带到此处就转身离去。叶长安进入小院，只见院中一道倩影格纱抚琴，筝手指轻勾素弦，阵阵琴声飘逸而出。他的琴艺不错，一曲弹得非常的流畅，不显丝毫生疏。叶长安没有打扰，而是静静坐在一旁欣赏。半晌后，淡绿长裙女人停止抚琴，她走到叶长安面前：“小弟弟，可否告诉姐姐，你的师尊是谁？”闻言，叶长安睁开眼眸，看向皮肤白皙的绝美会长。他起身抱拳：“会长，吾乃是一阶散修，不曾有师尊。”叶长安想到蜀山学院瞎子师尊，还是没有说出来，因为那并不是自己师尊。没有师尊，美女会长谄媚一笑，他始终不信一个炼丹如此恐怖的天才竟然没有师尊。至于少年非要隐瞒，肯定有他的难处，自己也不好强求，只要不损坏炼丹师利益，他始终不关心。小弟弟，姐姐若是没有猜错，你乃是传说中的纯阳混沌体吧？美女会长话锋一转，随即注视着叶长安，因为之前扫视叶长安时，他就感觉到纯阳之气存在，只是不确定，那种气息很渺茫，自己也是偶尔听合欢学院花婆婆提过。呵呵，叶长安笑了笑，这具异类双修体一旦发现美女，就会主动散发纯阳之气，叶长安隐瞒不住，也不可能瞒。没办法，自己也要靠着纯阳混沌体提升境界，所以叶长安必须寻找他人双修。一旦散发纯阳混沌之气，就是吸引那些异性修士。所幸叶长安自己也就摊牌了：“姐姐真是好眼力，我也是被你散发出来的一丝纯阳之气影响，不然也无法察觉。”美女会长林淑妹此刻在面对叶长安已经有点心智不坚，因为纯阳之气能够影响他们这些女人的心智。深吸一口气，林淑妹道：“小弟弟，您现在的纯阳之气为何如此之强，而且还散发出来了？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饿了吧。”叶长安尴尬一笑。林淑妹俏脸泛红，随即道：“弟弟你真坏，怎么可以对姐姐说这种话？”林淑妹就喜欢这种直话直说男人，不虚伪。叶长安脸不红，心不跳，自己的原则是什么？别忘了之前说过的话，此生既然选择重开，那就要尝遍豪门贵妇的咸淡，所以实话实说，不藏着掖着，直接一点。弟弟这时候，林淑妹脸颊更加红润，她慢吞吞开口：“可否助姐姐一把？”叶长安疑惑，随即道：“姐姐但说无妨。”好，林淑妹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比赛结束后，可否借用你一点点纯阳之气？姐姐已经困在化神圆满，始终难以寸进一步。姐姐想借用你一次。您放心，报酬不会少了你。”林淑妹害怕叶长安拒绝，最后加大报酬，报酬1个亿，下品灵石。叶长安张大嘴巴：“林淑妹要借助我的纯阳之气突破瓶颈，天价买我的第一次吗？小爷岂是那种被钱财蒙蔽双眼之人？助人为乐，胜造7级浮屠。小爷我答应了。”林淑妹瞬间兴奋，一把搂住叶长安。哎呀，我靠！叶长安被搂住，无法动弹。其实这位绝美会长太善良了，凭借自己化神巅峰实力，若想睡叶长安，直接可以强行，但他没有，而是争取别人意见，这是叶长安看重的一点，不是每个女人他都能答应的，这得看人。叶长安不喜欢那种强行女人，除非长得美，若是真被强行，那就放弃一切挣扎。林淑妹松开叶长安，然后脸色羞红道：“炼丹比赛结束后，我把我的第一次奉献给你。”叶长安闻着林淑妹秀发的香味，随即开口：“好，等我。”天都黑了，小哥该不会被留宿了吧？月色照耀的炼丹场地，孤零零的乞丐仍在等着叶长安。他悠闲自在地躺在草地，嘴里叼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狗尾巴草。想当年我也是风光无限，就像那山顶上最耀眼的繁星，如今却落魄的像只被雨淋湿的流浪狗。流浪狗乞丐自嘲一笑：“恐怕我都比不上一条流浪狗吧。”赵飞白乞丐眼神血红，似乎这个人毁了自己一切，包括修为。陶迪，
你嘀嘀咕咕干嘛呢？这时候，叶长安走到乞丐身后，闻声，乞丐立马恢复正常，抹了一把眼泪，憨笑道：“小哥，还以为你被会长留宿了。什么话？我是那种夜不归宿的营吗？”叶长安翻了个白眼，夜不归宿。乞丐苦笑，家都没有，归哪里去？叶长安一怔，好像是啊。接下来面临一个问题，在哪里睡觉？除了金丹七修士不吃不喝不睡觉，咱们与常人没区别。帽山山脚下有个破儿庙，咱们就去那里住一晚吧。叶长安记忆中找寻到这一处地方，随即拉着乞丐飞奔而去。圣武皇朝南去8000步就是破儿庙，庙后方就是帽山。叶长安与乞丐出现破儿庙前，抬头一看，只见破败不成样的古庙，那牌匾3个大字有些腐败。庙檐下挂满了成千上万蛛网，蛛丝随风飘摇，窗楣上落满细碎的灰尘，阵阵阴风从破损的窗户纸传出，乞丐瞬间打了个哆嗦。小哥，这里面该不会有鬼吧？环顾四周，蛇鼠乱跑，蚊虫四飞，后山还传来老鸦叫声，相互应和，更显景色凄凉。啊！乞丐大叫一声，后背一阵毛骨悚然。大晚上的狗叫什么东西？吓老子一跳！叶长安一脚踹中乞丐后沟子，能不能不要疑神疑鬼，当心把自己吓死！叶长安无语，直接拉着胆战心惊的乞丐朝着破庙里去。叶长安推开破庙门，第一时间出现在自己视线中的竟然是一个无头的雕像。雕像巨大，胸前不知为何还贴着一张黄符，丝网布满象身。小哥，石像丝网里面有东西。乞丐似乎发觉异样，开口道。叶长安见状，徒步走近，用手扒拉一看，瞬间一根漆黑铁链暴露在两人视线中。铁链一阵冰冷刺骨，瞬间刺入叶长安手掌。卧槽！叶长安条件反射缩回被刺疼的手。墨铜金铁。乞丐见状瞬间震惊。闻言，叶长安眸子微眯，凝视不已。墨铜金铁可是打造极品法器最稀有的材料，这种金铁连蜀山学院也拿不出2件，市面上都不曾买到，也就一些秘境才能出现的宝物，为何会出现在一个破烂不堪的寺庙？到底是谁？他为何将如此珍贵宝物用来困住雕像？其意义又是什么呢？小哥，俺曾经在古籍中无意间翻阅到，墨金铁不光可以锻造极品法器，而且……叶长安秀眉微蹙，疑惑地注视着乞丐。怎么不说了？乞丐顿了顿，抓紧叶长安的手，咽了咽口水，鼓足勇气开口。而且墨金铁也可以用来锁鬼、困尸。叶长安微微惊讶，难以置信道：“按照你的说法，这墨金铁困住的不是雕像，而是……”呼呼，一阵阴风吹过，叶长安后背寒意从脊梁骨传来，令人心头一颤。啊！乞丐惊恐地瞪大双眼，颤抖的手指向黑暗处。小哥快看，雕像！雕像怎么了？叶长安顺着乞丐眼神看去，只见平静的雕像此刻异常晃动。叶长安与乞丐彼此对视一眼，两人身体仿佛被冰封，从对方的眼神中似乎看到了恐惧。逃！叶长安大喊一声，撒丫子就跑，两人冲出破庙门。我的头呢？突然，雕像里传出一道阴冷声音，叶长安与乞丐瞬间顿住，转头朝里一瞥。我的头呢？令人恐惧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雕像站了起来，嘴里不停重复一句话。无头雕像朝着叶长安与乞丐方向大步而来。小哥你不道德，跑了都不叫我一声。乞丐浑身颤抖，当转头时哪里还有叶长安，早跑远了。叶长安脚底板如同抹了油，一转眼跑没影了。妈的！叶长安转头看向身后，见没有追上来，随后停住。他喘着粗气开口：乞丐该不会已经……叶长安抹了一把眼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免费的帮工，如今就凉凉了。小哥，你不道德！正当叶长安为乞丐默哀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从后方传来。转头看向身后的乞丐，叶长安有些疑惑，只见乞丐闲庭信步，一点都不慌不忙。叶长安眉头紧锁，有些搞不懂乞丐为何如此冷静，难道被那东西附身了？陶迪，是你吗？叶长安有些警惕，随时做好逃跑准备。我头呢？还我头，不然我就吃了你！突然乞丐张牙舞爪，准备扑向叶长安。我打！叶长安吓一跳，条件反射一拳打在乞丐眼睛部位。啊！小哥，你怎么还打上了？乞丐惨叫，差点就哭了。叶长安收拳，只见乞丐左眼部位红肿一大片。这种接骨眼上，你还想着吓人？叶长安无语，随即终于放下心。乞丐绝不可能被附身了，刚刚乞丐龇牙咧嘴有点假，一眼就被叶长安识破。那东西没追出来。叶长安环顾四周，视线落在乞丐身上。乞丐疼得嘴角直抽抽，开口道：那东西不光身体被墨铜金铁困住，
他身后还有2条巨大的墨铜金铁牢牢拴住，他走到庙门口就被拉回去了。叶长安张大嘴巴，身后还有墨铜金铁，若是将这些墨铜金铁弄到手，不知能够卖多少钱。叶长安思索片刻，随后打消这个念头。墨铜金铁虽然珍贵，但是那东西不知道是啥，一旦破坏墨铜金铁，后果叶长安不敢想象。唉，叶长安叹口气，看来今晚要睡大街了。叶长安又回到炼丹广场，一屁股坐在草丛里，倒头睡去，静静等着明天比赛。乞丐见状也是一头扎进草丛，随即呼呼大睡。烈日当空，阳光直射叶长安紧闭的眸子，一阵肉香袭来，瞬间惊醒梦中人。叶长安睁开眼，只见乞丐手里吃着鲜肉包。小哥，还剩一个，给你。乞丐将最后一个包子递给叶长安。你哪里来的钱？叶长安疑惑，接过乞丐递过来的包子，咬了一口。你口袋里的。乞丐目光闪躲，瞬间将身子挪动一边。叶长安顿住，赶忙伸手摸了摸自己储物袋。卧槽！叶长安大骂一句，小爷仅剩的3个铜板就被你。叶长安差点气晕过去，自己最后家当3个铜板能买10几个包子，可现在自己就只吃了1个。陶迪，你把脑袋伸过来，小爷给你个奖励。叶长安深吸了一口气，压制自己脾气道。小哥乞丐瞬间撒丫子就跑，被叶长安抓到，要挨揍的。正当叶长安准备要追乞丐时，炼丹广场围观者们此刻已经纷纷到来。高台上，大长老白衣单袍猎猎作响，苍老的脸庞布满皱纹，但不影响他的笑容。主位之上，绝美会长看向下方叶长安，两人四目相对。叶长安点头问候，大长老清了清嗓子，随后拿出名册，开口道：诸位，今日乃是2品炼丹师对决赛，由昨日晋级的6人对战我炼丹公会6位天才：顾家顾炫、顾倾城、赵家赵云、李家李慕思、柳家柳岩、散修叶长安。大长老念到叶长安时，目光扫视人群，只见人群中一个红衣黑发少年缓缓朝着高台而来。千叶明，你们也上来吧。大长老盯着自己公会6位天才，随后吩咐道。千叶明带着5位炼丹师公会弟子，他们纷纷走上高台。这6位就是炼丹公会年轻一代天才，如此年轻的2品炼丹师，前途无量。你们听说了吗？千叶明才学习炼丹1年不到，就已经2品炼丹师，天赋乃是100年一遇，仅次于清飞扬。围观群众一个个交头接耳，都在议论纷纷。叶长安站在炼丹炉旁边，目光扫视一下炼丹师公会6位天才，视线落在白衣长袍、脸上有些稚嫩的少年身上。千叶明嘛。叶长安嘴角上扬，心里不知在想什么。大长老环视炼丹选手，随后开口：今日任务炼制2品丹药疗伤丹，一炉若低于50枚就会面临淘汰，你们做好准备。什么？此话一出，现场一片嘈杂，周围修士难以置信，炼丹师公会这要求也太高了。高台上的赵云、顾玄、顾倾城脸色苍白，1品丹药他们都炼不出50枚，更不要说2品了。叶长安微微一愣，转而看向主位的美女会长，有些欲哭无泪。等着，小爷结束比赛会好好奖励你的。开始吧。随着大长老话音一落，众选手纷纷朝着丹炉底部注入火焰。叶长安不急不慢，脑中出现系统面板，点击上古炼丹术，一块古朴的羊皮卷出现在叶长安视线中。2品炼丹法诀：人魂为顶，天魁为要，阐门为生身处，精血为引。叶长安嘴角上扬，睁开眼睛。疗伤丹功效：快速治愈内外伤，恢复体力。主要食材：100年灵草、灵兽血液。叶长安与之前不同，这一次先生火，等炼丹炉温度达到一定程度。叶长安环顾四周，见众人已经将灵草放入炼丹炉，准备开始炼丹。叶长安感受一下炼丹炉温度已经上升，随后将100年灵草、灵兽血液准备放入炼丹炉中。叶长安打出一道灵力，把火降到最低，随即将自己神魂注入炼丹炉。这一举动瞬间吓到了主位端庄而坐的美女会长。神魂炼丹术，美女会长心中惊呼一声，随即不可置信，激动的站立。这个神魂炼丹术已经失传几百年，为何还有人会这一招？难道……美女会长嘴角上扬，瞬间明白过来，她一直注视着叶长安，一举一动都被他看在眼里。这个小男人似乎很神秘，连自己化神巅峰实力都无法窥视他的秘密。美女会长抿嘴一笑，似是如获珍宝。叶长安神魂进入炼丹炉，里面温度很高，自己乃是神魂不惧热浪，神魂操控更加精细，确保每一粒丹药100%成型。每个修士都有神魂，只是用法不同，他们都不敢轻易尝试神魂炼丹，因为一不小心神魂就会受伤，很难恢复的，除非有高人指点，或者得到神魂炼丹术真传。
叶长安神魂在丹炉里手忙脚乱，就跟流水线似的，专心打磨自己每一个产品，提炼最精纯的灵药液体，剔除一些多余杂质，确保丹药品质过关。时间流逝，叶长安睁开眼睛，盯着丹炉，嘴角微微上扬。开！这时候，赵云第一个打开炼丹炉，很遗憾，23枚2品疗伤丹，这是赵云极限了。他本来就是2品炼丹师，每一次炼废的丹药不少，成本消耗大。大长老摇头叹息，摆了摆手，示意赵云下去。赵云不甘，转而盯着叶长安，凭什么一个散修炼丹天赋比他好？自己可是赵家天才，竟然比不上一个散修。叶长安视线落在赵云身上，之前赵云就百般嘲笑自己，如今炼丹失败，心态是不是已经崩了？叶长安收回目光，专心炼制自己丹药。像这种人不值得同情，嘲笑别人终究没有好结果的。老子炼丹不成功，你也别想好过。赵云心里冷哼，径直朝着叶长安丹炉走去。他这是要毁灭叶长安这一炉丹药啊！老子踢碎你丹炉！赵云将全身灵力灌满右脚，准备爆发最强一击，猛然踢向叶长安丹炉。咚的一声，叶长安，你他妈坑我！赵云瞬间脸色憋得通红，他立马坐在地上抱脚哀嚎。这一幕，围观者们惊呼出声。炼丹选手竟然在高台上闹事，是不是不把炼丹师公会放在眼里？叶长安盯着赵云，自己啥也没做啊，怎么就变成我坑人了？叶长安转头看向高台，只见林淑妹收回手中灵力，这才明白，原来是美女会长暗中施法加固炼丹炉，不然早就被赵云踢翻了。叶长安也没有注意到，心神集中炼丹，无暇顾及这一切。况且自己也不知道赵云如此大胆，敢在炼丹师公会撒野，赵云是第一个。赵云，你放肆！大长老瞬间出现在赵云面前，化神8重天威压释放，直接将赵云震得鲜血淋漓，愤怒道：炼丹比赛闹事，今日就废除你丹田，回去带上你老子负荆请罪。赵云如死狗，此刻已经后悔自己太冲动了，却把炼丹公会规矩忘了，滚下台去，从此赵家即将被公会列入黑名单。大长老怒斥一声，周围修士震撼，赵家完了，炼丹公会可是圣武皇朝排名第3势力，一个小小的赵家得罪这种庞然大物，最终下场绝对很惨。大长老，赵云知道错了，求您放过赵家一马。赵云浑身鲜血淋漓，狼狈不堪，眼里露出绝望到滚。大长老怒喝一声，直接将赵云震飞台下。叶长安也是有些惊骇，如此慈眉善目的老人，竟然也有狠厉的一面。开！一声大喝响彻云霄，将众人思绪拉回。只见千叶明开炉取丹，98枚周围修士纷纷震惊。千叶明天赋太妖孽了，一炉竟只报废2枚丹药，2品疗伤丹可不好炼制，考验精神力，若无妖孽天赋，绝对不可能如此完美。大长老恢复神色，脸上露出笑容，赞赏地注视着千叶明。叶长安微微有些惊讶，炼丹公会第2天才果然名不虚传。开！随着千叶明开炉取丹，旁边许多炼丹选手们也都纷纷打开自己的丹炉。49枚，31枚，28枚，47枚，50枚。柳岩姑娘晋级了，50枚丹药，众人都是无比羡慕。顾倾城、顾炫姐弟俩无比失望，他们6人也只有一个晋级。慢着，好像还有一个没有开炉。此刻所有人视线都落在叶长安身上，只见叶长安站起身，咬破食指，一滴精血流出。诸位，我将创造世间独一无二的疗伤丹，这滴精血可赋予生命。叶长安手指一弹，精血飞入丹炉，瞬间光芒万丈。众人瞪大眼，只见一枚枚白光从丹炉里飞出，似乎真的验证叶长安那句话，赋予生命。丹药空中飞翔，遨游九霄。丹药还能自己飞，围观群众坐不住了，震惊站起身。大长老张大嘴巴，炼丹选手们一脸震撼。主位之上的美女会长脑中仿佛炸出一道惊雷，眼睛陡然睁大。生命之气，我感受到了，这些丹药活了。叶长安环视空中飞舞的丹药，随后大喝一声：丹来！众人再次震惊，这丹药能听懂人言，100枚，这么有灵性的高品质丹药，竟然没有炼废一颗。围观者们如同见鬼，此手段堪称逆天。高台之上的千叶明使劲咽口水，难以置信，竟然有人能够将丹药炼得如此出神入化。生命之气，莫非小弟弟乃是7品炼丹师？林淑妹摇了摇头，叶长安这么年轻，不可能是7品炼丹师，能够将丹药赋予生命的，恐怕也只有总会几个老家伙才能有这个手段了。小弟弟，你是几品炼丹师？这时候林淑妹开口道：没品。叶长安淡淡一句，直接将周围修士惊掉下巴。没品！林淑妹不可置信，炼丹师怎么可能没有品级之分？你没有去总部考核？林淑妹疑惑道。
考核只是儿戏，真本事才是硬道理。叶长安淡淡一笑。林淑妹白了一眼叶长安，话虽如此，但如今世道只看证件，没有这些证明，别人都不会相信你会炼丹。有时间去总部考一个，检测你最高水平。叶长安目光不移，注视着美女会长，微微一笑，点头答应。今日3人晋级，接下来就是终极赛。大长老恢复平静，突然开口：“清飞扬上来吧。”大长老目光看向人群中，清飞扬在我们人群里。围观者们左右张望，只见一个面容清秀、略带几分高傲的黑发少年，他一身长袍，绣着繁复的图案，给人一种神秘之感。天哪，清飞扬好帅，我要嫁给他！一些女性围观者们纷纷露出花痴。清飞扬可是最近在圣武皇朝名声大噪的人物，不仅长得帅不说，而且还是炼丹界超级天才。美女爱英雄，亘古至今一直不变。大长老，我退出。这时候柳岩抱拳开口，众人微微惊讶，觉得一路走来不容易，关键时候怎么放弃了？柳岩不傻，自己有几斤几两，他是知道的。千叶明已经定在第3，叶长安定在第2，至于第1，清飞扬出面挑战第2名的叶长安。你可想好了？大长老看向柳岩，仍然慈眉善目。柳岩点头，很识趣地退下高台。大长老目光转而看向千叶明，开口：“小明，你如今排在第3，你还要争取吗？”千叶明目光落在叶长安身上，迟疑一会儿，摇头苦笑道：“大长老，我放弃争夺。”千叶明也不傻，自己又不是3品炼丹师，与大师兄比差远了。至于崭露头角赢了自己的叶长安，他能感觉到此人很神秘。如今自己丹道没有灵魂，就凭此人赋予丹药生命手段，那一招就能碾压自己。清飞扬飞身落在高台上，目光盯着叶长安。刚刚此人展现出炼丹诡异天赋，他可是看得明明白白，不就是给丹药复灵吗？叶长安看着清飞扬，觉得此人很神秘，没那么简单从他手中取胜。大长老清了清嗓子，朗声开口：“诸位，接下来就是本次炼丹总决赛，也就是这1年的巅峰对决，最后一关炼制筑基丹。”什么围观群众震惊？筑基丹可是4品丹药，你让一个3品炼丹师炼制4品筑基丹？清飞扬嘴角上扬，筑基丹虽然乃是4品丹药，自己只不过是3品炼丹师，但就凭他天赋，应该可以炼制。叶长安眉头紧蹙，炼丹师公会玩这么刺激吗？筑基丹是你们逼我的。叶长安嘴角勾勒出一抹坏笑，随即目光扫视人群中的乞丐。陶迪，借你一样东西。叶长安走下高台，一个滑铲般出现乞丐跟前。小哥，你干嘛呢？乞丐有些疑惑。借你一点东西，过后请你吃包子。叶长安不等乞丐同意，直接双手伸入乞丐衣服里，搓搓搓。小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然非礼我乞丐，快要哭了，这么多人看着呢。自己虽然是乞丐，也要面子的好吧？小哥，原来你好。这口乞丐瞬间脸色就如猴屁股。好了，大力丸叶长安收回双手，目光盯着手中2粒巨大黑泥。陶迪，你多久没洗澡了？黑泥有点上头啊。叶长安嫌弃地盯着乞丐，转而将黑泥藏于袖中。这一幕虽然众人瞪大眼珠，但都没有注意到叶长安手中泥丸。叶长安走上高台，悠闲自在地点燃炼丹炉。筑基丹乃是修炼者梦寐以求的瑰宝，它是境界突破的关键助力。当修炼者徘徊在炼气大圆满瓶颈之际，筑基丹就如同一把钥匙，通往更高境界的大门，开启全新的修炼征程。炼制筑基丹需要主材料乃是2阶灵药鸡冠凤凰葵，形似鸡冠，颜色如凤凰羽毛般绚丽。叶长安将主材料放入炼丹炉，随后在众人不易察觉之下，将黑泥一同放入炼丹炉。叶长安盖上丹炉盖子，使用灵力控制火势。他神魂进入炼丹炉中，用灵力温养包裹住黑泥。鸡冠凤凰葵在温度灼烤之下，竟然慢慢化作一滩液体。叶长安的神魂将温养好的黑泥放入被炼化的液体中，只见液体竟然被黑泥疯狂吞噬。叶长安微微一笑，看来这个方法还是可以的。上古丹方竟然还有人用这种方法炼丹，真够恶心的。主要是别人身上搓下来的，确实有点难以下咽。清飞扬这边，只见周围天地灵气纷纷涌来，竟全部朝着清飞扬丹炉灌入。周围修士张大嘴巴，这难道就是炼丹师最高手段——炼丹引灵？将周围灵气汇聚炼丹炉中，最后灌入筑基丹。这是筑基丹成型，自动吸收周围灵气。一些老一辈有点见识的人突然开口道：“什么？”围观群众纷纷惊骇，感觉这个筑基丹竟然有自己的意识，还能够自主吸收天地灵气，那跟赋予生命有区别吗？叶长安也有些惊讶，清飞扬果然与其他天才不同，他竟把筑基丹炼活了，赋予生命了。叶长安感受到清飞扬丹炉中传来生命之气，瞬间难以置信，估计清飞扬的筑基丹已经开灵智了。这等逆天手段都会，叶长安虽然惊骇，
但不至于崇拜，自己也不孬。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出来吧！突然，清飞扬大喝一声，只见炼丹炉中一枚金色丹药破炉而出，丹药冲破云霄，瞬间幻化一个人形。这一幕吓坏众人，全部仰天惊骇。大长老与美女会长无比震惊，这种手段也只有7品炼丹师才能炼制的，没想到自己公会中竟然藏着一个神秘而又恐怖的炼丹妖孽天才。大长老，你确定清飞扬只有3品炼丹师吗？美女会长起身来到大长老身后道：会长，老朽亲自确认过，飞扬这孩子就是3品炼丹师。大长老坚定开口道。林淑妹有些难以置信，这是一个3品炼丹师能够做到的。轰隆隆，突然苍穹中惊雷炸响，乌云压顶，2道闪电划破天际，竟然朝着下方劈来。周围修士惊恐，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丹劫，这是丹劫！林淑妹无比震撼的同时，都是为其捏一把汗。丹劫圣武皇朝竟然第一次出现丹劫，大长老浑身颤抖。炼丹传言，非一般丹药也不会降下丹劫，除非有人炼制的丹药过于逆天，逆天到老天都无法容忍，就会降下丹劫，将其毁灭。霹雳，闪电带着毁灭之意掠过化形的丹药，众人意外，闪电竟然没有劈空中化形的丹药，而是闪电竟然朝着叶长安炼丹炉劈下。卧槽！叶长安见状，瞬间破口大骂：老子干你妹！2位别狗了，劫难来了！叶长安拍了拍炼丹炉，只见炼丹炉颤抖一下，2道黑光冲破炼丹炉。围观者们此刻更加震惊，大长老已经麻木了，今日决赛如此震撼，2位妖孽级别天才炼个丹而已，竟然引动丹劫，闹得天翻地覆。林淑妹则是更加震撼，丹劫竟然是专门为叶长安炼制的筑基丹而来，化形了2枚丹药都化形了。众人如同见鬼，不可思议盯着苍穹。只见2道黑色大药丸在众人惊愕中变成2道人影，他们俩全身黑漆漆的，形状有点与乞丐相似。卧槽！人群中的乞丐一个踉跄，差点没下摔地上。清飞扬眼眸微眯，有些不可思议。大黑二黑，好好玩，用你们神通吞噬一切。叶长安坐在一旁，有些看戏道。似乎听到命令，2道幻化的人形张开血盆大口，疯狂的吞噬恐怖天雷。这一幕，全场修士傻眼，还能这么玩？连天雷都不怕吗？直接吞噬都不带演一下的，这样玩老天面子往哪里搁？天雷在旁人看来恐怖如斯，对大黑二黑2人如同喝水。他们不惧天雷，因为有吞噬神通，这都是叶长安在上古炼丹术中学到的。叶长安本来只想炼制一枚普通筑基丹，但是面对清飞扬，也只有全力以赴，不然很容易失败。不要！这时候，大黑二黑吞噬完天雷，直接又将清飞扬炼制的化形丹药也都吞噬了。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这2化形丹药连自己同类都不放过。但当众人议论时，2道化形丹药竟然变成2颗金光闪闪的筑基丹，而且药香变得浑厚，散发着上古之气。吞噬天雷，吞噬同类，壮大自己，不愧是老天都要毁灭的丹药，堪称神丹也不为过。林淑妹暗自心惊，目光不移，始终紧紧注视着空中的神丹。小友，不知此丹药可否出售？大长老此刻突然开口，主要这2颗神丹太逆天，值得用来当炼丹师公会的镇店之宝。叶长安没有犹豫，这丹药可是用臭乞丐淤泥炼制的，自己可是无福享受。更何况主材料乃是公会提供，自己顶多拿一点手工费。大长老，请便。叶长安摆了摆手，似乎不在意道。小友，你真是个爽快人。大长老笑呵呵，将2枚筑基丹收起来，嘴都笑得合不拢了。清飞扬有些恼怒，自己炼制的丹药竟然被吃了。堂堂一名圣武皇朝炼丹天才，如今败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清飞扬心中不甘，也不能表现出来。事实就是如此，自己就是败了。小友，此次比赛恭喜获得第1，这是奖励100万上品灵石。大长老将准备好的奖励分发下去。叶长安接过储物袋，双手忍不住颤抖。100万上品灵石，自己可是从未见过这么多钱，如今落在自己手里，感觉犹如做梦。围观者们无比羡慕，他们都露出贪婪目光，紧紧盯着叶长安手中储物袋。叶长安将储物袋收好，环视四周，竟发现许多贪婪目光，他们在窥视自己。小弟弟。这时候，一道传音进入叶长安耳中。叶长安转头看向美女会长，记住我们的约定，今晚我等你。叶长安点头，今晚可要展示自己雄风时候，绝对不能给男人们丢脸，必须让美女会长唱征服好吧。叶长安叫上乞丐，2人来到圣武皇朝最火的酒馆。2位客官，里面请。酒馆小二笑脸相迎，叶长安扫视一眼酒馆，里面人山人海，嘈杂声一片，都在喝酒聊天。叶长安与乞丐进入酒馆，2人坐在最角落桌子。2位客官，想吃点什么？
小二招牌式微笑，等待叶长安点菜。有老鳖吗？叶长安突然一句。客官，本酒馆什么都有。叶长安疯狂点菜，2只老鳖清炖，10只鲍鱼，3只虾，5只河蚌，7只鸭。小二都傻眼了，这么多菜能吃完吗？乞丐张大嘴巴，小哥，你大补啊？我怕你不够吃。叶长安白了眼乞丐。叶长安掏出一块上品零食递给小二，这是您的小费。小二呆愣一会，小费这位客官竟然还给自己小费。小二眼睛放光，这可是上品零食，他1个月都不一定能挣到1块。乞丐有些眼馋，暗道小哥是不是飘了？炼丹比赛虽然获奖100万上品零食，但也别这样挥霍，毕竟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叶长安无所谓，挣钱有的是机会，就比如说今晚就有1个亿的小目标等着自己呢。不一会儿，小二速度很快，立马先把叶长安这桌菜上的满满的。叶长安嘴角上扬，这就是超能力，给别人好处什么都考虑到你。酒馆生意太好，如今天色渐渐暗淡，轮到叶长安这桌有可能大晚上了。酒过3巡，菜过5味，叶长安结完账，随即就与乞丐出了酒馆。叶长安给乞丐1块上品零食，你自己去驿站，小爷今晚还要去赴宴。叶长安将零食递给乞丐，转身朝着炼丹师公会而去。小哥，您赴什么宴？乞丐眨巴眼睛看着渐行渐远的叶长安。女人的鸿门宴。声音传入乞丐耳中，叶长安早已消失黑暗。小哥，注意身体，保重。乞丐对着叶长安消失方向抱拳，随后转身准备寻找驿站。叶长安来到炼丹师公会，轻车熟路抵达美女会长小院会长姐姐叶长安前来赴约。叶长安站在门外等待里面回复。吱呀一声，房门自动打开。叶长安疑惑，人呢？进入房间，一桌美酒佳肴摆在正中间，烛光昏暗，映照朱红色绣床。滴答滴答，潺潺水声传入叶长安耳中，眼神一瞥，帘布后方有人戏水。叶长安知道美女会长此刻正在沐浴。小男人，不喝点酒壮胆吗？这时候，美女会长裹着一身白色寝衣，优雅地走向叶长安。叶长安闻声，转头视线落在林淑妹身上，微微一顿，随后开口：没有姐姐陪酒，实在无趣。看来你是想姐姐了。林淑妹浅浅一笑，与叶长安并肩而坐。她斟满2杯白酒，2人交杯一饮而尽。叶长安不语，炙热的目光落在林淑妹红唇之上，一旁的瑞兽金炉龙涎香薄烟袅袅。叶长安借着昏暗烛光，嘴唇猛然印在林淑妹侧脸。小坏蛋林淑妹感受到叶长安的温唇，俏脸瞬间潮红。2人心跳加速，彼此对视一眼，叶长安目光慢慢下移，最终被林淑妹2片胭脂般红唇吸引。叶长安慢慢贴近，停在0.1毫米，几乎是贴上去了。林淑妹呼吸有些急促，她紧闭美眸，脸上露出享受之色。叶长安公主抱将林淑妹放在绣床上，随即反手拉上2侧帘布，龙涎飘香，烛光如琥珀般跳动，牵动着周围空气，屋内温度在这一刻上升至40度。翌日，叶长安推门而出，标志性的红衣长袍整齐穿搭，紧跟叶长安身后的林淑妹，她穿着一袭淡绿长裙，2人一前一后。叶长安神采奕奕，似乎感觉全身经脉都疏通了。林淑妹脸颊泛红，走路都打翩翩，有些不稳。小男人，你就是一头野兽。林淑妹捂着肚子白了一眼叶长安道，干脆叫你七郎算了。叶长安挠了挠头，尴尬一笑，昨晚酒意上头，百吃不够。叶长安与林淑妹2人暧昧几句话，叶长安抱拳离去。恭喜宿主与美女会长双修，觐见2克金值100，奖励普通2级大礼包1份。叶长安惊喜，双修奖励到账了。宿主叶长安，性别雄性，年龄20，境界炼气7重天，体质纯阳混沌体，氪金值110，功法5，武器5，财富普通2级礼包。主任务开宗立派，副任务睡尽天下美人。系统怎么回事？昨晚整整7次，身体都有些虚脱了，怎么才加2点修为？叶长安不解，系统始终保持沉默。叶长安无奈，这次氪金值加的挺多，普通2级礼包里不知有啥。之前是奖励普通1级礼包，现在奖励升级了。叶长安脑海出现系统面板，点击查看2级礼包。乾坤万象炉，混沌初开，万物俱无，天地之间唯一孕育而生的混沌青莲所化，乃是10大先天灵宝之一，返本归元，炼化万物，乃是红军老祖的至宝。叶长安震惊，系统竟然将上古时期炼丹炉都弄来了。叶长安恢复平静，接着往下查阅大礼包的第2宝物宗门牌匾极道神宗。叶长安盯着牌匾，
4个大字散发着古老气息，瞬间叶长安张大嘴，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叶长安回到现实，系统老好人，宗门名字都帮自己想好了。叶长安走出炼丹师公会，第一时间就瞧见了乞丐。小哥，这里。乞丐向着叶长安招手。叶长安苦笑，陶迪今早这么开心，昨晚上该不会释放了。小哥，今不是要去建造宗门吗？我一大早就找了一些建筑工，他们都在另一边等着我们呢。乞丐转头指向一旁的7、8个人。叶长安视线落在7、8个男子身上，他们都是炼气5重天以下实力，身材魁梧，年纪都在40几岁左右。陶迪，修建宗门任务从现在开始全权由你负责，钱我会想办法。叶长安拍了拍陶迪肩膀，淡淡一笑。乞丐微微一愣，随即站得笔直。小哥能够将如此重要任务交给自己，从现在开始他绝不会让小哥失望的。叶长安带着一行人浩浩荡荡朝着帽山走去。经过破儿庙，叶长安眼神微微瞥了一眼破庙。前晚上无头雕像诡异复活的阴影，此刻还有些历历在目。乞丐跑在众人面前，目光时不时瞥向破儿庙，有些害怕，连大气都不敢喘。叶长安面色清冷，仿若素风拂过。叶老板。这时候8人中的一名刀疤男3番5次注意到叶长安与乞丐神色不对，随即开口：你们瞧见庙中之物了？闻言，叶长安顿住，目光落在身材魁梧、个子高大、右脸刀疤、浑身腱子肉的大汉身上。刀疤魁梧大汉名为李逵，乃是专门搞建筑的，也是这次负责人。你也见过里面之物？叶长安有些疑惑地打量着李逵。李逵淡淡道：我不仅见过，我还知道他是谁。叶长安注视着李逵，确定此人没有说谎，这才开口：他是谁？李逵环顾四周，随即扫视一眼破儿庙。他就是我。叶长安下意识后退，目光警惕盯着刀疤脸李逵。糟了，大哥又被那东西操控了。7名建造工纷纷上前，最前面的人掏出一张黄符打在李逵后背。叶长安眼神微眯，那张黄符好些眼熟，感觉在雕像身上见过。乞丐见状愣在当场，这是什么情况？扑李逵吐出一口黑色之物，随即整个人清醒过来。叶老板受惊了。李逵抱拳赔罪道：怎么回事？叶长安仍然保持警惕，丝毫不松懈。李逵叹口气，随即慢慢讲述道：曾经我乃是化神巅峰修士，只因为闯入深渊之地被邪灵缠身，拼命逃出来后，才发现自己早已经被控制7兄弟联合逼出李逵体内邪灵，但邪灵无法杀死。几人付出惨痛代价，不惜消耗40年修为镇压邪物，最后终于将邪灵封印雕像中，但他们修为也都跌落到炼气境界。叶长安有些惊讶，李逵几人曾经竟然是化神强者，几人为了救自己大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镇压邪物。叶长安无比赞赏，说实话自己从不佩服别人，今日除了这7位，他们是值得佩服的，都是硬汉子铁哥们。换做其他人，若是关乎自己境界，早就各奔东西了。玄真世界修炼者都是自私的，一旦修为被废或者下跌，都是致命打击，所以没有一个人愿意拿命赌明天。除了这7个硬汉，叶长安就不得而知了。他们人品在叶长安看来绝对不差，放心将宗门交于他们建造了。叶长安带领几人朝着猫山一路攀爬，一转眼登顶，四周云雾缭绕，终年不散，仿佛仙境一般。山中古木参天，灵泉飞瀑，滋养万物，是建立宗门的一块风水宝地。叶老板，这是个风水宝地，适合开宗立派。刀疤男微微惊骇，自己还是头一回来到帽山。叶长安环顾四周，感受到帽山的灵气较为浑厚，空气也比较新鲜，心里非常满意。叶长安交代乞丐几句，就朝着后山走去。接下来就由乞丐带领着他们规划宗门的建造。叶长安行至后山处，天地辽阔无垠，似乎无人耕种。叶长安确定周围，随即将一阶灵草种子取出，用手挖坑，将灵草种子埋入地里。叶长安又将灵草催长液浇灌，也不知道灵草催长液有没有用，反正自己也是有些不信，感觉系统在骗人。半晌过去了，也没有一点反应。叶长安无语，前世自己略览小说，见过许多神奇药水，使用立马见效，可是现在半天过去了，仍然没有动静。叶长安摇头，就当浇水吧。叶长安将一阶灵草种子播种完毕，又将2阶、3阶全部挖坑埋入。催长液用不完，感觉一大片田地全部被浇灌完毕，桶里面始终满满的，就感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样也好，省去自己打水时间。叶长安看向宽阔的田野，已经被自己种满了灵草，另外一侧田野没有灵草种子了。叶长安返回乞丐规划宗门之地，他们都在忙于手中工作。8名建造工都不是普通人，炼气5重天实力，轻轻松松就将一块基地填平了。俗话说，地闲生杂草，人闲生烦恼。叶长安不知在哪里搬来了2座飓风，
叶长安分别将2飓风左右深深插入地里，又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把原主人的佩剑。乞丐加入宗门系统本来要奖励极品法器斩魔剑的，主要是宗门没有建立，乞丐还没正式拜宗。叶长安飞身而起，剑指左边飓风，朗声大喝：“众弟子听令，此去全台照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叶长安挥舞着手中剑，将前世阅读过附带杀意的诗词刻在飓风上。这一声大喝引来乞丐8名建造工，他们纷纷来到飓风之下，目光落在叶长安雕刻诗词上。乞丐声声呢喃，瞬间震撼不已。刀疤大汉念到最后一句，沉静多年的心突然一下被点燃。紧接着，叶长安又转向右飓风，继续挥舞着剑，霸气开口：“一身辗转3000里，一剑曾当100万师诸君，你敢拔剑吗？”乞丐张大嘴巴，好霸气的一剑！我感觉我置身在上古战场，即将面临100万群师，而我只需要一剑即可毁灭一切。刀疤大汉与7位建造工眼神直视右飓风2行字，久久不能平静，似乎那一剑能开天，能断江，能杀神。叶长安将这些激励诗词刻在2侧飓风，主要是日后宗门招收弟子时，能够激励他们努力修行，早日正道。叶长安收剑，半晌后，乞丐几人慢慢回过神，转而看向一旁躺在石板上悠闲自在的叶长安，纷纷震撼。乞丐暗自嘀咕：小哥到底是什么人？不仅是炼丹界妖孽天才，而且随意雕刻的诗词也自带杀意。乞丐心中疑惑，但是也不敢问，只是摇了摇头。刀疤大汉带领几人开始忙于手中工作。徒儿，这时候叶长安正安静享受周围鸟语花香，一道声音传入耳中。叶长安一个鲈鱼打挺，纵身而起，目光扫视声音来源。师娘叶长安瞥见躲在参天古树后方的粉衣长裙女人，她勾勒笑意，唇瓣轻启。叶长安转头环视乞丐，见他们忙碌中，于是就背着众人进入森林。师娘，进来可好？叶长安淡淡一笑，直接搂住苏荣。呀，苏荣被这么一搂抱，哆嗦发声。你走后，你师尊苏荣抽泣一会儿，随后慢慢恢复情绪。叶长安微微一愣，岂不知道师娘之话，摇了摇头，也没有说啥。虽然他们乃是夫妻关系，但感情已经破裂了。这种行为若在自己前世，绝对是构成强奸罪的。瞎子师尊强行为之，理应受到惩罚。叶长安擦了擦苏荣眼角泪水，安慰几句。下一秒后，苏荣彻底稳固情绪，恢复正常。他认真打量叶长安：徒儿，你瘦了，腰变细了。叶长安嘴角勾勒一抹坏笑，开口：耕地牛能不细吗？快说，你最近是不是播种了？苏荣嘴角微微撅起，有些吃醋。师娘，我只爱你一个，其余的我只是玩玩。叶长安渐渐一笑。啊！苏荣都傻眼了，徒儿这话也太逆天了吧。顿了一会儿，苏荣笑容满面，徒儿心里有他就行，不敢奢求与其长长久久，毕竟自己可是已婚妇女。徒儿苏荣转而红着脸，深吸一口气，开口：我们还有9次。叶长安眼珠子打转，俗话说女人30是老虎，缠你身子还能吞你筋骨，师娘乃是绝美尤物，若心智不坚之人，终会败在她长裙之下。咕噜，叶长安猛然咽了咽口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师娘在这里吗？苏荣瞬间脸色通红，环顾四周，去那片牡丹花丛里。叶长安扫视一眼茂密的牡丹花丛，嘴角微笑，他们手拉手走入花香之地，两者竟在花间嬉戏打闹。叶长安最后忍无可忍，直接将苏荣扑倒花丛。牡丹花飘香万里，引来了蝴蝶，它们翩翩起舞，营造着花间景色。微风拂过，花瓣飘落。几个时辰后，叶长安衣装穿戴整齐，走出花丛，紧跟身后的粉红衣裙美妇，她俏脸滚烫，走路东倒西歪。叶长安见状，反手扶住：师娘，你慢点走。苏荣擦了擦额间香汗，白了一眼叶长安：徒儿，你太粗鲁了，下回做个温柔男人。师娘，其实我是个温柔男人，只是逼不得已。叶长安一副人畜无害。闻言，苏荣双眼一翻，差点就晕过去了。温柔只能骗鬼。恭喜宿主与师娘双修，境界2克金值10，奖励普通3级大礼包1份。宿主叶长安，性别雄性，年龄20，境界炼气9重天，体质纯阳混沌体，氪金值120，功法5，武器5，财富普通3级礼包。主任务开宗立派，副任务睡尽天下美人。叶长安欣喜若狂，双修奖励又到账了。叶长安疑惑，氪金值为何这么少？系统回答：师娘不是第一次，除非遇到美女会长守身如玉之人，遇到这类未开包的，氪金值就越高。
叶长安明白，随即打开普通3级大礼包。叶长安抱着激动的心，前面1级礼包奖励上古炼丹术、灵草种子、催长叶；2级礼包奖励乾坤万象炉、神秘的宗门牌匾。叶长安打开3级礼包，瞬间惊掉下巴。一火叶长安咽了咽口水，自己竟然也能获得此等神火。叶长安查看一火介绍：6丁神火，奇门遁甲之火。道祖太上老君将3昧真火以文无火之势，在上清八卦炉中融合炼化奇门遁甲之道而衍生出的神火。6丁神火，叶长安难以置信，犹如做梦，拥有一火的主角，哪一个不是赫赫有名之辈？叶长安恢复神态，查看第2个宝物——神兽蛋。护宗神兽，叶长安盯着系统面板，有些哭笑不得。给我一个蛋什么意思？让我孵化吗？小哥！突然一声大喊从宗门建造之地响彻。叶长安回过神，转瞬瞧着师娘。苏荣立马闪身离开，叶长安则是直奔宗门建造地。小哥，树成精了！乞丐盯着叶长安，手指后山，一脸惊骇道。叶长安视线落在后上，只见一棵棵参天巨树直冲云霄，顿时叶长安如同见鬼。卧槽，那不是我种的灵草种子吗？叶长安飞奔后山田地，只见之前自己种植的灵草，此刻变成几百丈、几千丈高大，隐隐约约直插天际。我勒个去，孙猴子的铁棒吗？叶长安顿时联想到前世的神话剧。乞丐与8位建造工都傻眼了。叶长安不急不慢，掏出长剑，直接拦腰斩断一株。他要试一下这参天灵树能不能炼丹。叶长安拿捏7寸，一剑斩断如劈柴，直到这株灵树被一节节整整齐齐摆放。叶长安从系统空间将乾坤万象炉取出，老神在在的坐一旁，准备开坛炼丹。开盖，一节节灵树被叶长安丢入乾坤万象炉，合盖。叶长安手里出现一团异火，6丁神火。这是异火，刀疤大汉瞬间瞪大双眼，曾经有幸见过古籍中记载。乞丐也是微微一愣，小哥该不会是尹氏家族天才吧？能随便拥有这种传说的异火，除了恐怖大势力才能有这个资本，一般人可是没有资格接触的。叶长安挑了挑眉，然后将异火打入炼丹炉底部，打出灵力控火。2个时辰后，乾坤万象炉被打开，瞬间整整一炉丹药暴露在众人视线。丹药飘香，仿佛能治愈一切。叶长安炼制的丹药乃是一品清灵丹，主要功效解除身体各种毒素，保护身体不受毒物侵害。丹药出炉，乞丐与刀疤大汉7位建造工全都张大嘴巴。炼丹师一下子能够炼制一整炉丹药吗？这种手段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叶长安将一炉子丹药装入储物袋，然后与乞丐交代几句，朝着圣武皇朝飞奔。从现在开始，叶长安要搞钱，宗门以后开支需要大量钱财维持。虽然美女会长给了一个1下品灵石，加上自己炼丹获奖的100万上品灵石，这些都不够，建造宗门还差太多了。圣武皇朝繁华地段，阳春面门口，叶长安与阳春面老板相识，老板生意也不怎么好，客人3、3两两，于是他就借用老板面馆里的2张桌子，还顺带拿了个簸箕。叶长安摆着地摊卖着丹药，金灿灿的丹药飘香10里，药味十足，修士们闻着味，仿佛能够使人心生舒坦。来瞧一瞧，看一看，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清仓大甩卖了。叶长安放声吆喝，瞬间吸引周围修士。买清灵丹了，只需1粒，100%治愈身体毒素，也能防止毒物侵害。这位小友，你这丹药真能解毒吗？此刻一名炼气5重天的老者开口询问道。叶长安看向一旁麻衣老者，招牌式微笑开口，老伯，此丹能解百毒，解不了毒不收取1分钱。哈哈。这时候围观群众中，一个阳怪气左脸有些浮肿的黑衣男子此刻推开2侧修士，径直走到叶长安摊位。阴阳怪气男子冷笑道，这小子在骗人，清灵丹能解百毒。阴阳怪气男子指向自己浮肿的左脸，啐道，老子是这玩意，没有1万也有8000，可现在一点屁用都没有。叶长安瞥了一眼黑衣男子，随即眼神注视其浮肿的左脸。你这种毒素，寻常清灵丹是不可能去除的。叶长安仍然保持微笑。黑衣男子嗤笑一声，一脸不屑道，看到没有我说什么来着？他就是一个骗子，扬言1颗清灵丹能解百毒。现在告诉我，寻常清灵丹解不了。谁说我这是寻常清灵丹了？叶长安嘴角泛起一抹淡然的笑。闻言，周围修士有些疑惑，黑衣男子瞬间脱口而笑，你那不是寻常清灵丹，难道是高阶清灵丹不成？叶长安挑了挑眉，嘴角轻轻一撇，开口，高阶清灵丹算什么？我这是极品。此话一出，瞬间现场一片嘈杂声，围观者们纷纷交头接耳，议论不断。见叶长安越演越来劲，黑衣男子瞬间气愤道，小子，
休要唬人！圣武皇朝炼丹工会长老，4品炼丹大师，若让其炼制1品丹药，也只能将1品丹药炼制高阶品质。而清风阳3品炼丹师，若炼制3品丹药，最高品质就是高阶，每一个品的高阶就是极限。你说这是几品清灵丹？围观群众此刻议论声更大了，都在指责叶长安为何要用不可能的事来骗他们。围观者们此刻觉得眼前之人乃是没有经验的骗子。你说高阶丹药还有人信？直接整个极品圣武皇朝还没有一个炼丹师能将丹药炼至极品层次的。叶长安微微颔首，目光沉静，仿佛世间喧嚣皆与自己无关。面对众人目光，神色自若，淡定从容。诸位，此人就是被蜀山学院赶出来的一个废物，他就是个骗子，根本不会炼丹。突然，围观者后方一声轻蔑传来，围观者纷纷转头看向身后，只见一群弟子直奔摊位，为首之人一袭黑衣金发，国字脸，目光泛着刺骨冷意。他双手抱胸，竟大步流星而来。苍兰学院圣子司徒落羽。围观者们惊骇，纷纷避让，见到这尊瘟神，有多远躲多远，别被他波及到了。叶长安眉头一皱，目光紧紧注视着黑衣金发男子。叶长安，咱们又见面了。黑衣金发少年嘴角不经意的上扬，带着几分戏谑。司徒落羽，你是来买丹药的，欢迎；若是来闹事的，出门右转。叶长安如今是做生意的，表面功夫要做好，只要有生意，甭管他是不是仇人，先把钱赚了再谈恩怨。倘若司徒落羽要闹事，叶长安会毫不客气，什么君子报仇，10年不完，小爷恨不得现场斩了他，3番5次找自己麻烦，神可忍，殊不可忍。买你丹药！司徒落羽嗤笑一声，他眼神微眯，冷冽的气息一下子从身上散发出来，陡然沉下了脸，开口：你这丹药狗都不吃，谁还会买？叶长安脸色一凝，虽然体内气息沉静，但杀意如刀剑出鞘。司徒落羽，请注意你的言辞，别挑战我的底线。叶长安眼底寒芒一闪，冷冷开口：啧，被蜀山赶出来的一个丧家之犬，应该夹着尾巴做人，还敢有底线？谁给你的勇气？司徒落羽眼神有些藐视，话语中带着一丝讽刺。叶长安眉头一皱，咬牙切齿地注视着司徒落羽，眼神变得犀利而具有穿透力，仿佛能直接击穿对方。之前的柔和荡然无存，只剩下让人难以招架的审视。诸位！司徒落羽转而环顾四周围观者，阴沉又冷酷道：这小子丹药要么是假的，或者是偷来的，今日就让你们看好本圣子是怎么揭开他的谎言。司徒落羽，你他妈别太过分了！叶长安一拍桌子，血液在身体里奔腾不休。幽戳重痛点了，恼羞成怒了。司徒落羽玩味地勾起唇角，狡黠一笑。滚！叶长安直接大喝一声，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像是铁锤般砸向对方，让人无法忽视。司徒落羽瞬间脸色阴沉，他乃是苍兰学院堂堂一名圣子，竟然被一个废物大声呵斥。叶长安，你这个废物敢凶本圣子，是在找死吗？司徒落羽眼神如电，直接击向叶长安。叶长安的眸子中闪烁着锐利光芒，面对强敌丝毫不惧，两者眼神互相碰撞，彼此间仿佛爆发了一场无形的力量对抗。司徒落羽心中微微一惊，因为他感受到叶长安境界前几日还是炼气5重天，如今炼气9重天了。司徒落羽觉得叶长安有问题，身上可能藏着惊天秘密。司徒落羽心中暗道，今日必须斩杀叶长安，若是放任，日后修为追上自己，可能就有些难办了。黑脸大胡，给我砸，把他丹药毁了！司徒落羽吩咐一句，瞬间跟随2名大龄弟子冲向叶长安摊位。小子，踢我蛋！老子今天毁你丹！黑脸大汉以及络腮胡大汉两者满脸狰狞，心中的恨意如同熊熊烈火。他们瞬间抵达摊位，猛然掀飞桌子，丹药洒落在地，四处乱滚。叶长安瞬间恼火，心中最后一点防线直接捅破，布满血丝的双眼如同鬼魅般猩红。谁让你放肆的？叶长安直接跨裆一脚，狠狠地踢向黑脸大汉。炼气5重天的黑脸大汉反应不及，直接被炼气9重天的叶长安当场碎蛋。毁我蛋，碎你蛋！叶长安紧紧盯着躬身倒地的黑脸，瞬间目光又转向正在发愣的络腮胡大汉。叶长安出脚迅速，急如闪电，猛然当下一脚，络腮胡大汉瞬间眼珠子瞪得老大，直接突出，脸色涨红如猪肝色。叶长安，今日本圣子非斩了你！司徒落羽见状，脸色阴沉，抬手一拳朝着叶长安脑袋砸去。叶长安腾空而起，狠狠地踹向迎面扑来的司徒落羽。两人相距不到1尺，最终拳脚碰撞，以2人为中心，瞬间一股爆破之力将两者击退数步。叶长安向后滑行数步，最后稳住身形，目光死死盯着司徒落羽。司徒落羽暗自心惊，藏在袖中手微微有些发颤，没想到叶长安炼气9重天，力量这么强，
竟然连自己这个炼气圆满之境也有些吃力。司徒落雨，陪我丹药！叶长安大喝一声，全力一拳轰向对方的面门，拳风呼啸，破空之声刺耳。司徒落雨见势，冷冷瞥了一眼对方，然后脑袋一歪，迅速躲开拳风攻击，猛然抓向眼前之手。叶长安一拳落空，见司徒落雨大手抓向自己右臂，叶长安看准机会，突然收回拳头，同时一个下蹲，左拳爆发全力，瞬息砸中司徒落雨腹部。伴随着一声沉闷的撞击，司徒落雨猛然后退，心中难以置信。叶长安腾空而起，手腕一翻，不等对方喘息分毫，手中原主人长剑脱手而出，化作一道流光，射向对方脑袋。这一幕直接震慑现场围观者，纷纷惊呼出声。此人炼气9重天，竟然将苍兰学院圣子逼得连连后退，速度之快堪称一绝。铮的一声，叶长安长剑并没有击中司徒落雨，而是被一枚漆黑法杖硬生生挡住。黑龙杖！叶长安眼神一变，司徒落雨竟然祭出极品法器了。围观者们纷纷后退，极品法器一出，绝对就是终极杀招，若不离远一点，就会波及到自身。叶长安，本圣子承认你变强了，但是若想击败我，你还做不到。司徒落雨注视着自己黑龙杖，瞬间信心满满。黑龙杖乃是他的依仗，除了筑基修士，炼气之下一击必杀，是吗？叶长安俊美的脸上此时嘴角勾勒出一抹弧度，他摊开右手，一团紫色火焰瞬间震慑周围修士。这是什么火焰？我感觉自己灵魂都快被炼化了呀！火焰竟然在灼烧虚空，我好像深陷岩浆之中了，即将被焚烧成灰。周围修士纷纷大惊，猛然后退，不敢靠近，惊恐地注视着叶长安手中跳动的火焰。司徒落雨眉头一皱，死死凝视叶长安手中的紫火，他感觉此火焰能够影响自己，但确实不知这是什么火。黑龙杖微微颤抖，此刻黑光猛然爆发而出，貌似受到紫火影响，黑龙杖竟然自动激活了。司徒落雨，你的黑龙杖阻挡不了我的火焰。叶长安嘴角上扬，手中紫火猛烈燃烧。司徒落雨眼眸微眯，全身灵力彻底灌输黑龙杖，此刻的黑光变得有些诡异，比之前更加耀眼，仿佛周围已经陷入无边黑暗。你们快看那边，是他怎么来了？周围修士一个个转头，瞬间眉头一皱。太子驾到！一声高喊传入众人耳中，街道口一群群铁骑并排而来，后方3头妖兽拉着一辆豪华巨大的龙辇。司徒落雨见状，瞬间收回灵力，将黑龙杖紧握手中。叶长安有些意外，他收起异火，只见街道一群铁骑朝着自己方位涌来，周围修士退避三舍，他们都在窃窃私语。吼！这时候3声呼啸响彻周围，这是3头比人高大的巨虎，全身雪白，眼睛如铜铃般大，一张嘴便有2排锋利的獠牙露出来，虎背上一排尖锐的骨刺，一看就极不好惹。司徒落雨双手抱胸，一脸微笑地盯着浩浩荡荡而来的铁骑兵团。叶长安则是一脸淡然，看着停在自己1尺距离的铁骑，随后一个头戴太监帽子的公公此刻出现在叶长安跟前。叶长安，你就是今年炼丹比赛夺取魁首的第1人。什么？这年轻人竟然是今年炼丹魁首？围观者们听到太监公公之言，瞬间不可置信。司徒落雨脸色一沉，叶长安竟然就是炼丹公会夺得魁首之人。他向来不怎么了解这些，只是刚刚听到太监公公之话，心中狐疑，叶长安怎么可能会炼丹？司徒落雨最终想到，叶长安可能在悬崖下获得巨大奇遇，不然一个炼气3重天都不能突破的废物，转眼之间就差点追上自己，而且还会炼丹。叶长安也没有隐瞒，淡淡一笑，开口：夺得炼丹魁首之人正是在下。太监公公微微一笑，随即掏出2张邀请函，他递给叶长安道：太子今晚宫中设宴，邀请圣武皇朝各氏天骄，包括今年的炼丹魁首。叶长安盯着公公手中邀请函，按道太子设宴邀约各路天骄，这是要干嘛啊？叶长安视线落在龙辇，发现有阵法阻挡，自己神识无法查看龙辇中神秘太子，摇了摇头。叶长安接过公公手中邀请函，司徒落雨，这是你的。公公又将剩下1张邀请函转而递给一旁的司徒落雨。司徒落雨急忙接过，面色平静，转而盯着叶长安有些不屑。司徒落雨知道，今日看来无法继续斩杀此人了。放心，躲得过今晚，休想躲过明晚。我们走。司徒落雨瞥了一眼叶长安，随即正准备带领学院弟子离开。慢着！这时候，叶长安突然开口阻拦：圣子回我丹药，就想一走了之。叶长安的话瞬间传入周围修士，一个个都是无比惊讶，这货也太勇了吧！叶长安见势继续开口，丝毫不给司徒落雨喘息机会。太子殿下如今就在现场，你若不给个说法，就是藐视太子殿下的威严。难道你司徒落雨强大到连太子都不放在眼里了？
此话一出，瞬间周围修士议论声四起。司徒洛雨脚步一顿，眼神瞬间阴沉如水。突然，龙辇中一声咳嗽传了出来，紧接着龙辇车微微一颤，随即恢复平静。叶长安嘴角上扬，这叫借用太子之手狠狠地打压一下司徒洛雨。他不信司徒洛雨敢违抗太子。司徒洛雨瞬间无语，自己小看叶长安了，皇室乃是圣武皇朝第一大势力，自己可不敢得罪太子。虽然司徒洛雨沉思良久，瞬间阴冷道：“叶长安，你这丹药多少灵石？我赔。”叶长安嘴角上扬，随即开口：“1颗清灵丹，我买1块上品灵石。”啥？司徒洛雨瞬间张大嘴巴，随即啐骂道：“狮子大开口吗？谁不知1颗清灵丹才卖1块下品灵石？我这是极品，不是普通下品丹药。”叶长安不以为然：“你……”司徒洛雨眼神更加阴沉，看了一眼龙辇车方向，随即开口：“算我倒霉，多少上品灵石？”叶长安神识扫了一眼地上那被踩得稀碎的丹药，轻点一下数目，伸出5个手指头：“5000颗丹药，5000块上品灵石，拿钱。”叶长安伸出手，一副理亏莫样：“5000块上品灵石！”司徒洛雨差点哭出声：“5000块上品灵石，可是自己半年俸禄。灵石品级划分，10块下品灵石相当于5块中品灵石，又相当于1块上品灵石。”咬了咬牙，司徒洛雨暗道：“先让你嘚瑟，过2天斩杀你，包括你身上的秘密，也终将是我的。这里是5100块上品灵石，拿好了。”司徒洛雨狠狠瞪了一眼叶长安，直接将一个储物袋丢给对方。叶长安接过空间储物袋，打开检查了一遍，嘴角微笑道：“多100，就当赔偿小爷精神损失费了。”叶长安奔赴摊位，将桌子摆放好，簸箕中继续倒满清灵丹。所有人傻眼，怎么还有丹药？不是全毁了吗？叶长安炼制一炉，被司徒洛雨摧毁1/3，还多着呢。来瞧一瞧，看一看。叶长安继续高声吆喝。全场大清仓，丹药便宜卖，1颗清灵丹1块下品灵石。过了这个村，还有这个店，但是没有这个价格了。叶长安高声吆喝，一旁的司徒洛雨非炸了，坑爹货，自己赔1颗清灵丹1块上品灵石，现在告诉我降价。小友，给我来10颗。这时候，之前炼气5重天的麻衣老者凑到摊位，开口道：“好了。”叶长安瞬间露出招牌式微笑，随即开口：“10块下品灵石，老伯，您是我的第1个客人，送您2颗，欢迎下次光临。”麻衣老者瞬间兴奋，免费送自己2颗，自己赚大发了。叶长安将12枚清灵丹装好，递给麻衣老者，收取对方10块灵石。叶长安喜出望外，因为刚刚自己名声可是打出去了，太监公公的一句话就决定叶长安能不能暴富。周围修士们肯定信公公，之前他们怀疑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身份，现在，老板，我也要10颗。一中年男子此刻也凑到摊位，掏出10块下品灵石。好嘞，拿好，外加送您1颗。叶长安装好丹药，递给中年男子。中年男子瞬间兴奋，还能免费送1颗，老板，你是老好人。周围修士见状，纷纷坐不住了。平时他们去买丹药，1颗下品清灵丹也要1块下品灵石，还不免费送，如今这里1颗极品清灵丹也只要1块下品灵石，还外加送1颗。老板，老板！一瞬间，叶长安手忙脚乱，钱都收不过来。阳春面馆的老板这时候跑过来帮忙装丹药。叶长安你等着！司徒洛雨冷哼一声，甩袖离去。李公公，这时候龙辇车里呼唤一声：“太子殿下，老奴在。”一旁的太监公公躬身行礼，拿着这把剑，按照本太子吩咐做。话音刚落，龙辇遮挡的窗户口瞬间一把古朴长剑竟然从里缓缓推出。太子不可，去吧！太子声音再次传出，让人不容置疑。太监公公眉头紧锁，最终接过长剑，脸色有些不乐观，转瞬之间出现在叶长安摊位。叶长安摊位火爆，不一会儿，一炉丹药就卖完了。太监公公牙关紧咬，向前一小步，盯着叶长安。叶长安正准备收摊，突然一个身影出现自己前面，抬头乍一看，竟然是太监公公。叶长安，太监公公有些不高兴，说话自带太监的专属口音：“太子爱才，托老奴过来送剑。”太监公公说着，有些不舍得，就将手中长剑努力递给叶长安。极品法器。叶长安感受到此剑散发出来的气息，猛然一惊。太监公公瞧着叶长安表情，立马得意，因为在自己看来，像这种极品法器，没有几个人能拿得出手，那些学院也不过几件。此剑名为赤焰，剑身通红如火，能焚烧一切邪恶，乃是最好的墨铜精铁，加上融合了火元素，整整锻造10余年载。赤焰剑使用顶阶材料，威力强大，甚至带有火龙之力。叶长安听着太监公公介绍，脸色微微惊讶，随即拔出长剑，剑出自带龙吟，
火红的剑身转瞬熊熊燃烧，叶长安猛然朝天挥剑，刹那间，一条火龙冲天而起，火光四射，犹如9轮烈日，仿佛虚空都被烧裂。这可是太子最喜欢的一把剑，如今却要送给你。太监公公摇头叹息，有些不舍开口。如此宝物都能舍得，看来太子非常器重你，你可别让他失望啊。叶长安顿了顿，瞧着已经离开的太监公公，视线落在龙辇车上，心里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小兄弟，这时候一直站在摊位旁的黑衣男子，此刻脸上堆满笑容，与之前的阴阳怪气相比，转瞬已经变成一个讨好者。叶长安有些不悦，转头瞥了一眼左脸浮肿的男子，此人刚开始还嘲笑他，说他是个骗子，如今怎么又变个人了？嘿嘿，男子尴尬一笑，随即开口道歉：“小兄弟，之前不知您就是炼丹魁首，多有冒犯，还请多多包涵。”叶长安收起桌子，也没有理会男子，自顾自清理现场稀碎的丹药。小兄弟，我这脸可否还能治？男子仍然保持着微笑。叶长安目不斜视，冷冷开口：“能治。”闻言，男子兴奋，转而开口：“小兄弟，可否卖我一些极品清灵丹？”没了。叶长安冷不丁，指着地上稀碎丹药开口：“地上有，你要吗？”男子嘴角抽搐一下，目光落在地上，犹豫半晌：“不要，我就要当垃圾清理了。”叶长安不冷不热道。男子最终开口：“我全要了。这些丹药虽然稀碎，但是不引药效，扔了多可惜，拿回去清理还能服用。多少钱？”“我全要。”男子下意识蹲地上，不停拾取泥洼里的稀碎清灵丹。叶长安微微一顿，自己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此人还真要，就当给他一小点惩罚吧。原价5000块下品灵石，虽然品相不过关，但药效绝对没有流失。叶长安眨巴眼睛，嘴角微微上扬，随即开口：“便宜给你，打9，5折，给我4750即可。”男子拾取丹药的手瞬间僵住，抬头看向叶长安，有些难以置信，眼前之人看起来人畜无害，说话怎么没有一点性情呢？男子无奈，自己冒犯别人在先，只能硬着头皮认栽，咬了咬牙，从储物戒指里取出4950块下品灵石，递给叶长安。叶长安笑眯眯地接过，把灵石收进自己的储物袋，然后看着男子说：“多谢惠顾，以后有需要还可以来找我。”男子脸色铁青，心里已经把叶长安骂了一遍，但表面上还得强装笑脸：“一定一定。”叶长安瞧着渐行渐远的男子，嘴角淡淡一笑，随后转身朝着阳春面馆走去。叶长安打包几10份面，今日有些开心，没想到自己炼制的丹药竟然售空了。叶长安绽放出一抹如春花般的灿烂笑容：“师弟，师兄。”正当叶长安走出阳春面馆时，眼前2道倩影出现在自己视线。大师姐，小师妹。叶长安瞧着一袭白衣长发女子，那精致的面容上竟灌满了心事。曾经峰峦已不再高挺，似乎是强行裹紧了。反观一向活泼可爱的小师妹，那双卡姿兰大眼睛此刻不再是那么明亮，眼角的泪痣已经变小了许多。一袭青衣的陆轩撅着嘴，瞬间挽上叶长安胳膊，有些不开心道：“师兄。”叶长安感受到小师妹情绪，随即转头看向心事重重的白衣师姐。叶长安眉头微微一皱，他敏锐的眼神竟然在二女神情中察觉到不甘与绝望。到底怎么回事？叶长安眉头紧蹙，看向白衣赵清雅。陆轩不语，小脑袋紧紧靠在叶长安肩膀，似乎在享受这种感觉。他怕过几日就再也见不到师兄了。赵清雅轻轻叹口气，随即慢慢恢复神态，他笑着开口：“师弟，您现在要去哪里？”叶长安眼神微眯，大师姐怎么转移话题了？为什么不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大师姐还没有回答我，你们到底怎么了？叶长安表情有些严肃：“师弟莫要问了，就是一些小事。”赵清雅眸子有些冰凉，似乎不想让叶长安知道。叶长安无语，见两人不告诉自己，他有的是办法，改天问一下师娘，师娘绝对不会瞒着自己的。叶长安恢复正常，转而问道：“你们要去哪里？”“闲来无事，城里狂议会，晚上去皇宫赴宴。”赵清雅淡然一笑，瞬间忘却那些不愉快之事，情绪掌控这方面绝对是一个拿捏自如的高手。太子宴会吗？叶长安不惊讶，这一次太子可是邀请各式天骄，自己大师姐还有小师妹，乃是圣武皇朝天骄，理应受到邀请。师兄，你也知道太子宴会？陆轩小脑袋从叶长安肩膀上抬起，他歪着头，一脸好奇道：“我不仅知道，而且太子还亲自邀请了我。”叶长安说着就拿出一张邀请函，一脸得意。陆轩、赵清雅瞪大眼睛，一脸不可置信。赵清雅张了张嘴，自己师弟乃是炼气3重天修为，怎么会被太子？等等！赵清雅几乎是瞪大了双眼，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师弟，你竟然突破到炼气9重天了！陆轩闻言瞬间怔住，立马探出神识查看，
随即倒吸一口凉气。师兄你破了。叶长安白了一眼陆轩，这话听着感觉有些奇怪。什么叫我破了？师兄，我说你鞋子破了。陆轩说完后，随即蹲下身子。叶长安瞪大眼珠，差点鼻血就喷了小师妹最近长大了不少啊。叶长安无法想象，小师妹不仅是个反转天才，而且还是个心细之人。赵清雅愣了一会后，随即恢复正常，但当她眼神瞥到叶长安手中长剑，眉头一皱。赵清雅始终不确定，立马开口：“师弟，您手中长剑是不是太子给您的？”叶长安一愣，暗道：“师姐厉害，这都知道。确实太子所赠，不好，快将它扔掉！”啊！叶长安一脸懵逼，没有过多犹豫，直接将赤焰剑丢掉。师姐，怎么回事？赵清雅盯着地上的赤焰剑，猛然深吸了一口气。赤焰剑又名天珠，乃是魔铜精铁铸造而成，属于魔物。铸造此剑牺牲了8000人。叶长安张大嘴巴，太子赠予自己的剑竟然是魔物，而且师姐说铸造赤焰剑牺牲8000人。师姐，为什么会牺牲这么多人？赵清雅顿了顿，神情严肃开口：“因为他们都是用来祭剑的。”此话一出，叶长安无比震惊。祭活人来铸剑，那这把剑到底有多邪？太子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为何要将这把邪剑赐予自己？太子想操控你，所以把这把剑赐予。等时间久了，这把剑的邪气彻底占据你意识，你就变成一具傀儡。赵清雅眉头紧蹙，一字一句道：“太子好可恶，竟然想控制师兄！”一旁的陆轩火冒三丈，谁敢动自己师兄，是要与谁拼命？叶长安脑子一片空白，嗡嗡作响，暗道：太子好阴险，竟然用这种下三滥手段。叶长安想了想，自己也没有得罪太子，今日乃是第一次见面，自己有什么值得其操控的？太子城府极深，是个双重人格之人，他善于伪装，你可要小心啊！赵清雅看着叶长安，随后小心提醒道。叶长安郑重点头，幸亏大师姐拆穿，不然自己还被蒙在鼓里。师兄，那这把剑怎么办？陆轩蹲在赤焰旁边，用手指戳了一下。叶长安深吸一口气，突然眼神闪过一抹杀意。好你个太子，想要控制我，小爷偏不让你得逞。既然太子想玩，那小爷就奉陪到底。叶长安将计就计，看看太子到底想干嘛。李逵手里有封印符，应该可以封印此剑。叶长安回忆起破尔庙被封印的无头雕像，瞬间松了口气，有办法封印就行。叶长安小心翼翼拾取赤焰剑，一时半会对自己不会影响，索性就抓起赤焰剑。跟我走，我有办法封印此剑。叶长安说着，朝着帽山疾驰而去。赵清雅与陆轩紧跟身后。帽山，叶长安与赵清雅以及陆轩三人出现在山顶。叶长安脚步一跨，直接来到乞丐跟前，而赵清雅与陆轩两人则是一脸震惊。他们盯着两座巨峰，久久不能平息。巨峰雕刻的诗意似乎蕴含着剑道之威。叶长安将打包好的阳春面从储物袋拿出，分发给8名建造工，还给了5份乞丐。乞丐盯着眼前的5碗面，有些懵了。之前只是好几天没有吃饭，所以一下子吃20碗，如今跟着小哥，自己从没有挨饿过。乞丐有些欲哭无泪，小哥真把自己当猪养吗？叶长安来到刀疤大汉面前，厚着脸皮开口要了一张黄符。刀疤大汉最后还是给了。叶长安将赤焰剑取出，刀疤大汉李逵瞬间脸色骤变。7名建造工放下阳春面，一个个来到叶长安身旁。李逵接下来所说之话与赵清雅差不多，最后在李逵使用本门封印术，再将黄符包裹此剑，叶长安才松了口气。叶长安环顾四周，李逵几人效率高，一天就将宗门地基建立成型，他们都不是凡人。小哥，乞丐一屁股并肩坐在叶长安右边，这才开口：你真要去赴宴？叶长安封印赤焰剑时候说过太子邀约，所以乞丐想到太子赐予小哥一把邪剑，就知道太子没有安好心，此刻是担心小哥安危。去为何不去？叶长安嘴角上扬，眼神寒芒一闪。小爷倒要看看此人是不是长着3头6臂，敢阴我。叶长安眸中杀意四起，心里已经将太子列入自己的黑名单中。乞丐见状也只能叹口气，心里祈求小哥平安归来。时间转瞬，夜幕降临。圣武皇朝中心地段，一座座金碧辉煌宫殿高高耸立，其中一宫殿中，宫女们已经忙碌着布置会场，摆放着金丝楠木桌椅，铺上绣有龙凤图案的锦缎桌布，每张桌子上都陈设着玉盘金碗，熠熠生辉。叶长安、赵清雅、陆轩来到现场，三人纷纷落座。叶长安扫视一眼现场，发现除了炼丹师公会、千叶明、青飞扬，还有苍兰学院圣子司徒落雨，其余18位天才自己都不认识。叶长安目光扫过司徒落雨身后那站得笔直的黑脸大汉以及络腮胡大汉，嘴角不经意的微微一笑。黑脸大汉感受到一道目光，
当他寻找到这目光主人时，瞬间不自觉的双腿猛然夹紧。叶长安与二女来得晚，前面早已经坐满，只能坐在最后。叶长安视线落在迎面抿茶的司徒落雨，司徒落雨也察觉到了叶长安，两人目光空中碰撞，瞬间现场气氛变得有些压抑。诸位天才感受到司徒落雨那眼神露出凶狠的杀机，全都好奇，纷纷转头将目光落在叶长安身上。两人眼神继续碰撞，众人都是一脸惊讶，他们都不知道此人为何如此大胆，敢跟司徒落雨较劲，他莫不是找死？一旁的清飞扬脸色有些怪异，不言不语，只是平静地注视着叶长安。师兄，司徒落雨是不是又欺负你了？叶长安身旁坐着的陆轩此时正一脸不善地注视着司徒落雨。是啊，但是白天才教训他一顿。叶长安故意加重语气，生怕别人听不到。师兄，没想到你这么厉害。陆轩眼中闪过一丝诧异，随即嘴角上扬，笑得意味深长。司徒落雨脸部肌肉瞬间绷紧，面色阴沉，瞬间想杀了叶长安。司徒落雨咬牙切齿，心中早已经将叶长安列为一个死人，当众羞辱自己，等死吧。清飞扬眼神两者之间徘徊，心中是对叶长安越来越有意思了。见司徒落雨鼻子都快气歪了，叶长安心中不免有些好笑。环顾四周，众人都早到齐了，神秘的太子怎么还不出来？这是要把我们晾在这里吗？叶长安倒要看看这位双重人格想要将自己变成傀儡之人，他到底长得什么模样？诸位，这时候清飞扬猛然站起身，对着诸多天才开口：诸位，久等了。诸位天才目光纷纷落在清飞扬身上，只见绣着繁复图案的炼丹长袍清飞扬，突然他的长袍图案光芒闪烁，诸位天才震惊，清飞扬丹袍竟然全身变化成龙纹长袍。公主驾到！这时候6名少女犹如蜻蜓点水般飞掠到清飞扬面前，为首女子冷若冰霜，一袭暗红织锦长裙尤为耀眼。皇兄！冷若冰霜少女嘴角泛起一抹微笑，对着清风扬开口：我等乐师见过太子殿下。冷若冰霜公主身后5名少女纷纷弯腰恭敬道。什么？全场震惊，清飞扬竟然是当今太子。他们只知道太子非常神秘，几乎是没有人见过他真容。诸位天才也是第一次被太子邀约，他们此次前来赴宴，主要想一睹神秘太子的真容。可没想到太子就隐匿在人群中，化名炼丹公会清飞扬。叶长安愣住了，赵清雅以及陆轩张大嘴巴，满脸不可置信。叶长安深吸一口气，慢慢从震撼中恢复。他一瞬间明了太子为什么要用赤焰剑控制自己，因为清飞扬既是太子，也是清飞扬。叶长安怀疑是不是自己成为炼丹魁首得罪了太子，夺取他的荣誉，所以想要置我于死地。清飞扬目光看向冷若冰霜少女，面色淡然，随即点头示意。紧接着一袭暗红织锦长裙公主此时嘴角勾了一抹迷人的微笑，她原地歌舞升平，5名乐师席地而坐，他们或抚琴，或敲铜管乐，或吹箫。司徒落雨从惊讶中回过神，这突然的转变一时半会让人无法消化，主要是他之前貌似还得罪过清飞扬，这下可好，不知太子会不会跟自己计较。千叶明心跳几乎停止，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他不敢相信自己炼丹公会大师兄竟然是当今太子殿下。叶长安视线再次落到清飞扬身上，面容如此清秀，犹如书生气质的太子竟然是个心机颇深的人。叶长安一言不发，只是冷冷地注视着太子。此刻太子目光也同样看向叶长安，面对叶长安的神情，太子挑了挑眉，眼里充满笑意，却不说话。叶长安愣了一下，不愧是双重人格的太子，连自己都无法分辨出他是真笑假笑，此人藏得够深，是个危险人物。叶长安转头看向席间那翩翩起舞的公主，面容冷若冰霜，透露出一股不容侵犯的威严。她那暗红织锦长裙衣袂飘飘，歌声悠扬，为沉寂的宴会增添了几分雅致与欢乐。现场的诸位天才此时目光汇聚一堂，全部沉迷公主动人的舞姿。司徒落雨咽了咽口水，眼神直勾勾瞧着公主，她那细腰如长蛇，步步生莲，如同莲花绽放。好！诸位天才拍手叫好，一个个激动站了起来。公主舞姿柔美刚劲，舞袖流云，醉人心弦。叶长安原主人记忆中，皇室乃圣武皇朝霸主，权力极大，势力恐怖，各方势力都不敢亵渎的存在。皇室乃是南宫姓，当今太子名为南宫飞扬，公主名为南宫钟离。诸位，这时太子南宫飞扬站起身，扫视众人，不怒自威道：今日邀请各式天骄，主要有一件大事要发生了。四周的天骄们此时面容慢慢变得严肃，一个个竖起耳朵，等待太子继续开口。叶长安眼神微眯，嘴角紧抿着，他只想知道这个太子所说的大事发生到底是什么。陆轩与赵清雅两人瞬间秀眉微蹙，俏脸苍白，毫无血色。诸位，
深渊封印即将削弱，我们该祭天了。太子南宫飞扬眉头紧蹙，环顾诸多天骄，声音低沉道：深渊封印削弱了。诸位天骄闻言都是有些皱眉。他们学院长辈曾经也说过，圣武皇朝10大荒山中，一处天然形成的深渊里竟封印着一尊死神。据说这尊死神，他乃是被自己儿子出卖，最终含恨而死，怨念太重，后来被封印深渊之地。至于后面的事情，长辈也没有跟他们提起，也不得而知了。只知道这尊死神怨念深重，100年封印即将削弱，若不用活人祭祀加固，恐怕死神怨念就会冲破封印，圣武皇朝即将大祸临头。活人祭天被亲儿子出卖的死神叶长安喃喃自语，听着四周议论声，有些不可思议。太子殿下可有找到祭天之人？司徒洛雨表情凝固，转瞬开口。南宫飞扬没有开口，视线扫视诸位天骄，最终落在赵清雅、陆轩两女身上。诸位天骄顺着太子目光看向最后一排的赵清雅、陆轩。赵清雅、陆轩脸色苍白，一瞬间绝望无比。果然这一天还是轮到自己俩了。叶长安盯着诸位天骄，刚才南宫飞扬没有说话，却把视线落在师姐师妹身上。叶长安眼眸微眯，瞬间明白南宫飞扬的态度，他要将师姐小师妹祭天。叶长安始终不信，但脸色已经阴沉无比。他盯着南宫飞扬开口：南宫太子，你什么意思？放肆！司徒洛雨猛然站起身，指着叶长安啐道：叶长安胆子不小啊，敢质问太子！叶长安没有理会司徒洛雨，而是目光死死盯着南宫飞扬。师兄，师弟！陆轩与赵清雅两女立马止住叶长安，自己俩反正认命了，怕叶长安冲撞太子，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叶长安摆了摆手，继续盯着南宫飞扬。南宫太子，我需要一个解释，凭什么是他们俩祭天？叶长安一字一句，语气强硬，让人不容置疑。叶长安大胆！司徒洛雨准备冲上前给叶长安一记耳光的，但被南宫飞扬拦住了。南宫飞扬不为所动，脸色平静地盯着叶长安，开口：叶兄，这乃是父皇下的圣旨，圣武皇朝除了他们俩，其余人没有资格祭天。叶长安懵逼，什么叫除了师姐师妹，其余人就不行了？师兄，他们需要木属性女修士，师姐与我正好符合条件。陆轩眼神有些红肿，似乎有些害怕。圣武皇朝木属性体质女修这么多，凭什么只要他们俩？闻言后，叶长安注视着南宫飞扬，仍然质问道。南宫飞扬眼眸微微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狠厉，随即恢复平静开口：叶兄，祭天非筑基不可为也，圣武皇朝木属性体质确实多，但他们离筑基甚远。你的师姐乃是筑基修士，而陆轩也正好快筑基了。叶长安眉头一皱，原主人记忆中师姐小师妹可是最关心自己的人，甭管怎么样，自己都不可能将他们俩当作祭天棋子。有我叶长安在，你们若要将他们俩祭天，先问我答不答应。叶长安瞬间大喝，声如洪钟般响亮。叶长安这下太子平静的脸瞬间也有些怒意，威严道：若不将他俩祭天，一旦深渊之地死神出来，圣武皇朝必将变成人间炼狱。打住，跟我有什么关系？叶长安摆了摆手，环视四周，目光看向师姐小师妹，开口：我只要他们俩活着，天下人的生死我管不着。南宫飞扬脸色第一次变得有些阴沉，叶长安竟然敢多次忤逆自己，若不是觉得此人有大用处，早就将其插出去乱刀砍死。师兄，师弟！赵清雅、陆轩瞬间泪奔，有叶长安这句话，他们俩已经心满意足了。俩女彼此对视一眼，似乎已经做出了决定，如果这样下去没有更好的结果，反而会给叶长安带来巨大的麻烦。南宫太子，我们答应祭天。赵清雅看着眼前的太子，脸色苍白道：师姐你。叶长安脸色极为难看，一步上前抓住赵清雅两侧肩膀，激动开口：师姐，你怎么那么糊涂？自己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吗？师弟，师姐也是没办法，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圣武皇朝变成人间炼狱。赵清雅抹了一把眼泪，随即抽泣道：这是我生长的地方，我有义务守护。叶长安脸色僵住，瞬间无语，他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心里有些失落。南宫飞扬嘴角泛起一抹微笑，那笑痕看似优雅，实则如同利刃边缘，寒光微闪。他盯着赵清雅、陆轩，开口：3个月就是忌日，你们俩准备好了？司徒洛雨静默地盯着叶长安，嘴角勾起淡淡嘲讽：小师妹，听师兄话，不要去祭天，可以吗？叶长安转瞬看向一旁沮丧着脸的陆轩，开口道：师兄，我也不想去。但是他们把师尊师娘。陆轩瞬间哇哇大哭，哭得撕心裂肺。闻言，叶长安心中一惊，无法控制情绪的激动，神色紧张开口：他们把师尊师娘怎么了？陆轩一边抹泪一边哽咽开口：他们把师尊师娘抓起来了。什么？叶长安眸光冷凝，眼底泛起一层暗涌的怒意。
他转头死死注视着南宫飞扬。南宫太子，你到底想干嘛？南宫飞扬眸色幽暗，隐隐有暗火在燃动，他瞬间恢复如初，轻笑出声：叶兄，本太子保证，只要他们俩乖乖听话，3个月忌日完成，你们师尊师娘就会安然无恙。南宫飞扬瞬间神色变得冷冽，浑身散发出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他侧目注视着赵清雅，开口：本太子奉劝你俩别玩花样，我父皇有点残暴，可不敢保证您师尊师娘会不会被折磨致死。赵清雅面色一正，牙关紧咬，她双拳紧握，仿佛能听到关节处发出微弱声响。南宫太子，叶长安心中恨意如怒涛般汹涌，他面色狰狞。南宫太子，若我师娘有个3长2短，我叶长安发誓必将血洗皇室。放肆！胆敢亵渎皇室，你找死！司徒洛雨手中瞬间出现极品法器黑龙杖，他就是想借此理由斩杀叶长安。南宫飞扬面无表情，脸色不为所动，似乎不把叶长安叫嚣当一回事。他只是无声的嘲讽，一个炼气9重天竟然想要血洗皇室，心中不免有些冷笑。司徒洛雨，你敢！赵清雅、陆轩两人纷纷挡在叶长安面前，厉声呵斥道：叶长安，你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吗？司徒洛雨见状立马出言讥讽：你们俩让开，今日老子只想杀人！叶长安扒拉开挡住自己的二女。司徒洛雨，3番5次挑衅，当小爷是软柿子吗？叶长安右手摊开，一团紫色火焰凭空出现，瞬间暴露在众位天骄视线中。这是一伙。赵清雅瞪大了双眼，陆轩则是小嘴微张。现场诸位天骄瞬间惊骇，他们都不可置信，竟然有人能够驾驭得了异火。异火可是非常恐怖，天生桀骜不驯，而且常人是不可能降服的，除非异火选择认主，若是强行收服，会受到反噬，最终焚烧湮灭。一向风平浪静的南宫飞扬此刻不淡定了，激动地站起身，颤声开口：天地异火，6丁神火！竟然是6丁神火！诸位天骄再次震惊。虽然他们没有见过6丁神火，知道叶长安手中的绝对是异火，但当太子提名时，诸位天骄纷纷惊恐。6丁神火吗？司徒洛雨冷笑一声，看向自己的黑龙杖。叶长安，就算你身怀神火又怎样？在绝对实力面前，你的神火照样臣服。司徒洛雨不屑一顾，信心满满地注视着对方。是吗？叶长安冷哼一声。司徒洛雨耸了耸肩，黑龙杖指向叶长安，大喝一声：本圣子今日就斩你首级祭旗！叶长安冷冷瞥了一眼对方，手中神火瞬间熊熊燃烧，周围温度在这一刻变得无比炎热。黑龙问世！司徒洛雨大喝一声，只见黑龙杖爆发出恐怖气息，黑光犹如一条条黑龙，仿佛笼罩诸天。周围众天骄纷纷惊恐，全部退避三舍。南宫飞扬面无表情，原地不动，仿佛这些技能对他造成不了一点伤害。赵清雅眉头紧蹙，一脸警惕地盯着司徒洛雨，若师弟不敌他，立马救人。陆轩虽然担忧，但还是心里默默为师兄加油打气。叶长安，这是我的黑龙领域，身在狱中无路可退，只有等死。司徒洛雨哈哈大笑，笑容有些让人不寒而栗。你有黑龙领域，我就没有异火领域了吗？叶长安瞬间将6丁神火空中一抛，随即嘴里喃喃自语：6丁神火，饮我之血，焚尽万物，唯吾独尊。叶长安咬破食指，一滴鲜血注入神火之中，刹那间异火变得无比兴奋，如同沸腾的岩浆即将爆发。6丁神火本来就已经很恐怖了，再使用精血激活，难道他要将这里变成火山之地吗？周围众位天骄脸色苍白，瞬间四处逃窜。南宫太子脸色恢复平静，他倒要看看这个叶长安到底有多大本事，能不能抵挡炼气大圆满的司徒洛雨。司徒洛雨感受到神火笼罩周围，呼吸的空气也变得滚烫，脸色微微变化，随即黑龙杖猛然向前方地面插入，黑龙杖剧烈颤抖，随即再次爆发出无数条黑龙，黑龙咆哮，张开血盆大口，疯狂地吞噬神火。叶长安嘴角上扬，眼眸如鹰般锐利，盯着正在吞噬神火的黑龙。叶长安，看到没有，你的神火再强大，还不是被我黑龙杖吞噬？司徒洛雨嗤笑一声，一脸得意。叶长安不以为然，只是目光紧紧地盯着那插在地上的黑龙杖，神火都敢吞噬，真是个傲德彪无疑了。叶长安轻抿唇角，一抹戏谑的笑意浮上他的嘴。随着叶长安话音落下，突然黑龙杖剧烈颤抖，貌似受到神火反噬。怎么回事？司徒洛雨察觉到黑龙杖异样，随即将全身灵力灌输法杖，默念法诀。叶长安嘴角勾了一抹弧度，随即大喝一声：焚尽天下！突然之间，神火似乎感受到主人的愤怒，立马爆发更加恐怖的高温，一道道神火从黑龙杖窜出，瞬间整个周围彻底沦为岩浆。啊！
司徒落雨急忙丢掉黑龙杖，双手似乎被神火灼烧，已经变得焦黑。叶长安，你毁我双手，本圣子让你死！司徒落雨盯着被烧毁的双掌，奋力咆哮。二位，点到为止。就在叶长安准备再次使用神火攻击司徒落雨时，南宫太子瞬间挡在两人中间，他瞬间爆发出筑基大元满境界压住现场。叶长安眼神微眯，南宫太子竟然是筑基巅峰存在，不愧是第一霸主势力，太子天赋远远超出圣武皇朝诸位天骄。南宫飞扬明白司徒落雨不可能挡得住神火，今日可是自己宴会，他不想有任何闪失，不然父皇怪罪下来，自己可担当不起。叶长安，我非杀你不可！司徒落雨咬牙切齿，目光死死盯着叶长安。司徒落雨，你只能狂吠吗？叶长安轻蔑，他知道南宫太子不可能让他们继续斗争下去，这样对他不友好，所以叶长安收回神火，周围恢复正常。赵清雅与陆轩悬着的一颗心此刻终于松懈，但当赵清雅再次抬头时，突然发现叶长安身后瞬间出现一道身影，他猛然一剑刺向放松警惕的叶长安。师弟，小心身后！听到师姐声音，叶长安一个闪身，成功避开这致命一剑。叶长安稳住身形，目光死死盯着背后偷袭自己的黑脸大汉。黑脸大汉见自己偷袭失败，瞬间脸色苍白，只是白得不够明显。长得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叶长安闪身一脚，直接将黑脸大汉踹倒在地，背后搞偷袭，叶长安脚不留情。啊！黑脸大汉撕心裂肺，全身骨头都被叶长安踩碎了，他无比绝望，随即将求助目光寄托在司徒落雨身上。圣子，救我！叶长安，你住手！司徒落雨双手颤抖，他忍受神火的烧伤，此刻只能大声呵斥，无法出手制止。叶长安猛然一脚，直接将黑脸大汉脑袋踩碎，随后一脸冷漠地注视着司徒落雨。这就是偷袭小爷后果，管好您手中弟子，再敢冒犯，死！叶长安此刻如同地狱修罗，带着无尽杀意，直逼众位天桥。所有人瞬间惊呼：此人胆大妄为，连苍兰学院弟子都敢杀，就不怕遭到报复吗？叶长安可不管那么多，只要敢招惹自己，不管是苍兰学院或者皇室，他都不会手下留情。络腮胡大汉浑身颤抖，慢慢挪步圣子身后，他没想到叶长安这么果断，直接说杀就杀，没有一点犹豫。叶长安，你等着，3个月忌日那天就是你的死期！司徒落雨放下一句狠话，随后带领着络腮胡大汉转身离去。见状，诸位天骄也随之散去，此刻现场就剩5个人。南宫太子无比威严，盯着赵清雅开口：希望忌日那天，本太子要在10万荒山深渊之地见到你俩。南宫太子说完之后，看了一眼叶长安，随即转身离开现场。南宫中尼秀眉微蹙，眼神微微瞥了一眼叶长安，也紧跟太子离去。叶长安转头看向师姐师妹，此刻天色渐渐明亮，一夜就这么过去了。但是这一夜发生许多事，自己师尊师娘被皇室关押，用来要挟师姐师妹。3个月真要祭天吗？叶长安与两女走出皇宫，来到圣武皇朝街道。叶长安摇头叹息，皇室实力恐怖，乃是圣武皇朝霸主级别存在。叶长安想要救出师娘，但如今自己这点修为几乎不可能的，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叶长安带领着师姐小师妹回到猫山，此刻的乞丐见到3人到来，立马笑盈盈，但当他发现3人脸色时，随即神情凝重起来，开口：小哥，你们怎么都沮丧着脸？发生什么事了？叶长安略一迟疑，随后将昨晚宴会所发生事情说了一遍。乞丐闻言后，脸色也有一些难看，他只是愤怒，皇室竟然将如此美丽的师姐，如此活泼可爱师妹祭天。叶长安深吸一口气，放下所有不愉快，转而看向8名建造工，他们进度很快，差不多都把宗门一半建筑造好了。只要宗门建造完毕，即到神宗牌匾挂上，乞丐正式入宗，自己就会获得系统奖励的极品法器斩魔剑。叶长安走到后山，刚刚交出许多零食给乞丐，需要购买建筑材料，自己兜里面也不多了。经过昨晚的事，叶长安终于明白建造势力的重要性。如果你实力强大，别人就会畏惧，不敢招惹，而且还对你毕恭毕敬。叶长安知道将来绝对会与皇室彻底撕破脸皮，所以现在要准备好自己势力。虽然有些渺茫，但是也要拼一把。炼丹镐前大量招收弟子，建立圣武皇朝第一大宗，超越皇室的大宗门。赵清雅、陆轩两女也跟着叶长安走向后山。叶长安将丹炉取出，又将之前没有炼制完的一阶灵草，应该改名灵树。叶长安纳闷，该不会是自己浇灌的灵液太多，导致灵草变异成灵树了？管他呢，反正丹药正常，又没有副作用，一颗灵草能够炼制好几炉丹药，这样成本低，更容易赚钱。师兄，这些参天巨树好奇怪，我怎么感觉与一阶灵草相似？陆轩仰着脑袋，
一脸好奇。赵清雅瞳孔放大，她眉毛高高挑起，眼里满是难以置信，身体不由自主向前一步，双手触摸这些参天灵树。这些树就是一阶灵草啊！叶长安此话一出，赵清雅瞬间倒吸一口凉气，而陆轩则是小嘴微张。灵草变异，这些只是在古籍中见过，怎么现实中也有？赵清雅呼吸急促，惊愕地站在原地。古籍中记载，灵草一旦变异，就会比原来的灵草更加珍贵值钱，用其炼丹，品质药效绝对上等。叶长安将没有炼制完的灵树一节节丢入炼丹炉，生火炼丹。师兄，你干嘛呢？陆轩一脸诧异，有些疑惑道。炼丹啊！叶长安就地盘膝而坐，随时注意着火候。炼丹。陆轩目光微微一顿，眼中闪过一抹惊讶的光芒。一旁的赵清雅心跳加速，本来就被眼前的灵树震撼到了，再听自己师弟要炼丹，眼神带着一丝震惊，似乎在重新确认眼前的师弟，他到底是不是在说谎？他怎么会炼丹？师弟在蜀山学院修炼，从未接触过炼丹，而且蜀山学院也没有人会炼丹啊，所以赵清雅绝对不可能相信叶长安会炼丹的，师弟会学骗人了。丹成，开炉！叶长安大喝一声，直接掀开丹炉盖子，瞬间一堆堆丹药从炉口飞出，直接被叶长安装在储物袋。赵清雅震惊，目光中流露出不敢置信，他顺手摄取一颗丹药，随即放到鼻尖嗅了嗅，立马惊骇地盯着叶长安师弟，你怎么可能会炼丹？赵清雅眼神怪异，上下打量着叶长安。陆轩也是好奇，眨巴眼睛盯着这个神秘的大师兄。师姐，没办法，离开学院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不学炼丹就没饭吃，你又不养我。叶长安收起储物袋，神色十分认真。师兄，我养你啊！一旁的陆轩突然这么一句，直接把叶长安整笑了。叶长安嘴角上扬，手臂搭在陆轩肩膀上，坏笑着开口：别闹，你养不起，师兄价格贵。陆轩先是一愣，旋即恍然领悟师兄其中深意，努努嘴开口：师兄，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叶长安有些疑惑，盯着疑神疑鬼的陆轩开口：什么秘密？陆轩偷偷瞄了一眼师姐，小嘴悄悄凑近叶长安耳边开口：其实我有100万灵石，包养师兄应该不成问题吧？叶长安翻了个白眼，小师妹真打算保养自己吗？但是100万不够，炼丹师公会美女会长都是出资1个亿。叶长安苦笑，宠溺地摸了摸陆轩脑袋：你还是留着修炼用吧，我要去买丹药去了，你们随意。叶长安收起炼丹炉，拍了一下自己储物袋，兴高采烈向前走去。师妹，你有没有觉得你师兄变了？赵清雅这时候来到陆轩身旁，注视着叶长安离开方向。是变了，变得有魅力了。陆轩泛着花痴，一脸不舍地看着师兄背影。赵清雅翻了个大白眼，我是在说魅力吗？叶长安还是老地方，阳春面馆门口，简单的2张桌子摆放，丹药堆满簸箕。新品上市，来瞧一瞧，看一看，无敌大力丸，不管你是肾虚公子还是空虚公子，一粒药丸药到病除。叶长安招了招手，一声声吆喝响彻周围。哟，这里竟然有人摆地摊卖丹药！2、3个女修此刻也都随着吆喝声而来。昨天卖清灵丹，今日换产品了。一些男性修士打量眼前丹药，纷纷有些期待。他们有的昨日购买了清灵丹，回去服用后，以前身体长存的毒素瞬间被激发出来，整个身体无比舒畅，成功摆脱多年的困扰。老板，你这丹药很奇怪，从未见过，主要用途哪方面呢？一些女性修士凑到叶长安摊位，一脸好奇道。叶长安脸不红，心不跳，厚着脸皮开口：吃了我这丹药后，男的不够吃，女的吃不够。叶长安最后抛了个媚眼，给了周围修士们一个自己细品的眼神。变态，光天化日卖这种东西也不觉得害臊。一些女修开口啐道。叶长安尴尬一笑，看着即将转身要走的女修们开口：别走啊，给你们男人带点呗。老板，此丹药真如你说的那么神奇？一些男修士纷纷凑到摊位，有些兴奋到叶长安拍了拍胸膛，保证道：绝对让你们满意，我卖。一些买过叶长安丹药的修士们是绝对相信的，没有犹豫，纷纷抢着购买。一转眼，叶长安丹药就销售一空。没办法，男人懂男人，都想证明自己刚强的一面。纯阳混沌体。这时候，一驼背老妪出现在叶长安摊位处，他是从街那边感受到浑厚的纯阳之气，所以才一直寻找到这里的。叶长安盯着出现在自己视线中的老妪，一头蓬乱的白发，满脸皱纹，他笑容满面。这位老人家，我丹药买完了，改天再来吧。叶长安准备收摊，礼貌性的回了老妪一句。老妪眼神有些浑浊，他声音沙哑：小伙子，老婆子不是来买丹药的。叶长安微微一愣，随即开口：不是买丹药，
老人家难不成专门来找我的？老妪笑容满面，似乎在看一件稀世珍宝。花婆婆，那人在哪里？这时候，一个眼睛水汪汪、眉心一点红痣的俏皮可爱女孩，此刻出现在老妪身旁。叶长安打量一下女孩，一瞬间心中兴奋不已。九阴体最适合与自己双修的九阴体，小梦，她就是了。老妪慈眉地看向出现的女孩，然后又再转头盯着叶长安。可爱女孩一双水汪汪大眼睛看向叶长安，感受到其散发出来的纯阳之气，立马兴奋。叶长安回过神，然后看着紫衣长裙女孩，她的脑袋上随意扎的丸子头尤为耀眼。喂，跟我回家。可爱女孩眨巴眼睛，也不知道怎么说话，只能随意开口。叶长安张大嘴巴，怎么一上来就让我跟你回家？关键是我们也不怎么熟啊。老妪见状，瞬间笑呵呵开口：小伙子，小梦邀请您去合欢学院做客，可否？叶长安一怔，联想到刚刚少女称呼眼前老妪，瞬间震惊开口：您就是合欢学院超越化神存在的神秘花婆婆？正是老婆子。老妪看着叶长安，满脸带笑。叶长安大吃一惊，花婆婆可是圣武皇朝最恐怖的人，实力强悍无人能及。听说合欢学院与皇室势力相平衡，皇室老祖、合欢学院花婆婆，他们都是当年风云人物，一个创造了皇室霸主势力，一个创造了霸主势力合欢学院。叶长安深吸一口气，久久都不能平息。花婆婆可是圣武皇朝最强者，多少人都想巴结的恐怖人物，那些人无一不是被合欢学院无情拒绝了。花婆婆，不知为何要邀请我一个小修士去合欢宗作甚？叶长安还是要询问清楚，别被卖了都不知道。因为你有纯阳之气，小梦需要借助纯阳突破筑基巅峰。老妪开口解释。叶长安扫视一眼小梦，随即心中暗惊，修为这么妖孽的，不知他与南宫太子两人谁更厉害？喂，愣木头，本小姐亲自邀请，你该不会不把握这个机会吧？小梦注视着叶长安，感觉此人有些呆愣，随即就瞎取名愣木头。叶长安都无语了，随即开口：我叫叶长安。叶长安看了一眼老妪，犹豫一会，若是能够巴结合欢宗，抱上这棵大树，将来皇室若要对自己不利，还能有个靠山。叶长安吐了一口气，随即开口：孟小姐，请带路。老妪微微一笑，小梦水汪汪大眼睛盯着叶长安，开口：跟我走吧。叶长安摸了一下储物袋，幸亏自己留了几颗无敌大力丸，不然怎么能展现男人刚强的一面。合欢学院恢宏大气，周围一片青山，云雾缭绕，山峰间瀑布飞流直下，水声轰鸣，巍峨的石碑上刻满了神秘符文，让人有些看不懂。转瞬，小梦带领着叶长安降临学院。叶长安环顾四周，心中骇然，不愧是霸主势力，其内灵气如仙韵缭绕，四周女弟子都是绝美如花。学院主殿，主位端坐着一名风姿卓越、倾国倾城的美妇，她身穿淡蓝色的白纱衣，四肢纤长，犹如气质非凡的仙子。叶长安刚踏入主殿，便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息扑面而来。小梦蹦蹦跳跳地走到美妇身旁，撒娇道：娘亲，你看小梦找到了什么？美妇看向自己可爱的女儿，随即微微侧目，视线落在叶长安身上，半晌后，美妇激动地站起身。纯阳之气。美妇努力控制自己内心的紧张，她看向女儿无比兴奋。不对劲。美妇眉头一皱，随即脸色突然变得很冷，猛然转头盯着叶长安：你不是真正的纯阳体？叶长安微微一顿，随即嘴角上扬，开口：我肯定不是真正的纯阳体。美妇秀眉微蹙，声音轻柔地开口：为何你体内的纯阳之气如此浑厚？一旁的小梦水汪汪大眼睛盯着叶长安，满脸疑惑。叶长安微微一笑，随即开口：纯阳体算什么？我的纯阳混沌体可是最恐怖的，绝对更加适合于你们双修。叶长安说完，还不忘对着美妇挑眉。美妇闻言有些不太相信叶长安所说之话，但感受到其体内散发出来的纯阳之气无比浑厚，确实比一般纯阳体强大。叶长安了解到美妇名为太初云倩，合欢学院院长，而旁边小梦则是美妇女儿太初云梦。小安，你来自哪里？这时候美妇开始认真打量叶长安，这可是唯一一个能有纯阳混沌体之人，必须打听清楚。叶长安撇了撇嘴，开口：无门无派，一介散修罢了。散修？太初云倩注视着叶长安良久，最后微微一笑，开口：日后您可以把学院当自己家。叶长安眨了一下眼睛，嘀咕一句：那小爷岂不是每天都会被你们榨干？愣木头，我带您到学院逛逛。小梦与自己娘亲告别，就拉着叶长安往外走去。美妇注视着叶长安背影，心里不知在想什么。叶长安、小梦刚走出学院，众多合欢学院女修全部纷纷盯着叶长安，他们如狼似虎，贪婪的眼神全部落在叶长安身上。叶长安见状，暗道一群恶狼，当心小爷吃了你们。
合欢灵池。小梦带着叶长安来到后山，只见巨大石碑雕刻着4个大字。叶长安走近一看，眼前出现巨大湖泊，这湖泊里全是灵液。叶长安有些不可置信，一湖泊灵液，这得有多少灵气？灵气乃是天地元气，万物之基，灵气达到一定浓郁程度，就会化精粹之水。修士一旦吸收，可急速成道，比吸收灵气来得快。叶长安舔了舔嘴，直接蹲下身子，趴着湖边猛喝一口。愣木头，这是洗澡水。小梦见状，樱桃小嘴微张，随后急忙叫住：噗！叶长安正要往肚子咽，一句话就让他直接满嘴喷水。靠！小梦你不早说！叶长安一阵恶心，差点肚子里的酸水都吐出来了。叶长安心里暗骂一句，这可是灵液，比灵气好100倍，直接吞噬修为大增。合欢学院竟然将灵液用来洗澡，简直就是糟蹋灵液。谁知道你要喝呢？小梦白了一眼叶长安，随即撅着小嘴开口：灵液对其他修士直接吞服效果好，但对我们双修体质要必须泡在里面吸收。叶长安张了张嘴，随即认真打量着湖泊，它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静静地镶嵌在群山之中，灵液清澈透明。叶长安忍不住都想沐浴其中了。小梦，我可以下去吗？叶长安转头看向一旁的小梦，你这么着急？小梦脸色有一点点羞红，开口：我们晚上再下去，白天有点不好意思。叶长安有些懵逼，随即明白过来，暗道：小梦该不会要与我在湖泊里双修吧？天哪，不要那么刺激好吗？小梦，你该不会……叶长安坏坏一笑，看得小梦面红耳赤，讨厌死了。小梦羞红着脸，转过头开口：我是第一次，娘亲说在这里面双修，可以助我更加稳固根基，效果翻倍。叶长安嘴角上扬，随即打量着小梦，开口：小梦，你今年多大了？我已经满19了，可以双修了。小梦心砰砰狂跳，俏脸更加羞红。叶长安勾唇一笑：确定晚上吗？小梦恢复正常，随即认真点头。接下来又拉上叶长安进入一处禁地的神秘山洞，洞内黝黑无比，特别大，而且还散发出一股渗人气息。叶长安好奇，开口询问：小梦，带我来山洞干嘛？小梦顿了顿，然后深吸一口气开口：花婆婆说这个山洞乃是远古时期就存在了，至今无人敢进去。啊！叶长安吸了一口凉气，感觉里面有些寒冷，而且时不时一阵阴风吹过。小梦，这个山洞至今无人敢进，里面该不会有恐怖的生物吧？叶长安环视四周，哆嗦一下身子：不知道，但是花婆婆说过上古时期里面死了好多恐怖大能，后来一些进去寻宝的修士没有一个活着走出来的。小梦眼眸微闪，嘴角勾起一抹淡笑。叶长安脚步一顿，眉头紧蹙，原地不动。他开口：那我们进去岂不是送死？小梦嘴角轻轻一撇，刹那间冷意偏飞，随即立马恢复正常，开口：你不想寻宝了？寻宝？叶长安站在黑漆漆的空间，左右张望，有些狐疑道：古人进去都无法出来，我们一旦进去就是必死无疑。叶长安还没有自信到与古人实力相提并论，炼气9重天，人家吹一口气就死翘翘了。没事，里面虽然有危险，但是我有宝贝，绝对护你周全。小梦拍了拍叶长安肩膀，安慰道。叶长安咽了一口唾沫，咬了咬牙，远古时代的宝贝绝对让无数人蜂拥而抢，若是能够获得一件，可能就会一飞冲天，也不是不可能。好，寻宝。叶长安赌一把，立马点头答应。跟我走吧。小梦眼神中略带一丝温柔，随即嘴角露出邪魅一笑。叶长安并没有察觉，只是专心在黑暗中行走。叶长安遇到许多巨大蝙蝠，他们倒挂着面目狰狞地盯着叶长安。叶长安眉头紧蹙，有些警惕，这些蝙蝠都是有修为的，他们实力低，所以不敢发动攻击。叶长安越走越不对劲，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盯着自己，让人感觉不寒而栗。左右张望，又没有发现异常。小梦，你有没有感觉背后好像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叶长安吸了吸鼻子，一步一回头，后背已经开始冒冷汗了。小梦转头看向叶长安，在黑暗中，他那漆黑的眸子闪烁一丝诡异的光。叶长安一瞬捕捉到小梦这不正常的变化。小梦，刚才你的眼睛为什么是红色的？叶长安眉头一皱，有些警惕地盯着小梦。红色？小梦轻笑一声，突然眸色骤冷，冷漠地开口：因为我不是小梦。什么？叶长安闻言，瞬间脑袋嗡嗡作响，脚步后退，准备逃跑。你到底是谁？叶长安双手扶墙，慢慢后撤。我是……小梦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仰天大笑，笑声是那么尖锐刺耳，犹如猛兽声音。叶长安撒丫子就跑，但是当他发现自己刚刚来时的路竟然被封闭了。你要跑哪里去？这时候，小梦手中出现一颗明亮的夜明珠，似乎照亮山洞的一切。
叶长安借着明亮山洞，瞬间看向小梦身后，猛然瞳孔瞪大，眼中满是惊恐。蛇，好大的蛇！小梦见状，仰天大笑，随后直接晕倒在地，一道红光从其体内飞出，瞬间没入大蛇。叶长安盯着倒地的小梦，再看向被无数锁链困住的大蛇，明白小梦为什么会如此反常，原来是被眼前妖蛇控制了丝丝。这时候，大蛇猛然睁开血红灯笼眼睛，他吐舌观望着叶长安。叶长安屏住呼吸，眼前色彩斑斓，灵光如电，头生犄角的大蛇，它散发出来的寒冷气息，竟然让整个洞内结冰。叶长安鉴定完毕，这条蛇不是蛇，而是蛟，快要化龙的蛟。蛟前辈，不知您怎么称呼？叶长安深吸一口气，在面对生死时，叶长安必须保持冷静，因为他感觉到一丝不安。他相信这条蛟杀自己很容易。蛟蛇没有开口，庞大身躯晃动一下，随即化作一名暗红织锦长裙女子。她眉心如画，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笑容有些让人后背发凉。叶长安倒吸一口凉气，注视着化形的女子。她似乎被不知名的铁链困住，铁链一道道神秘符文涌动，貌似神秘符文才是真正困住蛟蛇的枷锁。我的头好痛。这时候倒在地上的小梦缓缓睁眼，当她看到叶长安惊恐的神色时，脑中出现疑惑。愣木头，我们不是在湖泊边吗？这里是哪里？小梦环顾左右，一脸茫然。小梦，你身后。叶长安轻指小梦身后，随即堵住自己耳朵。啊！小梦吓得脸色苍白，瞬间差点又晕死过去。叶长安把刚刚他被控制的事情说了，闻言后的小梦满脸惊恐，不可置信。你们两位谁先死？这时候被铁链捆住的女子突然冷冷开口。叶长安脸色巨变，这是什么意思？蛟蛇要杀了他们两人？前辈，晚辈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杀我们？叶长安猛吸一口气，鼓起勇气道：因为你们一个是九阴体，一个是纯阳混沌体。暗红织锦长裙女子晃动一下铁链，随即开口：我在等你们俩聚在一起，然后我就可以捕捉了。叶长安微微一愣，然后打量一下被铁链束缚的女子。前辈，你要见我2金元之气化龙？叶长安似乎明白，脸色瞬间变得更加难看。暗红织锦长裙女子微微一笑，有些意外地盯着叶长安。猜对了，可惜你们俩都要死。蛟化女子有些残忍地注视着两人。前辈，非也，就算你真的化龙，还不是被困在此处？叶长安突然扬唇笑了起来，再次开口：不如放了我俩，出去寻找办法来救您出去，到时候再杀我俩化龙也不迟啊。蛟化女子大笑一声，瞬间脸色阴沉，她盯着叶长安开口：小子，你觉得本座没有智商吗？骗人把戏都敢用在本座身上，找死！吼！蛟化女子发出蛟龙般咆哮，声波爆发而出，直击叶长安。叶长安双手捂住耳朵，声波太过于恐怖，直接将自己震得吐血。愣木头！小梦见状，立马挡住叶长安身前，但是仍然被震得吐血。小梦躲开。叶长安脸色苍白，一把将小梦拉在自己身后，随即目光死死注视着蛟化女子。有意思。蛟化女子嘴角勾起一抹玩味，开口：你们俩才认识1天不到，就这般庇护对方，有趣。蛟化女子似乎想到一种好玩的东西，随即开口：不如你俩打个赌，赌赢了本座放人，若是赌输了就得死。叶长安微微一顿，蛟化女子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难道不想化龙了？叶长安有些摸不着头脑，反正绝对不会相信打赌赢了就能活着离开。你确定？小梦瞬间看到了希望，眸子中闪烁着亮光。只要赢了，本座绝不食言。蛟化女子脸色淡然，心里不知在想什么。叶长安有些半信半疑，但是为了活着能够走出去，必须赌一把。赌什么？叶长安眼神微眯，抱着一丝希望开口。蛟化女子嘴角上扬，露出一抹狡黠的笑：你二人进入本尊的梦中，在梦里存活1个时辰，就算你们赢。叶长安和小梦对视一眼，心中均有些忐忑。梦中存活，不知蛟化女子要搞什么鬼？不可能这么简单的。开始！蛟化女子轻喝一声，一道光芒闪过，叶长安和小梦便进入蛟化女子梦中。叶长安、小梦他们周围的景象不断变换，时而出现阴森的鬼域，时而又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海。小梦紧紧拉住叶长安的手，声音颤抖：愣木头，这可怎么办？叶长安深吸一口气，强装镇定道：别怕，我们小心应对。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行着，突然一群面目狰狞的长蛇从4面8方涌来。叶长安立刻将小梦护在身后，抽出小梦腰间的剑，与怪物们战作一团。小梦翻了个白眼，暗道：你用我的剑，我用啥？小梦撸起袖子，鼓起勇气，施展法术辅助叶长安。叶长安越打越不对劲，
小梦乃是筑基大圆满妖孽天才，我就是一个炼气9重天的弱鸡，怎么让我来保护小梦，而不是让小梦来保护我呢？叶长安反手将长剑还给小梦，自己则是躲在小梦身后，开口道：小梦，我辅助，你主攻。小梦接过长剑，挥剑斩出，长剑如龙。叶长安见状挥舞双拳，击打长蛇，成功干扰注意力。小梦的长剑撕破虚空，长蛇反应不及，瞬间被拦腰斩断。叶长安再次反手一抓，愣神的长蛇直接被拿捏7寸，叶长安打晕蛇头，然后直接当腰带系上。叶长安挑了挑眉，背对背与小梦紧紧靠一起，他们左右张望，随时戒备周围长蛇。愣木头，你怎么缠一条小蛇在腰间？小梦紧贴叶长安的后背，感觉其腰间传来一阵凉意，随即转头翻了个白眼。这样的话，其他蛇在短时间内察觉不到你身上有人类气息，误认为你是同类，就不会把目标注意在你身上了。叶长安左右张望，悠闲自得在长蛇其间穿插。小梦张大嘴巴，随即发现这些蛇眼睛都是红色的，感觉他们不是在用眼睛看，而是鼻子闻味啊。愣木头，你怎么不早说？小梦埋怨瞪了一眼叶长安，刚刚战斗时候无意间才发觉的。叶长安眸子灵光一现，有些侥幸，这些蛇修炼走火入魔，所以眼睛被魔血覆盖，只能靠着鼻子嗅味。他们应该是魔蛇。叶长安相同手法，拿捏小长蛇7寸，随后蛇头打晕，递给小梦。你这个木头还不愣？小梦接过叶长安递过来的小长蛇，学着叶长安往自己腰带一系，我们就静静的原地等待，只要1个时辰就可以走出这个梦。叶长安小声嘀咕一句，小梦眨巴眼睛，轻轻点头。两人盯着四周而来的长蛇，发现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小梦慢慢松了口气，但就当小梦松懈时，突然脸色又变得苍白了。他全身紧绷，颤声开口：愣木头，你身后。我身后？叶长安疑惑，随即开口：把心放肚子里吧，我身后的魔蛇已经走光了。小梦惊恐万分，绝望的出声道：你身后的不是蛇，而是什么？叶长安话音刚落，便感觉身后一股巨大的压迫感袭来。他缓缓回头，只见一头身形如山岳般的巨型魔蛟，他身上的鳞片闪烁着幽光，每一片都犹如利刃。这魔蛟的双眼散发着嗜血的光芒，死死地盯着叶长安和小梦。这叶长安心中一沉，刚刚那些魔蛇不过是小喽啰，这魔蛟才是真正的大麻烦。魔蛟吐着信子，发出低沉的吼声，震得四周的空气都嗡嗡作响。小梦吓得脸色煞白，手中的剑都差点拿不稳。叶长安深吸一口气，强忍着内心的恐惧，他知道此刻必须冷静。他看向小梦，激动开口：小梦，快逃！叶长安反手拉着小梦撒腿就跑，此刻恨不得自己多长几条腿，背后的蛟魔速度太快，快追上来了。吼！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嘶吼传来，瞬间乌云压顶，叶长安感受到死亡的降临，整个身体犹如打了鸡血，疯狂的逃窜。愣木头，还有2米就追上我们了。小梦回头瞥了一眼身后，立马脸色苍白道：前方没路了。叶长安心中无比绝望，咬了咬牙，瞥了一眼身后，随即大喊：妈的，拼了！叶长安鼓起勇气，直接跳下万丈悬崖。小梦见状眉头紧蹙，横竖都是死，可不能便宜魔蛟。小梦纵身一跃，也跟着叶长安坠入悬崖。叶长安反手搂着小梦细腰，两人空中比翼双飞。叶长安回头扫视一眼悬崖顶端，只见魔蛟仰天嘶吼，似乎不甘心。叶长安知道这梦中限制法术，他们与凡人没区别，而魔蛟同样如此，不然早就飞下来了。扑通！叶长安与小梦两人一同掉入水潭，掀起100米浪花。叶长安松了口气，幸亏自己俩掉入水潭中，若是地面可能就会尸骨无存。虽然是梦境，一旦自己死了就代表输了。愣木头，我感觉不对劲。小梦游上岸，环视四周，心中总是感觉到不安。叶长安凝了一下两袖水，这个梦境好真实，水都那么透心凉。环顾四周，叶长安看向小梦，开口：没什么不对劲的，一切正常。刷刷！愣木头，你听！小梦一下警觉起来，开口提醒道。叶长安也听到了，神经立马紧绷。他再次环视四周，眼神死死盯着周围茂密的竹林。此刻四周竹林晃动，步步紧逼两人位置。叶长安眉头一皱，他明白竹林里面有未知生物正在接近他们。我们被包围了。小梦脸色惊慌，身体剧烈颤抖，他左右张望，随时做好戒备。快躲水里去！叶长安见状，瞬间拉着小梦钻入水里，一直沉到水潭底部。水潭很清澈，叶长安不知竹林里到底有什么东西，所以先静观其变。叶长安知道教化女子的梦境是没办法使用法力的，包括那些生物也同样如此。就算他们没有法力，也不是凡人能够撼动的。比如说悬崖之上那条虎视眈眈的魔蛟。魔蛇
成千上万的魔蛇。叶长安站在水潭底部，仰头注视着水面上，瞬间屏住呼吸。小梦吐了一个小水泡，立马屏息凝神。水面上的魔蛇似乎在寻找目标人物，他们全部仰头注视着悬崖之上的魔蛟。吼！悬崖上的魔蛟朝着下方嘶吼，貌似在告诉这些魔蛇，目标人物在水里。魔蛇们两眼泛红，纷纷注视着悬崖之上。他们是真听不懂魔蛟说了啥，只是傻愣愣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魔蛟直接无语了，跟这群没开灵智的畜生讲不通。畜生魔蛟立马闭嘴，怎么把自己也顺带骂了？魔蛇们仰天咆哮，貌似在骂悬崖之上的魔蛟。你是魔蛟，我们是魔蛇，种类不同，语言不通。魔蛇，你会说蛇语吗？魔蛟，老子说的就是蛇语。悬崖下方的魔蛇，他们鄙视悬崖之上的魔蛟。水潭底部，小梦扒拉一下叶长安，双手比划，似乎快喘不过气了。叶长安也是无语，上方魔蛇赶紧走开，别扎堆聊天，老子快憋不住了。叶长安满脸通红，这股气息憋得真难受，小梦直接憋得肚子都快鼓起来了。再这样下去，肺都快要炸了。叶长安忍不住，直接一嘴吻在小梦朱唇上。小梦两眼睁大，脑子短暂空白，心跳猛然加速。他感觉到一股气流进入嘴里，随即明白叶长安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呼吸。小梦立马有样学样，你呼我吸，我呼你吸。就这样，两人在水里一吻就是半个时辰时间到了。叶长安、小梦两人终于从教化女子梦中清醒，他们出现在山洞里。叶长安与小梦彼此之间互相亲吻着，二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梦境已经结束。他们是身体进入教化女子梦境，而并非神魂进入，所以梦中一切醒来也是真实的。教化女子清了清嗓子，示意两人别再辣自己眼睛。叶长安睁开眼睛，左右张望，随即挪开嘴唇。小梦撅着小嘴，还想着凑过来。叶长安翻了个白眼，大手捂住小梦的香唇，随即开口：小梦，我们成功了。小梦随即睁眼，刚刚自己陷入爱情的边缘，难以自拔。成功了。小梦环视四周，见到教化女子，终于松了口气。前辈，按照赌约，我们赢了。叶长安深呼吸，努力保持冷静开口。没办法，眼前被铁链捆住的女子乃是远古时代的蛟龙，自己不怕是假的。前辈，我们可以走了吗？小梦也是一脸期待，认真地盯着教化女子。教化女子邪笑一声，眼神像毒蛇在两人身上游走。叶长安感到不妙，该不会教化女子在骗他们俩，压根就不会放人。前辈，您可是大人物，一言九鼎，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叶长安眉头紧蹙，目光直视对方。本座向来都是说一不二，既然在我梦中存活一个时辰，本座承诺你们赢了。教化女子嘴角上扬，笑容满面盯着两人，再次开口：入口通了，走吧。多谢前辈。叶长安没想到教化女子还真放人，二话不说拉着小梦转身就走。站住！突然化蛟女子冷冷开口叫停。叶长安心里咯噔一下，两人刚抬起的右脚瞬间僵在半空。叶长安回过头，一脸茫然地注视着教化女子，开口：莫非前辈要反悔？教化女子轻笑一声，她的笑邪魅而张扬，却又如此的让人着魔，仿佛能勾走入心神。本座说过你们赌赢了会放人蛋，可没有说放两个。你叶长安咬牙切齿，这狗女人竟然玩套路，小爷忍不住了。教化女子勾起朱唇，再次轻笑开口：放了你俩也不是不可以。叶长安脸色舒缓，在这绝望中有得到一丝希望，他冷冷注视着教化女子。前辈，此话怎讲？教化女子谄媚一笑，轻声开口：你过来。叶长安眸子微眯，鼓着勇气漫步向前。愣木头一旁的小梦拉住叶长安胳膊。叶长安回头看向小梦，随即将其玉手从自己胳膊上拿开，低声开口：没事。叶长安看向教化女子，迈步走到跟前。当离教化女子更近一步时，叶长安感觉浑身不停颤抖，来自远古的蛟龙威压，正常人都是惧怕，血脉被压迫，满满恐惧。不要紧张，本座又不吃你。教化女子见叶长安双腿哆嗦，有些忍不住笑了。前辈，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放了我们？叶长安深吸一口气，努力保持冷静道。教化女子看向叶长安，她妖异的双眼似乎有一道诡异的暗芒闪过。你答应帮本座完成一个任务，你们俩就会活着离开此地。教化女子开口。叶长安疑惑，为了活着，不管什么任务先答应再说，总比白白死在这里强吧？什么任务？叶长安眼神严肃，开口：帮我把这个东西转交给他，问他为什么要杀我们的女儿，问他为什么要捆我几千年。教化女子说着，随即脖子上的黑色吊坠自动脱落，漂浮在叶长安视线中。叶长安微微惊讶，教化女子嘴里那个他
应该是教化女子的男人，但是他为什么连自己女儿都杀？叶长安叹口气，这些他可不关心，现在自己小命都难保，唯独只有先答应，等出去后帮不帮就是一回事了。前辈那个他叫什么名字？住哪里？叶长安开口询问道。不知道，他把我一小半记忆封锁了，我只记得他杀了女儿，将我困在这里。教化女子有些忧伤，始终无法触碰被封印的记忆。叶长安嘴角抽搐，不知道，那我岂不是大海捞针？你带上这块黑玉，此玉能感受到他的气息。教化女子说完，黑玉就如同生根印在叶长安右手心。叶长安惊骇，这是什么神通？黑玉竟然变成小小的玉化，就这样贴在自己手心了，而且还擦不掉。3年，教化女子微微开口。3年，什么意思啊？叶长安有些疑惑，不知教化女子其中意思。你自己看看手心，是不是出现一根红线？教化女子淡然开口。叶长安立马反手一看，自己手心确实有一根红线，正在往胳膊上蔓延。叶长安皱着眉头开口，前辈，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索命玉，3年内没有找到此玉主人，红线蔓延至肩膀处，你必将暴毙而死。教化女子面无表情，眸子中没有一丝温度。叶长安脸色苍白，撸起袖子，发现红线已经蔓延至手腕处了。叶长安咬了咬牙 ，TMD 的被眼前的狗女人坑了。本来只是想随便答应一下，蛮混过关，只要能出去就行。谁料到这个教化女子竟然这么狠，直接给自己生命加上倒计时了。草你大爷的，玩我！叶长安无比生气，随即慢慢恢复平静。他若出手，恐怕人家只需要吹一口气，自己就凉凉了。叶长安努力平复自己，强装笑意，开口：前辈，你真是好人，我必定帮你找到他。叶长安不答应都不行了，这关乎到自己生命，不得不接受事实，打又打不过别人，只能咬牙答应。叶长安强颜欢笑，告别教化女子，然后领着小梦走出神秘山洞。小梦，你们怎么擅自闯入禁地？花婆婆一直守在神秘洞口，他们找了小梦3天，花婆婆最后使用法宝，才能感受到小梦气息进入神秘山洞。女儿，怎么回事？合欢学院院长太初云倩此刻来到叶长安面前，一脸严肃道。小梦将自己被控制，带领着叶长安进去山洞所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里面竟然有块化龙的蛟，传言是真的。花婆婆喃喃自语，她也没有进去过，连上古大能进入都必死，他们就更加不敢了。那蛟龙怎么不杀你们？花婆婆有些疑惑，目光打量着叶长安。叶长安将右臂展现出来，然后开口：这跟杀不杀我有什么区别？花婆婆盯着叶长安手心，看着已经蔓延到手腕处的红线，惊骇开口：生命即实现。花婆婆，有没有办法将这个东西消除掉？叶长安有些期待地看向老妪。老妪注视着叶长安手心，半晌后脸色有些难看，随即摇头开口：这种生命即实现是无解的，你除非完成使命，或者找给您下套的人解除。叶长安绝望无比，事到如今只能听天由命，走一步看一步。愣木头，对不起，都是小梦害了你。一旁都小梦瞬间自责感爆满。叶长安叹口气，看向小梦开口：不怪你，谁料到他神魂如此强，能够控制你。老妪眼神微眯，使用大神通将神秘山洞堵住。叶长安知道这些都无法捆住他的，他乃是远古时代恐怖的蛟龙，神魂若想出来，这种小手段拦不住的。叶长安无精打采，有些郁闷。小梦带领着叶长安回到合欢学院，做了好多美食，安慰一下叶长安。小梦还是有些愧疚的，毕竟都是他邀请叶长安到合欢学院做客，不然也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了。叶长安叹口气，努力平息自己的不愉快，事情已经落在自己身上，而且还关乎着自己生命，他要振作起来，不就是找个人吗？小爷是谁？这点小事能难倒一个穿越者？叶长安心里面已经有了目标，瞬间动力满满。此刻他阳刚之气太旺，只想找小梦发泄一下。他嘴角上扬，随即开口：小梦，跟我走。小梦微微一愣，随即开口：去哪里？去合欢池。叶长安拉着小梦飞奔出去。小梦俏脸泛红，瞬间心跳加速，随即开口：还没有到晚上，这是白天。白天好，看得清吗？叶长安嘿嘿一笑。小梦翻了个白眼，然后开口：把我娘亲也叫上吧。啊！叶长安瞬间愣住，暗道：小梦什么意思？母女俩一同伺候我。小梦，您怎么说得出口的？叶长安翻了个白眼，虽然小梦母亲是个尤物，但叶长安跟她也不怎么熟，无从下手。愣木头，您去啊，看我母亲会不会吃了你。小梦挑了挑眉，似乎在赌叶长安不敢。小梦这玩笑开的，直接给叶长安整无语了。今日必须征服小梦，不然他就不知道男人的霸气侧漏。合欢池，叶长安一头扎入，瞬间感觉大量灵液疯狂涌入自己丹田。叶长安微微惊讶，感觉自己实力在变强，
竟然从炼气一重天开始加强稳固。叶长安兴奋，虽然境界没有提升，但是自己力量速度提升了一大半。合欢池的灵液似乎对自己有增强力量作用。小梦露出个脑袋，合欢池里游来游去，就跟一条欢快的小鱼。小梦，帮个忙，急事。叶长安朝着游泳的小梦招手。池内灵液太浑厚，直接将他丹田灌满，力量全部都憋在身体内，有些吃不消。小梦游到叶长安面前，探出脑袋询问道：叫我干嘛？叶长安坏坏一笑，直接将小梦脑袋往水里一按，灵气沸腾，似乎被叶长安的热量煮沸。叶长安将自己的境界从炼气一重天彻底巩固到炼气9重天，他感觉现在自己每一重天的力量比以前恐怖如斯，速度也提升一大截，就是境界提升不了。叶长安明白自己乃是纯阳混沌体，不双修是无法被系统加修为的，是不是这次要突破筑基了？小梦，你咬他干嘛？叶长安无语。小梦再次从水里探出个脑袋，脸色羞红。叶长安盯着有些楚楚动人的小梦，心中那股燥热更加疯狂。叶长安鼻子凑近小梦朱唇，嗅了一下，淡淡香味迷得有些恍惚。叶长安按耐不住，直接吻了上去。小梦心跳加速，俏脸更加潮红，轻轻闭上双眼，两个心在这一刻紧密相连，共同跳动。叶长安与小梦两人脑袋慢慢下沉，直到消失在水面上。合欢学院主殿端坐的美妇此刻睁开美眸，嘴角勾起一抹微笑。太初云倩，她身姿卓越，倾国倾城，淡蓝色的白纱衣显露出非凡气质，说是画中仙子也不为过。她凝视着后山，心中不知在想什么，半晌后又收回目光，咬了咬牙，最终还是坚定自己选择。合欢池，两人穿戴整齐，盘膝坐在池边，小梦闭上双眼，静静感受刚刚突破的境界。叶长安脑袋里系统声音响彻，奖励宿主的福利又到账了，恭喜宿主与9阴女双修，境界3克金值250，奖励普通4级大礼包1份。宿主叶长安，性别雄性，年龄20，境界筑基2重天，体质纯阳混沌体，氪金值370，异火6丁神火，功法5，武器5，财富普通4级礼包。主任务开宗立派，副任务睡尽天下美人。叶长安欣喜若狂，筑基修士，自己竟然突破筑基了。叶长安暗道，不愧是9阴之体，竟然让我境界连破3重天，而且氪金值还这么多。叶长安打开奖励面板，点击奖励普通4级大礼包，太上长生诀，斩魔剑诀。叶长安张了张嘴，系统终于奖励自己功法秘籍了太上长生诀，修炼此诀可延年益寿，长生不老，更可能领悟天地至理，窥视仙道之门。叶长安欲哭无泪，这长生诀虽好，但目前只能让自己模样不变，若是长生。叶长安看了一下自己右手，那蔓延的生命既实现，除非在3年内完成狗女人交代的任务，不然修炼这太上长生诀，自己照样逃不掉死亡的诅咒。斩魔剑诀，魔剑一怒，灭世降临，斩尽妖魔，唯我独尊。叶长安觉得这个剑诀好，等自己宗门建立完成，乞丐正式入宗，系统奖励自己的极品斩魔剑，正好配上斩魔剑诀，威力绝对逆天。叶长安闭上双眼，彻底参悟学习太上长生诀，不管怎么样，先学会再说。斩魔剑诀也被叶长安牢记在心，只要悟透其中含义，就能真正的成为一个持剑斩魔者。小梦头顶出现一颗金光灿灿的金丹，他灵气围着自己身体运转几个周天，彻底将实力稳固在金丹1重天后，小梦才收回头顶金丹。他睁开美眸，目光看向叶长安，瞬间脸颊一片滚烫，再次低头看向自己紫衣长裙，那一片嫣红血渍就已经证明自己不再是当年的少女了。小梦嘟囔着嘴，随即闪身离开，先回自己闺房换衣服，若是让人撞见怪尴尬的。叶长安彻底将太上长生诀、斩魔剑诀领悟的七七八八，这才睁开眼睛。他环视四周，随即伸了个懒腰。接下来要先回去一趟。叶长安起身，随即找到小梦告别之后，就一个人独立下山。望儿山，叶长安出现瞬间，乞丐赵清雅、陆轩几人两眼通红，他们以为叶长安被苍兰学院圣子抓走了，好几天没有消息100%确定，赵清雅都准备上苍兰学院要人了。叶长安尴尬一笑，事出突然，也没有向他们交代，让人担心也属于正常，自己没考虑周全。小哥，宗门快封顶了，还差100万上品灵石购买封顶材料。乞丐眉头微皱，偷偷打量一下叶长安。啊！叶长安瞬间懵逼了，之前美女会长给的一个1下品灵石，包括炼丹奖励的100万上品灵石，以及自己摆地摊赚的灵石，都用在建造宗门上，却还不够，还差100万。叶长安取出储物袋，也就2-3万灵石，还差97万上品灵石。
这么多零食要去哪里搞？炼丹卖最起码几个月之后才能赚到100万，难道要等赚够100万才能封顶吗？师弟这时候赵清雅手里拿着一个储物袋，他递给叶长安道：“这是我的全部身家，先给您用着。”叶长安两眼放光，随即毫不客气接过储物袋，打开一看，金光闪闪的零食折算下来差不多60万上品零食。师兄，这是我的100万下品零食，全给您。陆轩内心坚定，毫不吝啬。叶长安无比感动，师姐小师妹这时候雪中送炭，无疑不是锦上添花。叶长安发誓，等赚够零食，加倍返还两女。叶长安把零食交给乞丐，建造宗门由乞丐全负责，自己做个甩手掌柜，没有那么多操心事。师兄，陆轩将叶长安拉到一旁，随即低着脑袋，有些不好意思。叶长安见状，有些疑惑，随后开口：“小师妹，您这是？”陆轩小脸红彤彤的，心脏在这一刻加速跳动，最终鼓起勇气，轻语道：“师兄，昨晚怎么了？”叶长安见陆轩话说一半，就继续说下去，不禁有些好奇。陆轩偷偷瞄了一眼师姐，然后这才开口：“昨晚我做了个梦见。”叶长安松了口气，原来是做梦了，笑了笑开口：“你梦见啥了？”梦见与师兄。陆轩俏脸一下子更加红了。叶长安见状，立马明白小师妹做的啥梦了。陆轩没有直接说出来，不代表别人猜不到。叶长安无奈一笑，随即朝着后山走去。这一次需要炼制筑基丹，因为筑基丹非常珍贵，圣武皇朝许多炼气大圆满的老一辈修士，或者那些买不起筑基丹的修士特别多。也不是说买不起，主要是没有卖。因为炼丹师工会炼制的筑基丹基本上被某一些势力学院高价订购，所以许多散修几乎没有渠道购买。筑基丹属于4品丹药，圣武皇朝4品炼丹师没几个，量少不够供应也属正常，所以叶长安要抓住机会狠狠捞一笔。叶长安来到2阶灵树种植地，他将炼丹炉取出，然后将2阶灵树拔出，然后分段好。筑基丹虽然乃是4品炼丹师才能炼制的，但对于叶长安来说只是稍微动一下手就行，他只是炼制普通筑基丹，可不会炼能化形的丹药。能化形的筑基丹虽好，但是这回是炼制适合大众消费的筑基丹，效果还是可以的，1分钱1分货。叶长安不一会儿就炼好了1炉，接着第2炉、第3炉。叶长安收起丹药，准备去往圣武皇朝销售。一旁的赵清雅还有陆轩闹着也要跟随，叶长安无奈只好答应。圣武皇朝阳春面馆，叶长安高声吆喝。陆轩眨巴眼睛，有样学样，跟着叶长安叫喊了起来。不一会儿，周围修士全都围观过来，他们有的是为了筑基丹，部分则是被赵清雅、陆轩颜值吸引。叶长安摊位处瞬间挤满人，比以往多了好几10倍。叶长安决定，日后自己卖丹药都要带着两女，他俩不就是典型的模特吗？老板，您这筑基丹怎么卖的？周围几名年轻修士开口询问。100块上品零食就能购买1颗。叶长安看向说话青年，招牌式微笑道：“这么便宜？”青年有些不敢置信，随后开口：“老板，正常筑基丹1颗都要1万块上品零食，您卖100块该不会是假的吧？”叶长安只是讪讪一笑，他清了清嗓子说道：“这位道友，我这筑基丹绝无虚假，我这是薄利多销，主要为了让更多散修也有机会筑基。不信的话，你可以先买1颗回去试试，要是假的，我10倍赔偿。”周围的修士们听了，交头接耳起来，有人开始心动，但仍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好大滴胆子，谁让你在这里私自摆地摊的？就在这时，人群中走出2位男子，一名独眼大汉，另外一名则是独臂男。叶长安眉头一皱，瞬间打量眼前2人，独眼龙大汉瞎了一只左眼，而独臂男则是只剩一只右胳膊。2位，叶某私自摆地摊怎么了？叶长安面无表情，随即开口：“难道还要经过2位允许吗？”一旁的赵清雅、陆轩则是皱着眉头打量眼前2人，都没有见过这号人物。小子，从现在开始，这一块归我哥俩管理，只要在这里摆地摊，1个月上缴1次保护费。独眼大汉扫视一眼摊位卖的丹药，再瞥了一眼周围修士，然后开口：“您这里生意最好，加上卖丹药利润高，1个月上交10万上品零食吧。”10万上品零食，周围修士议论不断，有的以前在叶长安这里买过丹药的修士纷纷大骂，这2人就是光明正大抢劫，没办法，生意火了，遭人嫉妒。赵清雅与陆轩2人脸色苍白，眼神不善地盯着2位大汉。叶长安则是冷笑一声，他算是明白了，这眼前2人绝对不是收什么保护费，1个月10万上品零食，就算庞大的商业大佬也不可能给这么多。2位，叶某没有猜错的话，是别人花钱雇佣你俩过来闹事的吧？叶长安一字一句，死死盯着独臂男与独眼龙。独眼龙微微一愣，而独臂男则是面无表情。独眼龙眼神微眯，开口：“少废话，我们就是收保护费的，现在就给，不然砸摊子。”
叶长安嘴角上扬，突然开口：“叶某人如今身无分文，想要从我这里分一杯羹，告诉你，算盘打错了，你敢不给，就要问我手中大砍刀答不答应？”独眼大汉说完，立马在自己储物袋中取出一把通体漆黑大刀。叶长安不屑一顾，心中猜测这两人到底是谁雇佣的？司徒落雨吗？师弟赵清雅突然叫了一下叶长安，他们两人修为很高，怎么办？叶长安这才认真打量两人境界。独眼大汉筑基3重天，独臂男则是筑基9重天。叶长安如今乃是筑基2重天，若是对战独眼大汉应该不成问题。筑基9重天可是整整高出自己7重天实力，完全能吊打自己，无法抵抗。自己面对这种恐怖对手很被动的。叶长安眉头紧蹙，咬牙切齿道：“二位，叶某人可不是个软柿子，你们最好想清楚，一旦惹怒小爷，可是要死人的。”独眼大汉闻言，瞬间火冒3丈，竟然还敢有人威胁自己，立马横刀劈斩向叶长安。师弟小心！赵清雅惊呼一声，陆轩则是小脸煞白，这可是筑基修士，自己一个炼气圆满，根本帮不了什么，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师姐。众人惊恐，盯着独眼大汉大砍刀，纷纷蒙住自己双眼，不敢直视。漆黑大砍刀速度极快，直接斩向叶长安肩膀。叶长安速度也不慢，经过合欢学院的灵液灌输，自己速度已经堪称一绝。就当大刀离叶长安肩膀不到1公分，叶长安一个侧移，瞬间躲了过去。赵清雅松了口气，随即发现自己师弟竟然突破筑基2重天修为，他不敢置信，犹如做梦。转瞬后心中满是兴奋，但是目光落在独臂男身上时，脸色有些难看至极。筑基9重天，他也不过是筑基1重天修士，连自己这个师弟现如今都比他强了。叶长安跳出摊位，周围修士纷纷退避三舍。独眼大汉目光凶狠，叶长安则是不惧。两人龙行虎步，左右移动，彼此之间眼神死死注视着对方。叶长安从独眼龙大汉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死气，人类身上只有生气，为什么独眼大汉身上会有死气？叶长安再次转头看向一旁虎视眈眈的独臂男，瞬间眉头一皱，随即眼神微眯道：“二位该现出原形了吧？”听到叶长安开口，周围修士疑惑，赵清雅与陆轩眼神重新审视独臂男两人。你们竟然是？赵清雅僵在原地，感觉从头到脚一阵寒意。师兄小心，他们是尸鬼！陆轩失声尖叫，脸色苍白如纸。周围修士全部战战兢兢，两腿发软，似乎遇到了不该遇到的恐怖事。叶长安眉头紧锁，形成深深的川字。尸鬼在叶长安原主人记忆中，活人被剥夺意识或灵魂后被改造成傀儡，外表与常人无异，但行为完全受控制者摆布，是极端残忍的尸体炼制手段。而且傀儡师一般很难掌控，若幕后操控者一旦无法控制，傀儡师就会进入狂暴状态，整个城市就会尸横遍野。叶长安竟然被你拆穿了，那我就不演了。独眼大汉瞬间眼神变得血红，张开大嘴露出锋利的獠牙。叶长安眼神微眯，独眼尸鬼知道自己名字，这就说明幕后之人就在附近，暗中控制独眼尸鬼。叶长安环顾四周，千万别让他发现是谁，不然必将那人挫骨扬灰。吼！独眼大汉仰天怒吼，瞬间爆发出一股腐臭味，飘荡在四周。围观者们纷纷捂住鼻子，躲到阳春面馆里。赵清雅与陆轩两人仍然在摊位处，他们两女则是死死盯着独臂男。叶长安飞身而起，如今自己乃是筑基2重天，短暂空中飞行还是不成问题的。金丹可以预见，元婴就能御空而航。叶长安空中滑行，一拳砸向独眼尸鬼脑袋。尸鬼一脸凶恶，双眼露出诡异的血光。咚的一声，叶长安一拳砸中独眼尸鬼，紧接着叶长安猛然缩回右手，暗道 TMD 脑袋是用铁疙瘩做的吗？叶长安右手颤抖，脑中飞速运转，接下来怎么应对这尊铜头铁臂？吼！独眼尸鬼咆哮一声，抡起手中大砍刀，猛然冲向叶长安，势必一刀劈死对方。叶长安眉头紧蹙，眼中泛着冷冽的寒光，一股浓重的尸臭味扑鼻而来。叶长安屏住呼吸，随即闪身躲开这致命一刀。叶长安右手出现一团异火，6丁神火出现瞬间，周围温度在这一刻彻底变得炙热。独眼尸鬼感受到被温度的炙烤，眼神变得更加嗜血，他疯狂地冲向叶长安。叶长安看向手心神火，随后紧握双拳，6丁神火瞬间在叶长安拳头上燃烧。神火拳！叶长安大喝一声，一拳猛然砸向独眼尸鬼。这一拳乃是自己借助神火之力，叶长安也不敢确定能不能阻挡傀儡师。轰隆隆，一拳出，惊天地泣鬼神。吼！独眼尸鬼突然嘶吼，只见他胸膛处突然出现一个巨洞，没有血，只露出森森白骨。叶长安松了口气，神火附加拳头，杀伤力竟然这么恐怖。吼！这时候独眼尸鬼变得更加狂暴，
这一拳似乎惹怒到他了。小样，垂死挣扎罢了。叶长安瞬间将神火往天一抛，6丁神火变成巨大火球。叶长安嘴角上扬，大喝一声：“神火领域，触之即死！”独眼尸鬼瞬间进入叶长安的领域中，环视四周，他竟然被岩浆包围了。叶长安站在至高处，高高俯瞰下方的傀儡，眼中闪过一抹冷意。不管你是谁，与叶某人作对下场会死得很惨。叶长安眸子一冷，大手一挥，周围恐怖岩浆直接吞没独眼傀儡。傀儡嘶吼，转瞬间直接焚化灰飞，消失不见。叶长安收起神火，领域被解封，现场恢复正常。但是一旁虎视眈眈的独臂男此刻盯着叶长安，嘴角阴笑，笑容有些让人不寒而栗。赵清雅不可置信，独眼尸魁被自己师弟焚烧了。很不错，但是你的神火领域捆不住我。独臂男眼底一抹猩红，目光犹如地狱恶鬼，他盯得叶长安后背发凉。哼！叶长安深吸一口气，独臂男乃是筑基9重天的尸魁，自己没有一丝把握对付他，能不能困得住你？那就试试吧。叶长安手中神火再现，他猛然将6丁神火朝向独臂男上空一抛，神火变大，彻底炸开，将周围沦为恐怖岩浆。神火出，领域封！叶长安高喊出声，直接将神火领域周围空间封死，任何身处自己领域中的东西都将逃无可逃。独臂男环视四周，面无表情，似乎对这一切并不害怕，只是冷冷地注视着高台之上的叶长安。叶长安冷眸一眯，神色变得凌厉，命令一出，四周神火如同岩浆，纷纷包围独臂男。我说过，你的神火领域捆不住我。独臂男面色没有波动，只是轻轻一挥手，包围着他的神火似乎被强大攻击冲开，最后全部击溃落地。叶长安见状，心中一惊，果然自己的神火领域完全不可能对付一个实力比自己恐怖的尸魁。筑基9重天，自己这回该怎么办？破！独臂男怒吼一声，随即就见叶长安神火领域竟然被破了，彻底恢复正常。叶长安早就预料到，但还是抱着侥幸尝试一番，只因独臂尸魁太恐怖，自己无计可施。叶长安神火凝聚拳头，整个右臂瞬间燃烧起来，随时做好应对独臂尸魁攻击。你不死，我心难安。独臂男嘴角邪魅一笑，似乎早就把叶长安当成一个死人了。叶长安听着这一句话，总感觉不像是独臂尸魁声音，而是另外一道声音，可能是暗处操控者开口了，通过控制独臂尸魁将那句话传出。可是这句话的声音自己也没有听过，也不是司徒落雨的声音，那到底是谁呢？就在叶长安苦思冥想时，独臂尸魁竟然发起攻击。叶长安立马做出反应，右拳头火焰爆燃，猛然朝着独臂尸魁面门砸去。独臂尸魁不屑一顾，恐怖的爪子轻松抓住叶长安拳头，然后直接一拽，叶长安脸色一变，整个身体直接被甩飞出去。师弟，师兄！赵清雅与陆轩两人瞬间惊慌失色，二女出现在废墟，将叶长安扒拉出来。TMD 这个独臂师好强，我感觉骨头都被摔裂了。叶长安擦了一下嘴角鲜血，有些忌惮地盯着独臂尸魁。叶长安从储物袋掏出几颗恢复伤势、提神醒脑的丹药，不要钱的往嘴里吞服。师弟，独臂师乃是筑基9重天，我们根本无法反抗，接下来该怎么办？赵清雅面色凝重，有些惧怕地盯着独臂师。叶长安也没有办法，面对这种高阶恐怖尸魁，要么选择逃跑，要么就等死。可是他们能逃吗？小子，遗言交代完了吗？独臂师魁面无表情，随即开口：滚过来，我要吞了你。独臂师张开血盆大口，猛然朝着叶长安一吸。叶长安感受到了一股死亡吸力直逼自己，瞬间身体被束缚无法动弹，双脚不受控制地朝着独臂师滑行。赵清雅与陆轩脸色煞白，拼命拉拽叶长安。TMD 这回我真要挂了吗？叶长安绝望地盯着即将咬向自己的血盆大口。不要不要，是我师兄！陆轩瞬间惊恐大叫，独臂尸獠牙已经撕咬向叶长安脑袋。咔嚓！不！陆轩瞳孔瞪得老大，他似乎不敢置信，紧紧注视着掉落在地上的头颅。咽了咽口水，陆轩整个人已经麻木，彻底瘫软在地。赵清雅如同石化，这一幕却发生在电光火石间，快准狠！愣木头！就在众人以为叶长安要被独臂尸咬死时，突然一道倩影瞬间出现，手起刀落，直接劈斩下独臂尸脑袋。叶长安张大嘴巴，随即激动地看向水汪汪大眼睛、眉心一点红痣的俏皮可爱女孩。此刻她身穿一袭紫衣长裙，走向叶长安跟前。小梦，您怎么来了？叶长安眉梢微挑，嘴角勾起一抹淡笑。愣木头，我就知道你在这里卖丹药，在学院太无聊了，只能出来找你玩。小梦脸上露出喜色，随即拉着叶长安胳膊道：合欢学院圣女太初云梦。赵清雅一脸惊讶：太初圣女，我不准您拉我师兄胳膊。
陆轩见状，瞬间醋意弥漫。陆轩小梦有些不可置信，随即看向叶长安开口：“愣木头，您不是散修吗？怎么变成蜀山学院陆轩师兄了？以前是，现在脱离蜀山学院了，但他们俩对我很好，仍然是我师姐师妹。”叶长安摸了摸陆轩脑袋，一副宠溺道。小梦见状，眼底闪过一丝醋意，随即恢复正常。太初圣女，你竟然突破金丹了！赵清雅神情有一瞬间惊愕。小梦看向赵清雅，微微点头，也没有开口说话，只是陆轩眼神一直注视着小梦的手，一直挽在叶长安胳膊上，心里有些不愉快。这时候修士们围了过来，他们都特别羡慕叶长安身边能有3大美人，这绝对是男人最风光时刻。他们目光全都注视着小梦，因为太初云梦此人就是圣武皇朝3大美人之一，苍兰学院高冷圣女，皇室让人捉摸不透的公主，合欢学院天真善良的小梦，这3人就是圣武皇朝3美。叶长安注视着被小梦斩头的独臂师，随即打出一道火焰，直接将其焚毁。叶长安环视四周，神识扩展100米，竟然没有发现一个可疑之人。叶长安收回神识，叹口气，此人到底是谁？老板，您丹要卖吗？一些围观者们此时都看向叶长安摊位。叶长安回过神，扫视一眼众人，开口：“卖100块上品零食1颗。”叶长安走向摊位，开始准备卖丹药。陆轩与赵清雅帮忙打下手，而小梦则是站在叶长安身后。围观者们目光贪婪地盯着叶长安的身后绝美女子。叶长安保证，若是购买丹药无法突破筑基，就来找自己双倍赔偿。许多购买者之前也买过叶长安丹药，都是无比相信。他们一带头，陌生修士也就跟着行动了。这时候，一辆马车缓缓从围观消费者身后驶过，随即马车里面发出一道谩骂：“废物！2个没有用的饭桶！”叶长安眉头微皱，感觉到声音波动，随即抬头扫视声音来源。怎么了？感觉到叶长安神色变化，小梦突然开口。叶长安紧紧注视着不远处，明明声音从那里发出来的，怎么就消失了？没事。叶长安回了一句小梦，随即继续给顾客装好丹药。叶长安卖了大概不到2小时，就把今日筑基丹销售一空。叶长安请3人吃面，阳春面老板是个大老粗，但是人老实。吃完面后，叶长安找了一下老板商谈，阳春面生意不怎么好，那就改行帮自己卖丹药。叶长安准备将阳春面租下来，改造丹药铺，以后自己就负责炼丹药，让老板给销售，每个月工钱绝对会让老板满意的。老板没有犹豫，立马答应，因为丹药确实好卖，每个修士都必须使用丹药，所以这份钱特别好赚。叶长安直接谈下来了，立马就让老板明天改造，随便装修一下，大概就是1万上品零食，再加上1年租金2万上品零食，再加上老板工钱，叶长安先拿3万上品零食，工资月底给老板发。叶长安与老板交代清楚后，几人就走出面馆，准备回到朝着帽山。叶长安给乞丐他们打包面条，还有乞丐喜欢吃的鸡腿。小梦非要跟着去，叶长安无奈，只能点头答应，毕竟自己在帽山建造宗门之事，到现在外界还不知道，不宜暴露过早，除非自己宗门实力摆在那里，那时候说出来别人都要高看一眼。几人回到帽山，小梦则是目光惊愕地盯着2座巨峰，应该是巨峰之上雕刻的诗意，他久久不能平息，心中惊涛骇浪。叶长安打量一下即将封顶的宗门，感觉磅礴大气，虽然只有1栋，但是建筑风格超前。叶长安环视四周，以后4面8方都要建立一些楼宇，供应弟子参考的功法楼、执法堂、弟子居住地、长老峰，太多了，还要大量烧钱。叶长安一阵头疼，看了一下自己右手，生命际实线正在蔓延中，一旦蔓延到自己肩膀处，叶长安不敢多想，努力赚钱将宗门建立，招收弟子之后，他就有时间去完成狗女人交代的任务了。叶长安叹口气，慢慢恢复平静，他将宗门牌匾极道神宗挂在建立完成的宗门上。陶迪，过来正式入宗。叶长安呼唤一句，正在啃鸡腿的乞丐放下手中美食，舔了舔大拇指与食指油渍，瞬间走到叶长安跟前，朝着宗门牌匾诚心跪拜：“你就算正式成为极道神宗第1个弟子了。”叶长安盯着上方神秘牌匾，淡淡开口。乞丐看向极道神宗，眼神愣了一会儿，立马激动地跪在地上。乞丐第1个头磕下，瞬间神秘牌匾发出一阵强光，笼罩在乞丐身上。众人傻眼，这一幕有些感觉如同做梦，乞丐身上怎么泛起一道金光？而一旁的叶长安也是一脸懵逼，这神秘的牌匾到底有什么作用？乞丐闭眼叩拜，似乎没有察觉到自己变化。随着第2个头磕下，乞丐原本破烂的衣服，此刻竟然变成崭新白色宗门长袍。赵清雅极女张大嘴巴，叶长安微微惊讶，宗门制服。随着乞丐第3个头磕响，他周身金光更加耀眼，金光转化成火焰，乞丐犹如凤凰，竟在火焰中涅槃。乞丐睁开双眼，打量一下自己，随即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冰冷的杀意。他开口：“全部都要死！玄武神殿，赵飞白，
给我等着！陶笛话中含着淡淡漠然和狠绝，他压着怒意，悠悠闭上双眼。恭喜宿主，第一个弟子成功入宗，奖励宿主极品斩魔剑。叶长安还在思索陶笛过去，随即就听到系统声音，他立马兴奋，这把斩魔剑已经期待好久，今日系统终于奖励下来了。叶长安跑去后山取出斩魔剑，魔剑一出，周围虚空动荡，乌黑如夜的剑身泛着亦正亦邪之光。亦正，斩妖除魔，一剑之下，雷光万丈，所向披靡。亦邪，此剑能唤醒持有者内潜的黑暗面，燃起杀戮之心，一旦斩魔剑变成亦邪，就渴望大开杀戒，杀伐也将变得愈发残忍无情。叶长安咽了咽口水，感觉这把斩魔剑有两面性，善良一面就是斩妖除魔富匡正义，邪恶面就是彻底变成一个杀戮的恶魔。叶长安心中震撼，一念成魔，一念成仙，要看这个世界如何对你了。叶长安打开系统面板，将之前系统奖励的神兽蛋拿出，他也不知道这颗神兽蛋如何孵化，最后也只能将其丢入瀑布下，外界有灵气可以滋养。接下来的这几天，叶长安每天炼制好几炉丹药，阳春面馆也差不多改造完毕，招牌改为仙丹坊。叶长安将丹药转交给阳春面老板，准备明天开张。帽儿山极道神宗乞丐终于睁开眼睛，他这几天一直盘膝在牌匾之下，得到神秘的牌匾洗礼。那本应该破碎的丹田，此刻已经修复如初，实力虽然不及以前，但是只要有机会再次踏入武道，乞丐就非常满足，因为他要报仇，只要有希望，就是他活下去的理由。仙丹坊，叶长安的丹药铺今日开张，赵清雅、陆轩、乞丐全都来到仙丹坊。店铺外挤满修士，全都是为了购买丹药而来，因为今日开张，全部丹药打1折，许多修士都是来捡便宜的。叶长安，这时候围观者们纷纷让开，一群弟子穿过人群来到叶长安跟前。叶长安眉头紧蹙，目光死死盯着眼前的黑衣金发少年，此人正是自己的仇敌。司徒洛雨双手抱胸，目光泛着刺骨冷意，嘴角勾起一抹讽刺。叶长安，明天就是你的忌日，还有心思在这里开丹坊？叶长安深吸一口气，今日乃是自己店铺开张，他不想惹事，如今自己已经是筑基修士，司徒洛雨不过就是一个跳梁小丑，再让他嘚瑟，过了今日再收拾他司徒洛雨，你还是多享受一下最后的人生吧。叶长安似笑非笑，玩虐道：去万花楼放松一下自己。司徒洛雨眼神微眯，开口：您这话什么意思？叶长安冷笑一声，随即开口：过了明日，你就再也看不到天上的太阳了。司徒洛雨闻言嗤笑一声，开口：你要杀我？目光停留在叶长安身上，随即不屑道：本圣子不是打击您，目前的你还做不到。叶长安面无表情，不再理会司徒洛雨，而是招呼着众修士进店购买丹药。太子驾到！这时候全场寂静，许多围观者们惊骇：仙丹坊开张，当今太子怎么来了？叶长安眉头一皱，赵清雅与陆轩小脸瞬间煞白，自己师尊师娘被皇室关押，用来要挟他们3月忌日，如今明天就是他俩的生命终点。围观者纷纷转头，只见一群铁骑战甲开道，后方3头雪白巨虎拉着一辆豪华龙辇，修士们全部退避。叶长安紧盯着停稳的龙辇，老太监走到叶长安面前，开口：太子送上贺礼，祝叶兄开业大吉，备足贺礼3份，千年人参1份，龙鳞果1枚，献上100万上品灵石，恭贺新店开张。周围修士惊骇：千年人参，这可是百草之王，圣武皇朝千年人参最稀有，一般情况花高价也买不到，因为这是神药，传说中能生死人肉白骨，最能延年益寿的天才地宝。龙鳞果，仙家之果，果实表面犹如龙鳞，闪烁着淡淡银色光泽，传说中凡人服用之后能够脱胎换骨，踏入武道。叶长安有些搞不懂，南宫飞扬到底什么意思？之前赐剑是为了控制自己，现在怎么舍得将如此贵重东西当作贺礼？叶长安眉头紧蹙，东西虽好，但是要看什么人送的，南宫太子心撕不了踹，自己还是小心为妙。叶长安换了一副笑脸，开口：叶某人多谢南宫太子厚礼，小店忙于开业，有些招待不周，还请太子海涵。叶长安话里另外意思就是南宫太子可以走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虽然您送礼，但是谁知道这是出于什么目的？赵清雅、陆轩、龙辇中传出南宫飞扬声音，他再次开口：若想见到您师尊师娘，明日一早10万荒山深渊之地，可别让我等太久。南宫太子说完，3头白虎咆哮一声，随即龙辇车缓缓起步，最终消失在大街上。叶长安眉头死死盯着消失的龙辇，他在思考，明日真要师姐小师妹祭天吗？若是他们不去，师娘就会被……赵清雅、陆轩二女瞬间绝望地低着脑袋，感觉即将面对死亡，心里的那种压抑已经深入骨髓。叶长安深吸一口气，不管是师姐小师妹，
还是师娘，都是自己在乎的人，他们都应该活着。叶长安，明日本圣子也在深渊之地等你。司徒洛雨嘴角上扬，随即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放出最后一句话：记住，把脖子洗干净了。叶长安不理会司徒洛雨，如今只是自己眼中的蝼蚁罢了，明天就亲手宰了他。先单方开张，修士们大量照顾，几乎都是购买过叶长安丹药的，因为名声已经打出去了，他卖的丹药绝对不假，而且效果还特别好。叶长安忙完一天，最后几人回到帽山极道神宗，赵清雅、陆轩愁眉苦脸，乞丐则是心神不宁。叶长安脑子一直在思考，明天如何救出师娘，保护二女不被祭天。吼！这时候后山传来一声咆哮，似乎是什么东西诞生了。神兽蛋！叶长安不可置信，一个闪身消失原地。吼！叶长安、赵清雅、陆轩、陶迪几人瞬间瞪大双眼，一脸震惊。他们盯着瀑布一侧巨石上的生物。叶长安咽了口唾沫，半晌都说不出一句话。系统竟然奖励他的神兽蛋，竟然是一条龙。没错，是一条才从蛋壳孵化出来的年幼小青龙。小青龙眨巴着眼睛，他看向叶长安，然后一个跳跃，最后落在叶长安肩膀上。青龙如今还是个年幼期，1米左右长。他脑袋冒出一对小犄角。小青龙转头看向乞丐，随即龇牙咧嘴，貌似不太喜欢眼前之人。赵清雅一脸茫然，自己师弟宗门怎么会有龙？龙可是传说中存在，他们隐居神秘之地，一般都不敢在人群露面，不然上面会将他们无情斩杀。大雾天气，打雷下雨时候，他们就会借助大雾遮挡出来透气。一旦下雨天闻到鱼腥味，那就说明你头顶上有龙。乞丐撇了撇嘴，开口：这条龙好腥，我快吐了。嗷呜！小青龙瞬间更加不满，张牙舞爪，准备抓向乞丐。叶长安无奈一笑，开口：小青，你去瀑布里洗一下。小青瞬间恢复狰狞面孔，很是听话地冲向瀑布，扭动着龙身接受瀑布冲洗。陆轩则是大眼珠子盯着小青，他觉得这条小青龙怪可爱的，就是不知公龙还是母龙。小青龙抖了一下身上的水渍，虽然毛发没有长齐，但是鳞片仍然沾满水珠。小青龙又跳跃到叶长安肩膀，一旁的乞丐一脸嫌弃，捂住鼻子开口：还是有腥味。叶长安无语了，这就是龙身上自带的，不管怎么洗都行。翌日，10万荒山深渊之地，周围人山人海，各路修士齐聚四周。今天乃是忌日，因为深渊屏障封印即将削弱，必须2个木系体质的筑基女修习生才能彻底加固封印，不然死神一旦出来，就是圣武皇朝的灾难。皇儿，你确定消息通知到二女了？这时候，豪华辇车之上，一个面部狰狞、一头乌黑浓密头发，周身散发着无尽威压，大圆脸8字眉的中年男子开口道：父皇，孩儿已经亲自交代好了，他俩绝对不会不管自己的师尊师娘的。南宫飞扬面无表情，转头冷淡地看向铁笼里2人。时辰马上就到了，本皇再等1刻钟，若是未见到他俩出现，直接派人亲自抓来。龙辇上的男子乃是当今皇上化神巅峰的恐怖人物，一言九鼎，若谁不服从他，必将被株连九族，乃是百姓心里的凶残暴君皇帝。圣上这时候，一个身形高大、眉心有川字纹，他脸庞有些发福的中年男子恭敬开口：圣上，我估计他们不敢来，万一耽误时辰，那将……发福男子顿了一下，随即开口：圣上，本院愿意效犬马之劳，亲自去抓人。龙辇车端坐的皇上此刻看向一旁的发福男子，威严道：苍兰学院院长，本皇准许了，快快将他们抓来。是圣上。苍兰学院院长激动，起身准备朝着蜀山学院飞去时，一道声音瞬间让他停住脚步：你们失眠了吗？来那么早？众修士闻言纷纷转头看向说话之人，只见3人一龙朝着他们急速而来。叶长安，您终于来了。苍兰学院这边，司徒洛雨激动地站起身，嘴角勾勒一抹冷笑：雨儿，他就是叶长安。眉心有川字纹，脸庞发福的男子看向司徒洛雨道：院长，他就是叶长安。司徒洛雨看向侧面的男子，随即开口。脸庞发福男子此刻目光直视叶长安，但转瞬竟然被其肩膀上悠闲的小青龙吸引。龙苍兰学院院长震惊，不可置信地盯着叶长安肩膀青龙。神龙。皇室这边，皇上瞬间坐不住了，揉了揉眼睛，确认乃至一条年幼真龙，一瞬间目光贪婪地盯着叶长安。周围修士更加震惊，司徒洛雨、南宫太子此刻也都盯着叶长安肩膀处。师娘。叶长安目光瞥向铁笼，顿时脸色阴沉无比。铁笼中的师娘似乎受到了折磨，浑身都是鞭子抽打的痕迹，而一旁面目全非的师尊正在自言自语，好似受到什么刺激，开始精神不正常了。叶长安双手握住铁柱，有些心疼地看着苏荣，开口：师娘，徒儿来晚了。苏荣浑身一颤，似乎听到最熟悉声音，随即慢慢抬头，
当他视线中出现的人乃是自己徒儿时，瞬间激动不已。徒儿，真的是你？苏荣声音微弱，眼中满是欣慰与感动。苏荣随即恢复冷静，突然看向哭红双眼的赵清雅与陆轩，开口：徒儿，你们不应该来，这是陷阱，祭天的陷阱。师娘，我不想让你有事。陆轩只有一个最爱我的师娘，我不想失去你们。陆轩哇哇大哭，哭的是撕心裂肺。叶长安肩膀上的小青龙瞬间脑瓜子嗡嗡的，若是爪子够不着，早就堵上耳朵了。叶长安见到本皇为何不跪？皇上面目狰狞，已经开始盘算如何获得那条神龙。叶长安眉头一皱，转而看向龙辇车上的威武男子，又看向一旁面无表情的南宫飞扬。你谁啊？叶长安突然一句，瞬间周围修士惊呼出声。一直面无表情的南宫太子，此刻竟然用正眼瞧着叶长安，放肆！龙辇上的皇上怒目圆睁，周身的威压如汹涌浪潮般朝着叶长安压去。大胆狂徒，竟敢对本皇如此无礼，该当何罪？他的声音仿佛携着雷霆，震得周围的空气都嗡嗡作响。噗！叶长安被这股恐怖威压震慑，瞬间一大口鲜血喷出。小青龙见状瞬间炸毛，身上的鳞片闪烁着幽光，他张牙舞爪，对着皇上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叶长安抹去嘴角鲜血，安抚一旁愤怒的小青，随即盯着皇上不卑不亢道：小爷上贵父，下贵母，就是不跪你，你敢抗旨？皇上彻底怒了，一个小小的草民竟然无视自己威严，作为圣武皇朝的掌管者，岂能丢得起这个颜面？周围修士纷纷摇头，暗道此人这般举动，不怕被皇上治罪，人头落地吗？南宫飞扬眉头紧蹙，叶长安可不能被父皇斩杀，日后可要留着有大用。南宫太子纳闷，叶长安在他眼里都是善于冷静、会思考的一个人，怎么今日有点不理智了？父皇，叶兄不礼貌，还请父皇恕罪。南宫太子说完后，立马对着皇上眨了一眼。龙辇上的皇上心里有些不悦，随即深吸一口气，又看向叶长安道：既然皇儿为您求情，本皇可暂时饶你不死。但叶长安有些意外，南宫太子竟然为自己求情，谁知道这父子俩又在打什么主意？皇上目光看向叶长安肩膀怒目圆睁的小青龙，目光贪婪开口：把你那条青龙交出来，本皇就不与你计较。闻言，叶长安一脸愤怒，小青龙直接就是张牙舞爪，随即仰天嘶吼。轰隆隆，众人惊恐万分，龙威竟然让大的颤抖了。皇上脸色更加兴奋，一条年幼的神龙都有这般滔天威压，若是成年的神龙，可想而知多么恐怖。皇上兴奋的同时，目光无意间瞥了一眼深渊，突然再次定睛注视深渊巨口，随即大惊失色：快逃！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只见深渊中一道巨大的黑影猛地冲了出来。这黑影身形如山，眼神闪烁着忧虑的光。华儿，快走！皇上脸色苍白，瞬间抓着南宫飞扬消失原地。苍兰学院院长直接使用大神通逃离。叶长安、赵清雅、陆轩周围修士，包括司徒落雨，全部愣在原地。陆轩眼神惊恐，犹如看到一个可怕的东西。叶长安眉头紧蹙，身体无法动弹，直接被黑影出现瞬间定住了。黑影露出4颗恐怖獠牙，面色一冷，随即大手一挥，直接将现场剩下的修士全部卷入深渊里。深渊之中，叶长安站稳脚步，随即环视四周，周围全部被石壁封死，没有一个出口。头顶夜明珠光芒四射，照耀着众修士的惊恐面庞。叶长安脸色难看至极，目光盯着摆在正中央的2口黑棺材。您好，求生者们，欢迎来到深渊之地。突然，众人眼前瞬间凭空出现一道黑影，他声音有些刺耳，让人听得毛骨悚然。叶长安下意识注视着那道黑影，这回自己终于看清他的面目，黑影竟然是一头面露狰狞的邪恶黑熊。你就是死神？司徒落雨一脸惊恐，心脏急速跳动。四周修士虽然恐惧，但都屏住呼吸，等待人熊开口。叶长安目光紧紧盯着人熊，他在这黑熊身上嗅到了一股血腥味，刺鼻令人作呕，仿佛这头黑熊就是专门吸血的魔鬼。很抱歉，我不是死神。黑熊声音尖锐而冰冷，他露出锋利的獠牙，随即开口：死神在棺材里面。众修士纷纷惊恐，全部退至石壁，眼神恐惧注视着中央2口大黑棺材。师兄，我怕。陆轩这时候紧紧抓住叶长安，叶长安拍了拍陆轩后背，转头看向脸色苍白的师姐。苏荣双手握住铁龙柱，面如死灰地注视着外面，因为他知道接下来全部人的命运即将被黑熊掌管。叶长安肩膀上的小青龙此刻直接跳跃到其中1口大黑棺材上，众人惊讶不知所以。叶长安则是脸色苍白，小青龙这是要干嘛？只见小青龙看向叶长安，龙爪指向下方大黑棺材，嘴里咿咿呀呀不知说啥。人熊前辈，
你是死神守护者。叶长安鼓着勇气，沉声道。仁雄偏头打量一下叶长安，面无表情道：我并不是守护者，我只是冲破封印进来的一个吃神者。众人闻言都是倒吸一口凉气，眼前的仁雄竟然是从外面冲破封印进来的。他说什么？吃神者？什么意思？难道他要吃掉棺材中的死神？叶长安眉头紧蹙，警惕性瞬间加强100倍。既然黑熊是为了棺材中死神而来，为何将他们抓进来干嘛？前辈，既然您想吃棺中死神，为何抓我们到这深渊之地？叶长安眼神微眯，还是抱着心中好奇问道。棺材打不开，无法吃里面的神。仁雄冷冷盯着小青龙，随即斜嘴一笑道：打不开。叶长安视线落在2口大黑棺材，发现棺材有神秘符文加持，符文似乎很复杂，隐隐约约有股威压向着四周散开，能够震慑修士灵魂。叶长安到现在还有些疑惑，2口棺材难道有2尊死神不成？为什么有2口棺材？传言不是只有1尊死神吗？司徒落雨这时候看向仁雄，皱眉问道。叶长安随即看向司徒落雨，这也是他想知道的答案。仁雄露出獠牙，邪笑地注视着司徒落雨，开口：2口棺材其中一个是死神，而另外一个则不是死神。周围修士纷纷议论，司徒落雨有些茫然，急忙追问道：不是死神，能跟死神葬一块，那他莫非是死神妻子？仁雄摇了摇头，声音有些冰冷道：非人非鬼非仙非神非物，那他一定是妖或者魔。司徒落雨旁边络腮胡大汉突然补充一句。仁雄嘴角冷笑，再次摇头：你们猜的都不对。众人惊骇，既然上面全都不是，那什么东西要用棺材葬着，而且还被神秘符文封印？前辈，您既然打不开棺材，跟抓我们有什么关联吗？叶长安眉头轻轻一拧，他总觉得仁雄抓他们进来没那么简单，搞不好就会死在深渊里。仁雄舔了一下舌头，随即将叶长安与司徒落雨他们2人吸到自己面前，冷冷开口：你们俩现在立刻马上给本座破开棺材符文，不然……仁雄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瞬间出现在络腮胡大汉身前，张开血盆大口，直接将还没来得及反应的络腮胡吞入嘴中咀嚼。这一幕立马吓坏周围修士，司徒落雨脸色惨白，自己最忠诚的人竟然被人熊活生生吃了。叶长安眉头一皱，心中有些犯恶心，仁雄果然不是善类，手段好残忍。你们2人若谁解开神秘符文，本座可以考虑不吃他。仁雄露出锋利獠牙，咧嘴阴笑道：解不出符文者死。叶长安感受到仁雄凶恶表情，瞬间打了个哆嗦。他相信若是自己不按照仁雄意思做，就会跟络腮胡大汉下场一样。叶长安视线落在右边棺材上，发现一个端倪，这口棺材比左边小，为何死神不是葬在左边巨棺中，而是用一口小棺材葬着？叶长安觉得左边棺材象征着地位，里面到底葬着什么？就连身份尊贵的死神也只能被左边巨棺俯瞰。2位，右边棺材有99道符文，若谁解的最多，他就可以出去了。仁雄耐着性子对着司徒落雨以及叶长安开口。司徒落雨绝望中看到希望，符文这种神秘东西他可是最在行了，8岁就开始研究符文，他对自己信心100倍，这次自己赢定了。而最终留下来被人熊吞噬的人绝对不是自己。叶长安，这回你输定了。司徒落雨阴冷地注视着叶长安。叶长安冷冷看了一眼司徒落雨，眉峰轻轻抖动，皱着眉头。叶长安可没有学过符文，更不要说破解之话，他连看都看不懂，自己来自蓝星世界，不善于研究这类鬼画符。鬼画符，叶长安瞬间盯着棺材之上的符文，随即心中狂喜。叶长安嘴角上扬，目光瞥了一眼巨棺之上呼呼大睡的小青龙。之前小青龙没有孵化时还是一枚完整的神兽蛋，那时候的叶长安就发现蛋壳上面符文与这棺材上符文相似，莫非有什么关联吗？叶长安将小青龙唤醒，让小青龙辨认一下。小青龙看了半天，龙爪指着棺材符文，嘴里咿咿呀呀，不知道说些什么，完全听不懂。2位，请开始吧。1刻钟没有解开一个符文，我就吃掉现场1个人，请珍惜你们时间。仁雄狰狞一笑，笑容有些让人不寒而栗。周围修士闻言瞬间冷汗直流，他们命运在这一刻竟然被一头魔熊掌控，而解救者就是叶长安与司徒落雨。虽然他们都觉得解开这神秘符文100%不可能，不管您是不是顶级符文师，这可是上古神秘符文，眼前2人能够解开吗？司徒落雨轻蔑一笑，立马盘膝坐在棺材旁边开始参悟。叶长安咬了咬牙，也跟着盘膝而坐。他们一左一右，目光扫视棺材上的神秘符文。小青龙站在叶长安肩膀上，爪子指向棺材其中一个符文，嘴里仍在咿咿呀呀。叶长安眉头紧锁，小青龙似乎知道怎么解开符文，但是他说的龙语自己也听不懂，这可是好。就在叶长安愁眉苦脸时候，随即脑子就想到系统面板，
叶长安打开系统面板，点击护宗神兽蛋，查看一下里面详细介绍。叶长安瞬间兴奋，面板中介绍道：若想与神兽交流，将自己血液滴入他的天灵盖，您就能正常与他沟通了。叶长安回过神，咬破食指，一滴血液没入小青龙脑袋上。小青龙眨巴眼睛看着叶长安，有些茫然。当听到小青龙心声时，叶长安嘴角微微一笑。叶长安明白小青龙意思，眼神紧紧盯着第一个符文，心神沉入，仔细端详。施法者必定在符文中设定破局，只要找出这个破绽，就会解开符文。叶长安全神贯注，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周围的气氛愈发紧张，仁雄已经开始不耐烦。小青龙在叶长安耳边叽叽喳喳，不断给出提示。而司徒落雨那边，额头已布满汗珠，显然进展并不顺利。就在时间快到1刻钟，仁雄准备吃人时候，叶长安突然眼睛一亮，他发现了符文一处极细微的扭曲，那很可能就是破局点。叶长安深吸一口气，手指轻轻点在那处，符文瞬间光芒闪烁，紧接着符文开始缓缓消散，周围响起一片惊呼声。仁雄也瞪大了眼睛，有些不敢置信。干得不错，还有其他符文，继续。仁雄舔了舔嘴唇，似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吃掉棺材中的东西了。叶长安擦了擦额头的汗，又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个符文。小青龙也更加卖力地提供线索，他知道接下来的每一刻都至关重要，容不得丝毫懈怠。赵清雅、陆轩都是兴奋地看向叶长安，觉得自己这个师弟太厉害了，竟然能够破解上古符文。周围修士纷纷松了口气，幸亏有人真能解开符文，不然他们就要被人熊无情吞噬。叶长安盯着第二个符文，小青龙爪子来回比划。叶长安惊讶，每个符文都不一样，都需要认真参悟。叶长安全神贯注研究第二个符文时，司徒落雨突然站了起来，眼神阴狠。他见叶长安进展顺利，心生嫉妒，竟趁叶长安不备，暗中施展法术干扰。小青龙察觉到异样，愤怒地朝司徒落雨发出吼声。叶长安被这一干扰，思路瞬间中断，符文光芒闪烁不定，似要重新凝聚。仁雄见状，脸色瞬间狰狞，他冷冷开口：看来有人要坏了规矩，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仁雄大手一抓，直接将一名修士吞入腹中。四周修士惊恐万分，他们都恶狠狠地盯着司徒落雨，此人这是在害他们。司徒落雨，老子做鬼也不放过你！随着那些弟子开口，仁雄直接一口一个，无情将他们放入嘴中咀嚼。就在仁雄准备再次动手时，叶长安稳住心神，安抚好小青龙。他重新审视符文，结合小青龙的提示，发现司徒落雨的干扰反而让符文出现了新的破绽。叶长安果断出手，再次点中关键之处，第二个符文也随之消散，周围再次爆发出惊叹声。司徒落雨脸色煞白，不敢再轻举妄动。叶长安没有理会他，目光坚定地看向剩下的符文。小青龙也抖擞精神，准备继续协助他解开这上古符文之谜。仁雄停止吃人，目光再次落在叶长安身上，有些意外的同时，但更加期待。叶长安闭上双眼，集中精力，与小青龙紧密配合，开始攻克第三个符文。然而，这符文仿佛有灵性一般，无论他们如何尝试，都难以找到破局点。时间一点点流逝，仁雄的耐心也快到极限，他的咆哮声震得众人耳膜生疼。众人浑身颤抖，半刻钟时间到了，第三个符文还未解开，仁雄又要吃人了。小青龙突然发出一声尖锐的长鸣，他的身体闪耀起奇异的光芒，与棺材上的符文产生了共鸣。叶长安心中一动，顺着这共鸣的指引，找到了符文的关键所在。他毫不犹豫地出手，符文瞬间破碎。仁雄眼中闪过一丝贪婪，催促他们继续。接下来的符文一个比一个难，叶长安和小青龙也越来越吃力，但每解开一个符文，他们都离真相更进一步。终于只剩下最后一个符文了，这个符文散发着强大的气息，仿佛隐藏着巨大的秘密。叶长安深吸一口气，与小青龙对视一眼，准备迎接最后的挑战。司徒落雨则是脸色阴沉，他到现在就解开18个符文，远远落后叶长安太多，不能让叶长安解开最后一个符文，不然自己终将被人熊吞噬。司徒落雨抬手直接朝着叶长安拍去，完全不考虑人熊会不会对他发起攻击。小青龙猛地喷出一道龙息，将司徒落雨震退。叶长安不为所动，全身心投入到最后一个符文上，他感觉这个符文像是一个巨大的迷宫，每一个线条都相互纠缠。小青龙也不断用龙语传递着自己的感知。突然，符文上的线条开始自行变化，仿佛在考验他们。叶长安灵机一动，结合之前解开符文的经验，找到了变化的规律。他双手快速结印，一道光芒射向符文，符文剧烈颤抖，光芒大盛。就在众人以为要失败时，符文缓缓消散。仁雄兴奋地咆哮起来，冲向棺材。就在魔熊打开棺材的瞬间，一道强大的力量将他震飞，一个神秘身影缓缓浮现，竟是一具灵魂体。四周修士包括赵清雅、
陆轩、司徒洛雨以及最震惊的叶长安。他们不是看到灵魂体有多恐怖，有多吓人，相反，这具灵魂体长得英俊，没有一点邪性，更没有死神的威严面容。你们两个为什么长得一模一样？司徒洛雨犹如见鬼，目光在死神灵魂体容貌上停留，随即看向一旁发呆的叶长安。叶长安更加懵逼，这死神为什么长得与他一模一样？完全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吼被震飞出去的人熊此刻咆哮一声，瞬间冲向死神。无论如何，今日必须吃了这尊死神，不然他就白等这么多年了。死神灵魂体轻轻抬手，一道幽光闪过，人熊便被定在了原地，动弹不得。死神眼中满是不屑，仿佛在看待一只蝼蚁。人熊疯狂挣扎，发出愤怒的吼声，却无济于事。叶长安看着这一幕，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力量，他感觉自己与这死神灵魂体之间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就在这时，死神灵魂体看向叶长安，缓缓开口：“叶帝。”死神声音空灵而悠远，似乎在追忆着什么。众人皆惊，目光齐刷刷地看向叶长安。叶长安瞪大双眼，不敢置信：“叶帝。”叶长安一脸茫然，目光疑惑地注视着死神。死神看向叶长安，只是露出久违的笑容，转而盯着一旁巨大棺材，半天不语。叶长安更加茫然，随即开口：“前辈，晚辈冒昧问一下，您为何与我长得一模一样？而且为何称呼我为叶帝？”众人也都好奇，纷纷将目光注视着死神。死神身体抖了一下，随即看向大黑棺材，淡淡开口：“答案就在这黑棺中。”众人震惊。叶长安一头雾水，目光注视着巨棺，心中充满疑惑。这巨棺虽然只有9道符文，但是这9道符文不一般，需要完成9件事，真相才能被揭晓。死神看着叶长安，郑重道：“前辈，你就不能直接告诉我？”叶长安无语，死神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称呼自己为叶帝，又不告诉这到底怎么回事。天机不可显露。死神面容严肃，随即声音低沉开口：“3年后，天下即将大乱，你最好早点打开黑棺，不然……”天下大乱。叶长安微微惊讶，随即开口：“不然什么？不然你小命不保。”死神话语有些严厉，似乎不像是在开玩笑。叶长安愣住，半晌之后才缓缓开口：“前辈，需要做哪9件事？”叶长安可不想死，他要解开关中秘密。死神不像是在骗他，叶长安的第6感能感觉出3年后会有一场世界末日降临，自己要提前准备，迎接未知的危险。死神尽管面无表情，但他的气场依旧强大，使人不寒而栗。转瞬看向叶长安开口：“你将巨棺带上，一旦有任务了，棺材的符文就会提示你。”叶长安无奈一笑，咬了咬牙，为了活着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将棺材带在身上，或许能够解开前世未知秘密呢。叶长安盯着巨棺，扫视一眼神秘的9道符文，然后将储物袋把棺材收入储物空间中。“前辈，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叶长安面对困境，脸色没有一丝慌乱，依旧保持淡定神情。“你们可以离开了。”死神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如同一面镜子，反射出世间万物。哈哈哈，本圣子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司徒洛雨仰天大笑，之前求生欲望特别强烈，现在终于可以活着离开了。叶长安眼睛一眯，冰冷寒意覆盖周围，杀机汹涌，现场气氛紧绷。叶长安将斩魔剑取出，这把斩魔剑乃是系统所赐，到现在还没有使用过，不知威力如何，先拿司徒洛雨试水。叶长安，你要干嘛？司徒洛雨看着叶长安持剑朝着自己而来，瞬间脸色阴沉道：“我要干嘛？”叶长安冷笑一声，开口：“当然是斩杀你了。”司徒洛雨脸色苍白，因为他之前就感受到叶长安的境界已经是筑基，自己只不过是炼气大圆满，现如今可不是叶长安对手。就在叶长安即将挥剑斩向司徒洛雨时，死神灵魂体突然开口道：“现在不是解决私人恩怨的时候，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叶长安深吸一口气，缓缓收回了剑，目光仍冷冷地盯着司徒洛雨。既然前辈已经发话了，自己就不当前背面杀人，等出去再收拾司徒洛雨。司徒洛雨如获大赦，脸色却依旧难看，他强装镇定道：“算你今天放过我，咱们后会有期。”说完便匆匆离去。叶长安看向死神，死神点了点头：“接下来你先去提升实力，当第1道符文亮起，便是任务降临之时。”叶长安握紧拳头，眼神坚定：“前辈放心，我定会解开这黑棺之谜，应对即将到来的末日。”随后叶长安一剑劈开师娘师尊牢笼，带着赵清雅和陆轩小青龙离开了此地。赵清雅、陆轩两人瞬间感到庆幸，自己竟然没有被祭天，这就是好事，重获新生的感觉就是好，终于没有压抑的活着了。马尔山，极道神宗。叶长安带领着几人进入宗门，第一时间乞丐就激动的流着泪，因为这次意外，全部人都被深渊中恐怖魔熊控制。皇上、太子、苍兰学院院长、
还有几个人逃出之后，消息瞬间传遍圣武皇朝，乞丐以为再也见不到小哥人了，没想到小哥几人都活得好好的，而且还救回自己师尊师娘。乞丐抹了一把眼泪，随即看向一旁叶长安师娘，乞丐犹犹豫豫，不知该不该告诉他。乞丐心中纠结，若是说出来，怕他受不了打击，变成冲动的魔鬼，那自己岂不是要自责？叶长安察觉到乞丐异样，然后开口：陶迪，您有事瞒着我们。陶迪看向叶长安，憋了半天，最终还是选择说出口：小哥，我接下来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们，几位要做好心理准备。叶长安闻言，感觉乞丐不像是开玩笑，于是皱着眉头在一旁听着。小哥，自从你们被卷入深渊，苍蓝学院就派人覆灭了蜀山学院。乞丐眼神偷瞄了一眼苏荣，只见苏荣瞬间脸色惨白，激动地站起身，抓住乞丐道：你说什么？乞丐浑身哆嗦一下，原因八重天的修士太恐怖，被苏荣吓得后背直冒冷汗，双脚一软瘫坐在地。叶长安脸色愈加苍白，眉间的郁色更重。赵清雅、陆轩他们浑身颤抖，似乎不敢置信自己从小生长的地方竟然被……陆轩哇哇大哭，赵清雅花容失色，他们都在悲伤自己学院死去的弟子，还有他们的伙伴。苏荣咬牙切齿，随即转身离开，朝着蜀山学院方向飞去。叶长安几人见状，也都紧跟其后，虽然不能飞，但是不一会儿就出现在蜀山学院。叶长安盯着曾经生长的地方，如今已成一片废墟，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空气中有股焦炭味，还有浓重的血腥味。苏荣、赵清雅、陆轩三女在这惨绝人寰的景象中哭泣，仿佛连天地都为这悲惨一幕落泪。叶长安感受着暴雨吹打在自己脸上，他心中的怒火如火山般喷发，拳头紧握，指甲深深陷入掌心。苍蓝学院，叶长安一拳猛然打在废墟上，直接将地面深深打出一个巨坑。师娘，你要去哪里？这时候陆轩抹了一把眼泪，看向准备离开的苏荣问道：去报仇。苏荣红了眼，浑身杀气腾腾。叶长安见状立马制止，但苏荣已经消失原地，前往苍蓝学院。叶长安暗道不好，师娘怎会这般冲动？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吗？苍蓝学院随便一个长老出手，师娘都必死。您俩先回极道神宗，我去拦住师娘。叶长安甩下一句话，立马朝着苏荣追去。赵清雅非常冷静，拉着陆轩返回帽山。他知道如今自己修为太低，若是去苍蓝学院只会白白牺牲。苍蓝学院两座巨山中间，巍峨的建筑高高耸立，学院宏伟壮观，云雾缭绕间散发着神秘气息，令人心生敬畏。苏荣出现在苍蓝学院外门，守门弟子见状出声呵斥：什么人敢！噗！守门弟子话音还未落，直接脑袋搬家。苏荣脸色冰冷，转身冲入外门。您是谁？为何出现在我们苍蓝学院？一些外门弟子纷纷打量起杀气腾腾的苏荣，但就在瞬间，苏荣长剑挥斩，一些炼气期弟子瞬间当场死亡。叶长安突然出现，他看向师娘，疯狂虐杀苍蓝学院弟子，自己也是拔出斩魔剑，立马斩向不远处的炼气8、9重天修士们。两人在苍蓝学院随意厮杀，最终外门长老察觉不对，立马出现在苏荣身旁。苍蓝学院外门长老实力也不高，在元婴1重天，但是直接被苏荣一招秒杀。叶长安知道他们俩要赶紧离开，此次就是要让苍蓝学院付出一点小代价，不能恋战。一旦消息传入内门，那些恐怖的长老就会瞬间拿捏他俩。师娘，快走！叶长安见外门弟子们此刻已经敲响警钟，苏荣不甘心，一剑斩杀好几十个外门弟子。叶长安也挥剑将阻拦的弟子杀尽，最后搂着师娘冲出苍蓝学院。别让他们逃了，快追！苍蓝学院外门弟子咬牙切齿，但都没有追上去，因为他们实力弱，追上去就是送死。他们才不傻，现在只能等着内门长老出现，他们才敢有信心追。是谁胆挑衅我苍蓝学院？这时候，一个头发花白、面容褶皱、身穿麻衣的佝偻老者瞬间出现在外门。大长老，我们外门遭遇袭击，已经有50名弟子身死，还请长老为我们报仇。苍蓝学院外门弟子纷纷抱拳祈求道。头发花白老者名为杨如山，乃是苍蓝学院大长老，实力恐怖如斯，他一出山必定就是血雨腥风。杨如山浑浊眸子扫视一眼现场，脸色有些难看，竟然死了这么多弟子。杨如山冷哼一声，随即使用大神通追查逃跑之人气息，半晌之后，他皱着的老脸微微不可置信，逃跑之人气息竟然被强行中断，无法捕捉。杨如山皱着眉，强大神识展开，瞬间朝着千百米搜捕而去。叶长安带着情绪低落的苏荣出现在帽山，进入极道神宗。陆轩、赵清雅见状围了上来，一脸担忧的两人随即松了口气。极道神宗大殿内气氛有些压抑，众人都不说话，似乎都在为蜀山学院白白牺牲的弟子感到伤心。
叶长安看了一眼众人，随即走出大殿，出现在后山。如今只有加强赚钱，等有钱自己宗门实力提升，就能招收弟子，组建真正的势力。极道神宗早晚会暴露，最好在暴露前震撼一下世人。炼制好几炉丹药，叶长安下山，出现在自己仙丹坊。仙丹坊的负责人乃是阳春面老板，此人名为刘大柱，身材微胖，长得有些憨厚，给人一种老实模样。大柱，最近丹药卖得怎么样了？叶长安走进店铺，刘大柱连忙笑着迎上来：叶老板，丹药卖得可好了，好多客人都指明要咱们仙丹坊的丹药，说效果比别家的都好。说着，他从柜台下拿出一本账本，递给叶长安：您看看，这是最近的账目。叶长安接过账本，粗略翻了翻，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每一笔交易，收入颇为可观。他满意的点点头，正准备再问些什么，突然外面一声高喊，瞬间叶长安眉头一皱。叶长安纳闷，南宫太子这要巧的。叶长安走出仙丹坊，盯着龙辇车，只见南宫飞扬掀开帘布，走下龙辇。叶兄，父皇听闻您活着走出深渊，十分欣慰，特意大摆宴席邀请您参与。南宫飞扬面色淡然，一字一句。叶长安眉间微微蹙起，露出思索之色。他总感觉老皇帝没安好心，肯定是为了小青龙，之前还让自己交出小青。南宫太子，叶某人最近繁忙，挪不开时间，实在不好意思。叶长安皮笑肉不笑。南宫太子有些不可置信，叶长安好大胆子，竟然连自己父皇都敢拒绝，难道他是要造反不成？叶兄，您这是要抗旨吗？南宫飞扬脸色一沉，仅存的一丝伪装也暴露。叶长安淡然一笑，随即开口：南宫太子，您有没有将皇上圣旨带来？我抗的什么旨？南宫飞扬脸色慢慢变化，最终阴冷道：叶兄，您别不识抬举，今晚您若不来，自会有人亲自请您，到时候不只是简单的请了。叶长安冷笑一声，随即开口：无所谓，尽管来。南宫飞扬正要发飙，瞬间冷静一下，然后看向叶长安开口：父皇说了，把您的神龙也带上，不然。南宫飞扬大袖一甩，转身上了龙辇车。叶长安嘴角上扬，岂不知道皇上意思让自己交出小青？可是叶长安会将小青交出去吗？答案是不可能。叶长安走进店铺，将自己炼制的几炉丹药分类摆放，刘大柱也一起帮忙。店里面客人还算可以，来来往往的。这时小青龙从叶长安储物袋探出脑袋，不满的哇哇叫，似乎刚刚他也听到南宫飞扬对话。叶长安摸了摸小青的头，说道：放心，没人谁能够从我身边把你夺走。叶长安说完，小青龙继续探入储物袋，他在里面棺材上呼呼大睡。叶长安只是让他盯着符文，若是第一个符文亮起，赶紧通知自己。夜幕降临，店铺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一群身着铁骑战甲的高手将店铺团团围住，为首之人正是铁骑战甲高手统领。他冷冷地说：叶长安，皇上有旨，命你立刻带着神龙随我们进宫。叶长安神色镇定，双手抱臂道：没有圣旨，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统领冷笑一声：敬酒不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说罢便带着众人冲了上来。叶长安眼神一凛，施展起法术，与铁骑们战作一团。小青冲出叶长安储物袋，他也不甘示弱，喷出一口龙息，将周围的铁骑战甲士兵逼退。一时间店铺外火光四溅，战斗异常激烈。最后战甲士兵惨败，统领被叶长安重伤，全都纷纷逃离。叶长安将店铺丹药全部收起来，拿了一点零食给刘大柱。叶长安知道，既然与皇室撕破脸皮，接下来肯定会遭遇皇室报复，还是先让刘大柱躲避一段时间。皇上可是残暴不仁的君王，叶长安如果真的去赴宴，那么小青龙即将被皇室控制，而自己也有可能被囚禁。深渊之地，自己可是当众违抗皇上，让他一个95至尊颜面扫地的人，就他那报复心极强的性格，岂能不知他意图？叶长安锁上店铺门，闪身回到帽山，他将此事说了出来。苏柔面色一正，赵清雅眉头紧蹙，陆轩则是不服，皇上凭什么要以势压人？别人东西竟然想占为己有，真以为自己乃是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乞丐双眼微眯，他是最清楚，一旦得罪皇室，不管躲在哪里都会找到，除非……叶长安眉头凝成一个川字，他出现在宗门外，盯着不远处，然后开口：皇室好手段，竟然这么快就找到自己宗门了。只见小路那头，一群战甲士兵踏马而来，为首之人正是南宫飞扬。南宫飞扬冲到叶长安面前，停下战马，然后目光打量一下极道神宗，瞬间惊疑不定。叶兄，没想到您竟然躲在这里。南宫飞扬勾唇一笑，躲。叶长安嗤笑一声，开口：这是我的地盘，我为什么要躲？你自己建立的宗门？南宫飞扬有些意外，不可置信，竟然有人私自建立宗门，他竟然不知，若是被父皇知道，非得挨骂。
谁允许您在这里建立宗门了？您可知这可是死罪，为何不上报皇室？太子一字一句盯着叶长安。叶长安只是笑了笑，皇室真是管得宽，老太太过马路为何不去管一下呢？南宫飞扬瞬间变得阴沉，既然这样，他就管不着了，先把叶长安抓回皇室，待父皇责罚。至于这个私自建立的宗门，以后可以发展自己皇家分势力，先占为己有再说。只要把叶长安交于父皇，绝对就是死路一条，那这个地盘就归自己了。叶长安盯着南宫飞扬，终于露出他的丑陋一面了。南宫太子一举一动，每个表情都被叶长安看在眼里，藏不住了。南宫飞扬大手一挥，身后的战甲士兵立刻将叶长安等人团团围住。叶长安，你今日若是乖乖跟我走，我还能在父皇面前为你美言几句，否则休怪我无情。他冷冷说道。叶长安冷笑，南宫飞扬，你少在这里假惺惺，我是不会跟你走的，这极道神宗也轮不到你染指。说罢，他周身灵力涌动，小青也从他身后飞出，龙威四溢。苏荣、赵清雅等人也纷纷站到叶长安身旁，各自摆出战斗姿态。尔等这是要违抗皇室，莫非想造反吗？南宫飞扬盯着苏荣，他知道苏荣实力，自己这次可是没有带强者跟随，若是苏荣参与战争，抓捕叶长安就有些不顺利了，所以只能用权势压人。南宫太子，皇室若是逼人太甚，可别怪我们造反。苏荣冷冷开口。对，皇室若要将我等逼上绝路，我们就反了。陆轩仰着脑袋认真道。叶长安见状，看向一旁脸色铁青的南宫飞扬，开口。南宫太子，这就是民众心声，可别把事情做绝了。南宫飞扬咬了咬牙，大手一挥，所有战甲士兵纷纷抓向叶长安等人。叶长安斩魔剑瞬间出现手中，反手挥斩，直接将冲向自己的战甲士兵拦腰斩断。赵清雅冲入战甲士兵，陆轩、乞丐也都加入战斗。战斗愈发激烈，这些战甲士兵只不过都是炼气境界，经不住叶长安大杀招。不一会儿后，南宫飞扬所带来的战甲士兵全部殒命当场。南宫太子脸色无比难看，转身准备逃离时，却被苏荣一拳打得吐血倒飞出去。南宫飞扬擦了擦嘴角鲜血，牙关紧咬。苏荣眸子杀意更加浓郁，一拳出惊天地，势必一击斩杀南宫太子。南宫飞扬眸子怨恨地盯着叶长安几人，随后捏爆手中特殊玉牌。苏荣一拳打空，瞬间眉头紧蹙，南宫太子竟然有保命手段，逃离了。叶长安早有预料，堂堂一名皇室太子，不可能没有保命法宝。该死，竟然与皇室作对，找死！南宫太子狼狈回到皇室大殿，正在享受几位美人投喂的皇上，此刻看到自己儿子出现，立马招了招手，几位美人纷纷退下。父皇，儿臣没能抓住叶长安。南宫飞扬沉着脸，皇儿，您没有带兵前去？主位皇上有些眉头，面色有些阴冷道，带了，可都被斩首当场。南宫飞扬声音有些颤抖，怕被父皇责骂。什么？皇上立马大怒，竟然有人敢违抗自己命令，挑衅皇室权威。皇儿，本皇命令你带领皇室化神高手缉拿叶长安，他身边人都要抓捕归案。皇上瞬间面目狰狞，怒气冲天。南宫飞扬领命后不敢有丝毫耽搁，迅速召集皇室的化神高手。这些高手个个神情冷峻，身上散发着强大的气息，他们跟随南宫飞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马尔山，极道神宗。南宫太子带领10名高手，他们出现在极道神宗。叶长安，出来受死！这时候，战甲士兵统领率先大喊一声。半晌之后，极道神宗大门紧闭，里面没有一点回应。叶长安，快快出来领死！战甲士兵统领眉头紧蹙，极道神宗内仍然没有回应，寂静如生，安静如狗。众人都察觉到不对劲，纷纷冲入大门，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人去茶凉，竟然逃了。南宫飞扬脸色更加阴沉，一拳打在旁边桌子上，给我找，掘地3尺也要给本太子挖出来。10几名高手领命，纷纷冲出，朝着4追捕而去，立刻封闭城门，不要放过任何一只苍蝇。南宫太子盯着战甲士兵统领，冷冷道。战甲士兵统领感受到太子冰冷眼神，浑身哆嗦一下，瞬间领命。叶长安，不管你逃到哪里，本太子都会把你揪出来的。南宫飞扬仰天咆哮，彻底露出凶恶一面。翌日，烈日当空，照耀着叶长安6人，他们连夜跑路，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叶长安环视四周，众人都不知这是什么地方，有山又有水。叶长安感觉这一晚上自己逃了好几万里路，这下终于放心，皇室绝对不会找到自己了。可恶，等小爷实力大成，定将把皇室推翻。叶长安眸子冰冷，杀意涌现。就当叶长安愤怒时刻，系统声音出现在叶长安脑海中：宿主，前面发现您的未来徒弟正在被人绑架，
请宿主前去搭救。成功收徒后，宿主将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叶长安愣了一会儿，收徒，抽奖。咽了咽口水，叶长安抱着好奇，不知系统抽奖的东西是啥，很期待。救命啊！正当叶长安思索之际，一声求救声传遍四周。叶长安顿住脚步，苏荣、赵清雅、陆轩也都停了下来。乞丐有些好奇，随即开口：“小哥，前面有求救声。”我们乞丐询问的，等着叶长安开口。叶长安环视众人，随即开口：“过去瞧瞧，大家都小心点。”几人点头，苏荣则是搀扶着精神不正常的唐元，紧跟其后。叶长安走到一个小山坡，朝下方一瞧，只见4名魁梧大汉，此刻正在绑架一个妙龄少女。千妹，别反抗，老老实实做绳子玩物不好吗？几名大汉将妙龄少女捆绑，准备掳走时候，一道声音响彻云霄：“几位，光天化日，有些不妥吧？”这时候，叶长安出现在几名大汉跟前，沉声开口。几名大汉见状，眼眸微眯：“你是谁？少管闲事，赶紧滚蛋！”叶长安眼神冰冷，斩魔剑出现手中，瞬间斩掉一名大汉首级，其余3人瞬间慌了神。“小子，您可知我们是谁？”第2个大汉立马搬出身份，叶长安才不想知道，直接拦腰斩断当场。“囚龙族可是您惹不起的！”第3名大汉怒吼，同样也被叶长安无情斩杀。第4名大汉颤抖着身体，哽咽开口：“你敢跟古达尔神子作对，没有好下场的。”叶长安喃喃自语：“囚龙族是个什么东西？”古达尔。叶长安眼神一冷，挥剑断头，手起刀落，快准狠！叶长安盯着被堵住小嘴、麻绳捆绑的妙龄少女，乞丐上前解绑：“您叫什么名字？”叶长安开口问道。妙龄少女眨巴美眸，有些可爱的开口：“恩人，我叫千妹。”千妹叶长安喃喃自语，随即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恩人，你们是人类？”千妹围着叶长安打量，用鼻子嗅了嗅道。叶长安眉头微皱，千妹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他不是人？难道这里不是人类地盘？恩人，我们这里是妖界。千妹露出甜甜笑容。妖界众人异口同声，不可置信，怎么逃到妖界了？叶长安深吸一口气，看着千妹道：“你是妖精？”千妹眸子清澈，宛若一汪泉水。她开口：“我是一只狐狸。”说着，千妹脑袋上露出2个毛茸茸的小耳朵。众人闻言纷纷后退，叶长安则是原地不动，打量着千妹。她一袭绿衣长裙，红色发丝如血凝玉，白皙的脸庞不加掩饰的娇媚，是个现实版的小萝莉。叶长安感受到千妹境界，炼气大圆满，也不高，当自己徒弟勉勉强强。“千妹，可否做我徒弟？”叶长安出声道。赵清雅、陆轩几人都傻眼了，叶长安要收妖族狐狸为徒。千妹美眸一眨一眨，嘟着小嘴道：“恩人，做您徒弟有糖葫芦吃吗？”叶长安微微一愣，随即哈哈大笑：“有，管够！”千妹眨巴美瞳，兴奋地跪在叶长安跟前：“师尊在上，请受小徒一拜。”好，叶长安温柔似水，扶起千妹。千妹喜笑颜开，犹如活泼可爱的女孩。“师尊，跟我回万妖城，我带您去我们青丘族。”叶长安看向众人，然后开口：“好，正好我们也没有落脚之地。”千妹看了一眼陆轩，眨巴美瞳，友好一笑。几人跟着千妹前往万妖城。恭喜宿主收徒成功，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叶长安脑海中一道系统声音响彻，叶长安兴奋，随即打开系统面板，点击抽奖一栏，画面跳转抽奖页面，右上角显示一次抽奖机会。叶长安盯着抽奖大转盘，内心一阵狂跳。叶长安内心狂跳的同时，也是一阵无语。大转盘上全都是谢谢参与，唯独只有一个奖励，中奖率1%。貌似抽中那1%很难。叶长安点击查看这个1%的奖励到底是啥？凭啥这么难？混沌龙翼源自混沌初开时的古老龙族，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其翼形庞大无比，覆盖着坚硬龙鳞，振翅间能引发雷霆万钧之势。优势：混沌龙翼可以幻化龙刃杀敌，当它挥舞翅膀时，瞬杀一切阻碍。飞行速度快，瞬息千里之外，也是个逃命的宝物。叶长安心中震撼不已，感觉这个混沌龙翼好厉害，但是就怕自己抽不到1/1000，的确有点渺茫。叶长安想了想，还是找个地方稳定下来再抽，不然一旦抽不中，心脏就会受不了的。而且只有一次机会，要好好把握住万妖城。千妹带领着叶长安几人进入城内，这城里面都是各种妖族汇聚，做生意的、卖艺的，还有卖自家闺女的，也只有妖族才能这么做。叶长安偶尔还遇到少部分人类，他们成群结队购买妖族闺女回去赡养。叶长安买了几串糖葫芦，递给千妹、陆轩。乞丐东张西望，似乎接到美妞勾人眼球。
直接把乞丐迷得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了。叶长安拍了一下乞丐肩膀，瞬间翻了个白眼，这些都是狐狸幻化的美人，可别当真。乞丐这才收起心思，紧跟叶长安身后，寸步不离。万妖城可是最繁华的地区，人山人海，容易走丢的。千妹穿过城镇，最终出现在青丘山下。叶长安仰头视线，扫视一眼巍峨高山，青丘山形似熟睡的狐狸幻化而成，中间坐落着青丘族领地。师尊，这就是我的家，里面有许多我的族人。千妹拉着叶长安出现在青丘族内。叶长安几人出现瞬间，青丘族内许多狐狸立马幻化绝美女子，她们舔舔香舌，全都盯着叶长安，目光都不眨一下。人类，纯阳之气，好英俊的少年，我要吃了他。叶长安翻了个白眼，这些狐妖这么饥渴，小爷刚来就要吃我，好歹让小爷洗个澡先，一路出汗，身体都发臭了。各位姐姐，这是我师尊，是他解救了我。千妹将今日所发生事情与现场许多狐狸说了一遍，绝美狐狸气愤的同时感谢地看向叶长安，但是他们都疑惑，眼前人类只不过是筑基2重天，族中大能强者这么多，千妹为何要拜一个人类为师？千妹，这时候一个容颜绝美、睫毛修长、满脸高冷的长裙飘逸的少女出现在千妹身后。千妹转头，瞬间激动道：姐姐，您出关了！神女，您突破金丹了！狐狸幻化的美人们一个个围了上来，一脸期待。神女环视四周，摇了摇头，出了一点小意外，金丹瓶紧迫不开。闻言，狐美人们露出失望，囚龙族神子都已经破金丹了，咱们青丘族神女还被困在筑基大圆满境界，看来又要被囚龙族碾压一筹了。叶长安打量视线中的冰山美人，感觉她身上散发着一股寒冷气息，让人不敢靠近。冰山美人瞥了一眼叶长安，然后盯着千妹道：小妹，您怎么把人类带进我族内了？千妹蹙着眉，将囚龙族神子绑架自己，后来被叶长安拯救的事情给冰山美人讲了一遍。冰山美人脸色微微变化，但随即正眼看向叶长安，眸子中还是那么冷淡，并没有一丝丝情绪，似乎只有千妹才能影响她情绪，不过也只是略微一点变化。叶长安同样注视着冰山美人，心中暗道：青丘族神女这么高冷的吗？叶长安清楚，这类高冷美人很难降服她，除非钻入她心扉，她就会对你柔情似水，不会再对你冷漠了。姐姐，我还要你带领师尊去见族长，先走了哈。千妹拉着叶长安往族长大殿去。冰山美人面无表情，冷若冰霜地盯着叶长安几人离开方向。纯阳混沌体同一时间，青丘族境地，一双恐怖的美瞳猛然睁开，她浑身散发着强大气息，似乎几百年没有出关，刚站起身时，浑身骨头咯咯作响。另外一边，千妹带领着叶长安进入族长大殿，主位端坐的美妇似乎在修炼，一会儿变化本体，一会儿又转化为绝美少妇。叶长安几人虽说不怕是假的，毕竟这种事也很少见，今日就见到2次，很惊吓。千妹赶忙恭敬道：族长，这就是救了我的叶长安师尊。美妇停止了变化，恢复成绝美少妇模样，她的目光落在叶长安身上，随即眼中满是震惊。纯阳混沌体的拥有者。美妇瞬间出现在叶长安跟前，鼻子嗅了嗅，纯阳之气进入美妇身体，瞬间勾起她沉静多年的欲望。族长千妹开口，瞬间美妇清醒过来，随即环顾众人，这才道：多谢这位公子从囚龙族手中解救我族人，本族深表感谢。叶长安几人抵达狐族，他们一举一动言行举止全都被美妇知道，因为他实力强，族内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敏锐的洞察力。叶长安正要开口，就察觉到空间一阵波动，紧接着一名犹如画中走出来的女子，此刻却出现在叶长安跟前。女子生得好看，倾国倾城也不为过，她一袭红衣轻纱长裙，高挺的峰峦尤为耀眼，长蛇般的细腰让人不自觉想搂抱。妖帝族长震惊，妖帝大人几百年都不出关，今日怎么突然出来？难道也是为了纯阳混沌体？小妖见过妖帝大人。族长立马恭恭敬敬，丝毫不敢怠慢。千妹见状愣了一会儿，随即跟着族长同样跪拜。叶长安大惊，妖族妖帝是不是修为通天、不老不死传说中的境界？赵清雅几人也都难以置信，狐族竟然还有传说中的妖帝，这可是传奇人物，抬手就能毁天灭地的存在。果然是纯阳混沌体，终于让我找到了。倾国倾城女子哈哈大笑，随即大手一抓，叶长安与其瞬间凭空消失。师兄陆轩见状，随即脸色大变。叶长安只觉一阵天旋地转，再回过神时，已身处一个神秘山洞，四周光芒闪烁，奇异的符文在洞中流转。倾国倾城的妖帝站在不远处，眼神炽热地盯着他。少年，你的纯阳混沌体对我大有用处。妖帝开口，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叶长安强装镇定，心中却在飞速思考对策。前辈，
不知您要这纯阳混沌体所为何事？叶长安冷笑一声，岂不知道这些女妖金缠自己身体，其实他也要提升修为。叶长安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妖帝激动，随即开口：我被困这境界多年，唯有你的纯阳混沌体可助我突破。说着便缓缓朝叶长安走来。叶长安淡定自若，目光直视峰峦，咽了咽口水，随即开口：助你突破也不是不可以，小爷可不是那种随意之人，要不咱俩做个交易？做交易？妖帝秀眉微蹙，开口：少年，我可是妖帝，你有资格与本帝谈条件吗？妖帝话音刚落，一股恐怖威压直逼而来，叶长安感觉喘息都有些困难。小爷若不想要，你也得不到我，妖帝最好考虑清楚。叶长安紧咬牙关。妖帝眉头微皱，随后收回威压，恢复平静，淡淡开口：少年，您要与本帝做什么交易？帮我杀人？叶长安脸色冷漠。杀人？妖帝有些好奇，随后问道：杀谁？叶长安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圣武皇朝皇室，包括苍兰学院。您这是要我帮您灭族？妖帝脸色有些变化道：算是吧。叶长安淡淡道：抱歉，这个交易本帝办不到。妖帝脸色冷淡：为什么？你可是妖帝，抬手的事情。叶长安有些意外，竟然被妖帝拒绝了。本帝一旦出手，上面就会找我麻烦。妖帝神色有些冷。上面？叶长安疑惑：您实力太低，接触不到，等将来您就明白了。妖帝面无表情道。叶长安恢复平静，他虽然想毁灭皇室苍兰学院，但是也不能无缘无故害了别人，还是将来自己亲自动手吧。叶长安相信这一天很快，自己只要努力提升修为，早晚一天回到圣武皇朝，推翻皇室那是迟早的事。妖族秘境马上就要开启，不如给你一个名额，这个交易如何？妖帝女子清冷道。妖族秘境？叶长安凝视着妖帝，随即开口：里面有什么？妖帝美眸轻眨，开口：里面乃是我青丘族曾经仙人开辟的世界，也是藏仙之地。仙人世界？藏仙之地？叶长安有些激动，若是能获得仙人一件宝物，出来那将一飞冲天也不是不可能。叶长安点头答应。妖帝嘴角勾起一抹微笑，注视着叶长安，犹如一头狼盯着温柔的小绵羊。叶长安环顾四周，洞内布置有些花里胡哨，石壁角落还摆放着一张绣床，夜明珠散发着五颜六色的光芒，照耀着昏暗洞府，煞是好看。妖帝咬了咬香唇，似乎已经做好准备。他玉手抚摸叶长安脸颊，停留在薄唇之上。叶长安猛咽一口唾沫，上下打量妖帝，视线落在倾国倾城精致俏脸上，他那性感红唇以及渴望的表情，瞬间点燃男人心中的欲火。叶长安薄唇吻在妖帝朱唇上，妖帝身体瞬间抽搐，随即闭眼享受这美好的感觉。叶长安挪开嘴唇，抱起娇羞的妖帝往绣床上一放，反手拉上帘布。另外一边，陆轩几人仍然在族长大殿，他们一脸着急的样子，但是被胡族族长安慰，带叶长安走的可是自己妖帝大人，不会伤害贵公子的。仍是这样，几女还是非常担忧，也只有苏荣明白自己徒儿可能在耕地。千妹拉着陆轩玉手，保证后，陆轩这才放心。千妹很喜欢陆轩这个好朋友，陆轩也同样如此，两人犹如话匣子，聊了几个时辰。画面转瞬，青丘族后山，妖帝闭关禁地，洞府内，两人穿戴整齐，坐在石桌旁边。妖帝脸颊潮红，开口：少年，你就是一头蛮牛，就不怕把地耕坏了？叶长安仍然回味无穷，笑了笑开口：耕坏了，修修补补还能将就用，没事。恭喜宿主与妖族女帝双修，境界4克金值1000，奖励普通5级大礼包1份。宿主叶长安，性别雄性，年龄20，境界筑基6重天，体质纯阳混沌体，氪金值1370，异火6丁神火，功法清源剑诀，武器斩魔剑，财富普通5级礼包。主任务开宗立派，副任务睡尽天下美人。叶长安欣喜若狂，筑基6重天与妖帝双修，自己竟然连续突破4级，果然实力越强对自己越有帮助。叶长安暗道，不愧是妖帝，而且氪金值还奖励1000，等一会儿将氪金值用在陆轩身上，看看有什么效果。叶长安盘算好，随后点开5级礼包查看。上古混沌中，上古时期东皇太一法宝乃是镇压天地、保持宇宙平衡的东西，且防御恐怖的神物。叶长安微微惊讶，防御型神物，不知能不能扛得住化神攻击。叶长安思索一会儿，随即查看礼包的第2奖励：万毒混元身，传说中毒王创造的功法，一般用在炼毒之人身上，有的修士研究诡异奇毒，尤其是苗疆万毒蛊虫，一旦被咬伤就必死无疑。
若是修炼这本万毒混元身，从此万毒不侵。叶长安张大嘴巴，这次系统奖励也太厉害了，竟然将这种不可能有的宝物奖励自己。叶长安瞬间爱死系统了。等有时间再修炼这本万毒混元身，上古混沌中随时在系统面板奖励中领取。叶长安回过神，发现妖族女帝盘膝不远处修炼，可能是双修打破她的瓶颈，冲击大境界中。叶长安再次打开系统面板，之前收徒系统奖励一次抽奖机会，但叶长安有点担心，因为整块大转盘全都是谢谢参与，只有一个中奖机会。混沌龙翼，叶长安渴望抽中这个，因为一旦拥有混沌龙翼，就可以在空中翱翔，日后也是他的逃命手段，瞬息千里。这速度恐怕也只有妖帝才能做到吧。而且混沌龙翼还可以幻化千万把龙刃杀敌，瞬杀一切阻碍，这种宝物堪称神物也不为过吧。叶长安深吸一口凉气，目光直视面板中大转盘，拜托千万不要谢谢参与。叶长安盯着1%的机会，闭着眼睛点击开始抽奖。叶长安双眼死死盯着转动的指针，面板出现指针停止时间，10、9、8、7、6、5。叶长安神情紧绷，心跳加速，这一刻莫名的有些口干舌燥。叶长安屏住呼吸，朱红色长袍在这一刻已经汗湿了。4、3，倒计时即将归零，而且指针马上停止。但是叶长安有点慌了，2秒时间，指针还能再转一圈吗？2、1、0。叶长安已经绝望了，时间结束，指针速度缓慢，准备停止，但还要经过一格谢谢参与才能指向奖励。叶长安盯着缓慢转动的指针，下一秒竟然停在奖励那一格，抽中了。叶长安不敢相信，犹如做梦，竟然真中了。叶长安激动的心颤抖着手，立马点击领取奖励。瞬间，叶长安感觉后背出现一双硕大翅膀，混沌龙翼闪耀着幽深的光芒。当他挥舞翅膀时，似有雷电缭绕，仿佛能撕裂虚空，震撼天地。叶长安走出洞府，轻轻一跃，掌控着混沌龙翼高空遨游，这就是飞的感觉。九霄云外，俯瞰下方，有一种满足感。前世虽然自己体验过翼装飞行、跳伞，但都没这般自如。小哥青丘族地，乞丐正与陆轩几人族内转悠，苍穹中飞来飞去的身影瞬间引起乞丐注视。真的是师兄？陆轩小脸盯着苍穹，张大嘴巴。赵清雅也都震惊，筑基修士能飞吗？答案是不能飞，金丹可御剑飞行，元婴才能踏空。师尊是屌人，你看他后背有一双翅膀。千妹也是惊骇，随即发现师尊后背的翅膀，也就释然了。我擦，小哥从哪里弄的翅膀？乞丐羡慕，随即低声细语，我也想弄一个。说着，乞丐就转身消失原地。不一会儿，乞丐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一对翅膀，貌似是妖兽的，他绑在后背洋洋得意。小哥，我也有翅膀了，等我这就展翅高飞。众人狐疑地盯着乞丐，只见他扇动双手，高空一跃，但没有飞多高，直接从空中跌落，摔了个狗吃屎。众人翻了个白眼，乞丐这是什么逻辑？这样能飞行，炼气修士岂不是挂满苍穹？叶长安降落青丘族地，看向陆轩几人，有些高兴。本次飞行特别舒服，一下子心胸宽广许多，果然见证那句话，见过大海的广阔，才会了解江湖的窄小。师兄，您怎么变屌人了？陆轩浓眉一挑，露出媚笑。叶长安身体一晃，混沌龙翼收起，随即白了一眼陆轩。若师兄是屌人，第一个就吃了你。叶长安捏了捏陆轩鼻子道。千妹眨巴眼睛，自家师尊有点宠爱陆轩，不行，自己也要被师尊宠爱。千妹萝莉音般开口，嘻嘻，师尊，徒儿也要被宠爱。叶长安顿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摸了摸千妹毛茸茸的小耳朵。陶迪呢？叶长安环视四周，发现少一个人，突然开口，小哥，我在你脚下。乞丐呜咽，声音有些微弱。叶长安闻言，低头向脚下一看，瞬间嘴角一抽，开口，我就说脚下为何那么柔软，原来是踩到你了。叶长安说着，直接将乞丐从小坑里面薅出来，刚好乞丐摔下来的时候，把地面砸了一个小坑，背部与地面齐平行。小哥，轻点，腿折了。乞丐哇哇大叫，随后一瘸一拐朝着族内医馆而去。千妹，不好了！这时候，几名青丘族女狐出现在千妹跟前。囚龙族神子找上门来了。什么？千妹脸色一变，僵硬原地。叶长安眉头微皱，囚龙族不就是绑架我徒儿的幕后凶手吗？神子手下被斩杀，指名道姓，让那人出去受死。几名女狐有些害怕，低着脑袋道。千妹看向自己师尊，随即开口，我去请族长。叶长安嘴角展颜一笑，开口，不用，徒儿受到屈辱，做师尊的应当替你出气。师尊，神子乃是金丹一重天妖孽天才。您千妹想说叶长安只有筑基修为，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叶长安摆了摆手，正好要检验一下自己战力，
如今有混沌龙翼辅助，若是真打不过，祭出上古混沌中，这可是防御神物，这一战叶长安绝对有信心。走，摆阵，擒拿囚龙族绳子。叶长安带领着众人全都冲到山脚下。叶长安扫视一眼平地10几个身着黑衣囚龙族，为首之人头长一对龙角，身形修长消瘦，面容有些狰狞，最显眼的就是他那张嘴，又红又肿，感觉与猴屁股有点像。吾乃囚龙族古达尔神子，这位兄台莫非就是斩杀我手下之人？古达尔凝视着叶长安，冷冷开口：吾乃江湖人称最后的斩龙者，您的手下能死在小爷手里，是他们应有的福报。叶长安嘴角闪过一抹冷笑，古达尔瞬间脸色阴沉，目光如钩，气势直逼叶长安。筑基6重天，蝼蚁一般存在，也敢斩龙？古达尔轻蔑一笑，冷眸微眯：蝼蚁怎么了？没见过蚂蚁吞象吗？叶长安不以为然，嗤笑一声，口气不小，不知等一会儿跪着求饶时候还能不能这么嘴硬？古达尔怒极反笑，浑身杀气腾腾：少废话，要战便战，小爷等着您下跪呢。叶长安瞬间展开混沌龙翼，斩魔剑出现在手中，叶长安高空一跃，随即冲向古达尔神子。古达尔盯着叶长安后背的硕大翅膀，脸色有些惊讶，随即手中出现一枚尖锐的方天画戟。狂妄小子，本神子今日就让你知道筑基与金丹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古达尔手中方天画戟猛然一挥，瞬间腾空而起。金丹修士长途飞行要必须御剑，如果是战斗的话，可短暂虚空穿插。叶长安速度极快，手中斩魔剑像是活的一般，在他掌心周身来回翻转，一招一式精妙无比，毫无破绽。古达尔方天画戟一抖，尖锐的一处刺向叶长安，如灵蛇快准狠，一击必杀。叶长安快速侧身躲过，长剑一挑，剑光急起，招招刺向古达尔神子。古达尔神子嘴角邪魅一笑，身形如风般移动，轻松躲过了剑气的攻击。叶长安靠着龙翼速度闪身，他嘴角轻笑，反手斩魔剑朝着古达尔后背刺入，剑如白蛇吐信，丝丝破风。古达尔不愧是金丹妖孽天才，反应极快，原地消失。叶长安一剑刺空，瞬间感觉后背一阵发凉，立马意识到危险。还没等叶长安反应，古达尔的方天画戟嗖的一声猛然刺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长安身上突然泛起一层神秘的光芒，上古混沌中自动浮现，将他牢牢护住。方天画戟狠狠刺在中体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却未能伤叶长安分毫。古达尔眼中闪过一丝惊讶，没想到此人竟然有超强防御宝物，但他很快又恢复了凶狠。他双手握住方天画戟，猛地一震，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击而来。叶长安虽有混沌中保护，却也被震得倒退几步。叶长安稳住身形，心中暗道：这金丹强者果然不好对付。他深吸一口气，混沌龙翼再次发力，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秒，他出现在古达尔身后，斩魔剑带着凌厉的剑气斩下。古达尔察觉到身后的危险，急忙转身抵挡。两人再次陷入激烈的交锋，一时间难分胜负。而青丘族众人在一旁紧张地看着，都为叶长安捏了一把汗。古达尔越打越心惊，自己可是金丹1重天，对方只不过是筑基6重天，实力竟然这么强。若是再给他1年时间，岂不是年轻一代无敌手？古达尔不管怎样，今日必须斩杀此人，不然日后成长起来就是自己最大阻碍。吼！古达尔仰天嘶吼，直接显露出自己本体，一头几百米长的囚龙瞬间冲向叶长安。叶长安收起斩魔剑，后背混沌龙翼蓄势待发，龙翼幻化出无数刀刃，刹那间朝着古达尔击杀而去。囚龙嘶吼，音波阵阵，肆意要震碎万千刀刃。叶长安的混沌龙翼此刻每一片鳞片都散发着璀璨光芒，振翅之间风云变幻，气象万千。万千刀刃形成一个包围圈，囚龙嘴里喷火，瞬时间将万千刀刃烧毁。叶长安眉头一皱，停止使用混沌龙翼刀刃，只见他手中出现一团神火。6丁神火下方众人震惊，世间竟然存在神火。囚龙兽大眼睛此刻变得有些不可置信，有些畏惧地盯着叶长安手中神火。叶长安冷哼一声，神火朝着囚龙上空一抛，直接炸开，形成空中岩浆。这是我的领域，古达尔神子，好好享受吧。封锁领域，囚龙扭动着身躯，张开血盆大口，吐出大量雨水。叶长安有些意外，这条囚龙本事这么强，又是喷火吐水的，但都毫无意义。6丁神火怎么可能怕水？雨水压根没有什么卵用，无法熄灭神火。叶长安嘴角上扬，掌控着神火领域，炼化囚龙。囚龙疯狂乱窜，始终逃不出这个神火领域，只能仰天嘶吼，吼声中有些凄惨。下方千妹小嘴微张，满脸惊讶，自己师尊竟然这么强悍，连妖界第一妖孽天才都被师尊玩虐掌心。狐族女修们内心激动，终于有人能够压得住古达尔神子了，
他们都眉飞色舞地盯着叶长安，有种冲动的想法：大胆，敢伤我囚龙族神子，想找死吗？突然，一声冰冷的声音从天际传来，眨眼间，一道身影出现在叶长安跟前。妖帝，师尊，他是囚龙族妖帝，快逃啊！千妹见状，脸色煞白，陆轩几人纷纷大惊。叶长安眉头紧蹙，浑身被灌满刺针般，无法动弹。在这种恐怖大能面前，自己就如别人待宰的羔羊。囚龙族妖帝，他一袭白衣胜雪，容颜如画中仙子，精致的俏脸冷若冰霜，浑身散发着恐怖气息。他头上一对犄角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囚龙妖帝看向神火领域，随即玉手轻轻一挥，瞬间神火领域被毁灭。古达尔愤怒地冲了出来。囚龙族妖帝此刻转头，目光冰得冷，注视着叶长安，随即眉头紧蹙，他感觉到什么。半晌过后，囚龙族妖帝竟然对着叶长安露出嫣然一笑，笑容如花似玉，羡煞旁人。下方囚龙族包括古达尔也都不可思议，自己妖帝可是个冰美人，从未见过他笑容，今日为何对着自己强敌展颜一笑？古达尔有些搞不懂，叶长安也有些惊讶，凝视着囚龙族妖帝。虽然他长得一副御姐气质，万千美人中绝对是上等，只不过这位冰山美人此时此刻为何不杀他，反而朝着自己友好一笑？这位贵公子如何称呼？囚龙族妖帝扬唇一笑，随后伸出右手。叶长安淡然一笑，立马伸出左手与妖帝握在一起，开口：吾乃叶长安，不知姑娘尊姓大名？玛莎囚龙族妖帝道：好名字，玛莎。叶长安赞美一句：长安公子，日后欢迎来囚龙族做客。玛莎先行告退。玛莎收起笑意，叶长安点点头，随即开口：玛莎仙子亲自邀请，吾叶某人三生有幸。玛莎微微一笑，随即转头盯着古达尔开口：从今往后，叶公子则是囚龙族贵客，若再对叶公子不敬，本帝绝不轻饶。玛莎说完后，瞬间冷意纷飞，吓得古达尔神子身体直哆嗦。玛莎说完，瞬间消失原地，只留下古达尔神子以及囚龙族妖龙们一脸懵逼。他们妖帝怎么回事？不是过来撑妖的吗？古达尔咬了咬牙，等会找族长询问此事。如今妖帝发话，他不敢忤逆，只能服从。但他古达尔是谁？妖界妖孽天才，自己不能动手，可以找其他妖孽天才好友帮忙，斩杀一个叶长安不是难事。古达尔冷冷注视着叶长安，满脸狰狞道：叶长安，你别太得意，会有人收拾您的。说完后，古达尔带领着囚龙族妖龙们离开。叶长安眼中温柔退却，只剩下一片寒光。古达尔神子最后的话是赤果果挑衅，他要找人杀自己。叶长安深吸一口气，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自己敌人多了年算老几。叶长安来到下方，他手起后背混沌龙翼。千妹喜笑颜开，陆轩则是一脸兴奋，赵清雅笑容满面，自己这个师弟如今了不得了，连妖界第一天才都败下阵来。苏荣更加震惊，以前的徒儿只不过炼气三重天都不能突破的人，被赶出蜀山学院后，如今大有成就，修为突飞猛进，一步步超越那些高高在上的天才。苏荣很欣慰，为徒儿的成长感到高兴。千妹与陆轩两人一左一右，挽着叶长安胳膊，千妹眼中小星星，满脸崇拜地看着自己师尊，而陆轩则是一旁吹嘘自己大师兄过往风光战绩。千妹，这时候一个容颜绝美、睫毛修长、满脸高冷的长裙飘逸的少女出现在众人视线中。千妹侧头微笑道：姐姐，您怎么来了？叶长安盯着高冷女子，此人就是他们刚进入青丘族出现的冰山美人，青丘族的神女。神女没有回答千妹，她目光如冰川，毫无温度和感情，让人不敢靠近。你能帮我一个忙吗？这时候神女看向叶长安，没有一丝情感波动道。叶长安听着冷冷冰冰的声音，有些意外的凝视神女，这个冰山美人怎么突然之间与自己说话了？难得，没空，我还没吃饭呢。叶长安才不热脸贴冷屁股，神女高冷是吧？我叶长安就是要拒绝，击溃你内心高冷。神女秀眉微蹙，竟然有人敢拒绝，她可是万千天才都想得到的女人，只要自己愿意开口，全天下天才都会跪舔她。神女眸子冰冷无比，她散发出筑基大圆满修为，瞬间碾压叶长安。叶长安眼神瞬间冷铁一般，不带一丝柔软和情感。两个选择，要么帮我，要么死。神女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冰刀，冰冷而尖锐。叶长安眼眸冷酷到了极致，淡淡开口：小爷从不怕威胁，别对我用这一套。叶长安说完后，斩魔剑瞬间出现在手中。叶长安再次凝视神女，随即勉强一笑，语气冷淡：帮您可以，跪下来求我，说不定小爷我就答应了。本神女也是你能亵渎的吗？血炼！神女大喝一声，眼中闪过一丝恼怒。她活这么久，还从未有人敢如此跟她说话。疾风起，霜雪现，以寒冰之力开。
瞬间周围温度降至冰点，形成一片霜雪领域。千妹满脸惊恐，姐姐这是要冰封他们吗？叶长安一脸淡然，手中神火出现的刹那，周围寒冰立马幻化成水雾，最终渗入地里。神女秀眉轻蹙，内心却震撼不已，自己的最强技能竟然就这么轻易被破解了。神女眼眸盯着叶长安手中神火，一刹那，整个人激动万分。异火！叶长安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神火一抛，立马包裹着神女。千妹浑身颤抖，看向自己师尊，激动开口：“师尊，求你别伤害我姐姐。”叶长安没有理会千妹，而是加强神火威力，彻底灼烧神女。神女爆发全部实力，所有宝物都祭出，最终还是没能扛得住神火高温。神女浑身大汗淋漓，身体里面的寒冷彻底被炼化，她瘫软神火之中，此刻是多么无助，内有充满绝望。千妹盯着神火领域中的姐姐，立马哽咽地跪在叶长安跟前，开口：“师尊，求你放过姐姐一回，她之前若有冒犯，我这个当妹妹的替她赔罪。”说着，千妹掏出匕首，猛然刺入自己心脏。妹妹，不可！神火领域中的神女内心一颤，更加绝望了。叶长安速度更快，几乎是眨眼间，立马夺走千妹手中匕首。您是不是傻？叶长安无语，随即淡然道：“师尊乃是炼化你姐姐体内的寒冷之气，又不杀她，你较个什么劲呢？”啊！千妹有些疑惑，眨巴眼睛看向叶长安：“你姐姐修炼的血炼太过于霸道，如今她那点修为还无法彻底掌控，若是不帮她炼化一点……”叶长安顿了顿，继续开口：“过不了几个月，你姐姐就会被控制，成为一个没有感情的杀人傀儡。”千妹震惊后，这才明白师尊原来是在救赎姐姐。叶长安见差不多了，随后收回神火，火焰渐渐熄灭，神女虚弱地从地上爬起，眼中的恼怒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感激。她走到叶长安面前，缓缓跪下：“多谢公子唤醒我内心的温柔，方才是我冒犯了。”叶长安摆了摆手：“起来吧，以后修炼切不可急于求成。”神女恭敬地点头，千妹也破涕为笑，跑到姐姐身边。就在这时，神女看向叶长安，然后开口：“公子，司阴妖帝大人传音于我，说您乃是纯阳混沌体，可帮助我突破瓶颈。不知公子……”叶长安嘴角一抽：“司阴妖帝？难道是他？前几日与自己双修那位狐族妖帝？”叶长安清了清嗓子，扫视一眼神女，御姐身材，胸大屁股肥，是个男人都把持不住的。但叶长安可不免费，司阴妖帝用妖族秘境名额交换，那神女若想与自己那啥，必须。叶长安微微一笑，嘴角上扬道：“小爷虽然是个单纯的男人，但从不做亏本的买卖。”叶长安说完后，还不忘拍了拍自己储物袋。神女那么聪明的人，若是还不明白意思，那就可以找一团棉花撞死算了。神女见状，心领神会，立马开口：“需要多少？”叶长安竖起一根食指，有些人畜无害：“100万。”神女道。叶长安摇了摇头，开口：“1个亿。”闻言，神女没站稳一个踉跄。天价神女白了一眼叶长安：“你是镶金镀银了？”叶长安直接传音神女：“小爷是镀金的，不过这个镀金能让您休假98天。”神女无语，1个亿对于普通修士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但对于庞大的狐族就是小菜一点。神女身上拿不出来这么多，但事关自己修为，她若申请，族长绝对会同意的。过几天给您行吗？神女看向叶长安，迫切得到答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叶长安挑眉一笑。神女闻言微微点头，也不在乎这几日，与众人告别，准备回族内找族长商议。深夜，叶长安正睡得迷迷糊糊，房门被轻轻打开，地面出现一道长长的影子。呼！一阵阴风从外袭来，晃动的影子径直朝着叶长安推进。最终，影子遮住叶长安紧闭的双眸，影子张牙舞爪，举着手中权杖猛然砸向叶长安。叶长安感觉什么东西遮住双眼，立马察觉不对，突然睁开眼睛，随即闪身消失不见。轰隆隆，权杖砸碎绣床，叶长安却出现在影子身后。他盯着眼前浅蓝色罗裙，披散着一头金黄卷发，头戴皇冠，手持金色魔杖的少女有些疑惑。卷发少女察觉不对，转头看向身后，却发现此人竟然躲开自己攻击，神不知鬼不觉出现身后。叶长安正面打量一下暗杀自己的少女，她身材高挑，皮肤白皙，面容长得与葫芦娃里面的蛇精类似，她那若隐若现身材着实有些勾人眼球。你是谁？为何深更半夜暗杀小爷？叶长安眉头紧蹙，目光死死盯着卷发少女。奉命行事，我只是来取你命的。卷发少女并没有回答叶长安话，而是举着手中法杖猛然砸向叶长安。叶长安急速后退，手中斩魔剑出现，挥剑斩向卷发少女。吼！卷发少女尖锐叫声在房间内回荡，令人毛骨悚然。
仿佛来自地狱的呼唤。叶长安浑身颤抖，后背有些发凉，他深吸一口冷气，咬着牙冲向卷发少女。轮回杖，卷发少女法杖高举，瞬间爆发出刺眼光芒，光芒笼罩四周。叶长安脸色微变，下一秒犹如真的堕入轮回。此人到底是谁？金丹一重天，竟然如此恐怖！叶长安遇到这种妖孽天才，不得不拿出自己的杀招，神火瞬间出现手中，朝着四周焚烧而去。卷发少女盯着神火，内心一阵狂跳，随即有些贪婪地将轮回杖吞噬技能激活，紧接着神火竟然毫无反抗地被轮回杖吞噬殆尽。叶长安脸色微变，盯着卷发少女手中轮回杖，感觉这把法杖要比司徒落雨的黑龙杖恐怖许多，但是叶长安一点都不慌，法杖吞噬确实厉害，自己的神火又岂能是吃干饭的？只见卷发少女轮回杖剧烈颤抖，貌似里面有什么东西即将爆发而出。卷发少女见状，脸色骤变，瞬间丢开手中轮回杖。砰一声，法杖镶嵌的神秘珠子当场破裂，一团恐怖的神火从里冲了出来，它回到叶长安手中。卷发少女满脸惊愕，拾起自己轮回法杖，如今她法杖最主要的东西被损毁，实力大减。但她乃是金丹一重天的妖孽天才，岂能惧怕一个筑基6重天蝼蚁？毁我法杖，找死！卷发少女瞬间恼怒，爆发恐怖实力，冲向叶长安。叶长安右手托神火，左手凝聚全力，他要检测一下自己最恐怖的一拳能不能震退金丹一重天修士。就在卷发少女即将近身时，叶长安大喝一声，左拳如流星般轰出，拳风带起凌厉的气浪，直逼卷发少女。卷发少女冷哼一声，双手快速结印，一道凌厉护盾瞬间成型，挡在身前。轰！叶长安的拳头重重地砸在护盾上，强大的冲击力让护盾剧烈颤抖。卷发少女脸色微变，没想到这个筑基6重天的小子竟有如此恐怖的力量。然而他毕竟是金丹1重天的修士，底蕴深厚。趁着叶长安收拳的间隙，他身形一闪，绕到叶长安身后，玉手成爪，狠狠抓向他的后背。叶长安反应极快，身体猛地一侧，同时右手的神火如游龙般向卷发少女扫去。卷发少女连忙后退，避开了神火的攻击。但就在这时，叶长安抛出神火，神火领域瞬间笼罩卷发少女。叶长安嘴角上扬，自己那一拳头已经是全力，金丹与筑基差距太大了，无法用自身实力撼动，只能使用神火领域碾压对方。卷发少女冲击四周，却发现无法冲破领域，高温越来越热，半晌之后，卷发少女有点慌了。这时候，陆轩、千妹、乞丐全都被半夜的尖锐吼声惊醒，一个个出现在叶长安门外。叶妹、千妹有些惊讶，盯着神火领域中的少女。你认识？叶长安偏头看向自己徒儿，她乃是9节魔宗神女。千妹有些害怕道。叶长安微微一愣，然后将卷发少女暗杀自己的事讲了出来。陆轩几人纷纷大怒，竟然有人想要师兄的命，到底是谁？叶长安盯着神火领域中绝望的卷发少女，他奋力冲击四周，仍然被神火领域牢牢困住。放了本神女，不然你们都得死！叶妹疯狂怒吼。叶长安掏了掏耳朵，假装听不见，敢暗杀小爷，那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叶长安坏坏一笑，送上门来的肉不吃白不吃，那就惩罚他休假98天吧。叶长安严厉地凝视着叶妹，突然将神火威力加大，灼热的高温使得叶妹脱水，差点晕死。叶长安目光犀利，似乎能看穿一切，他开口：要么臣服，要么死。叶妹咬牙切齿，目光怨毒地盯着叶长安，她堂堂一个魔界神女，怎么可能会臣服人类？3秒钟，没有答案，死。叶长安眉头紧锁，眸子中杀意弥漫。3，叶妹脸色惨白，她努力恢复平静，如今正是自己大好年华，她不可能为了一个任务葬送前程。2，我臣服。叶长安嘴角微微上扬，他就知道这些所谓的妖孽天才不可能这么愚蠢地接受死亡。叶妹咬牙切齿，鼓起勇气，将自己不愿意开口的话说了出来。这样就对了，识时务者为叶妹。叶长安再次开口，交出1滴精血，主人替您保管。闻言，叶妹脸色煞白，交出精血就意味着日后自己就真正成为别人的奴隶，只要叛变就会被反噬，永不超生。叶妹咬了咬香唇，为了活命没有办法，只能照做。叶妹咬破食指，1滴精血飞向叶长安，叶长安将叶妹精血吸入身体，彻底与自己血液融合。这一瞬间，叶妹感觉自己身体与叶长安有某种联系，似乎不能有背叛念头，不然就会受到恐怖的惩罚。主人。这时候，叶妹走到叶长安跟前，单膝跪地，无比恭敬。是谁派你来杀我的？叶长安盯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叶妹，目光瞥了一眼深沟，身体立马有些燥热。我大哥派我来的。叶妹仍然恭恭敬敬，没有一丝不满。您大哥。
叶长安疑惑，随即开口：“您大哥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会派你杀我？”大哥叫血魄，我只是服从者，并不知为何要杀你。叶妹道：“血魄。”叶长安思索片刻，自己也不认识这号人物，更不要说与其有仇了。叶长安最终解释，就是古达尔神子，应该是他与魔界神子达成了某种目的，所以才派叶妹斩杀自己。古达尔，叶长安眼眸中露出一股杀意，随即恢复正常。魔界九节魔宗内恢宏大殿中，一个脸色阴沉的少年，他看着手中本应该光亮的玉佩，此刻已经暗淡无光。这玉佩乃是自己妹妹的魂玉，若是妹妹生死，此玉佩就会碎裂；若是无光，则是被人控制了。叶长安是吧？本神子小看您了。说着，少年猛然走了出去，不知干嘛。妖界青丘族内，一大早叶长安就看到妖族神女正迈步朝着自己房屋走来，一亿上品灵石，数一数。妖族神女将一个储物袋丢给叶长安，叶长安接住，打量一下，里面惊骇，心中暗道：我说的是一个亿灵石没错，但是下品灵石，你却给小爷上品灵石，要喂肥小爷吗？灵石给您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妖族神女声音降低，有些脸红道。叶长安盯着妖族神女，昨天还在小爷面前装高冷，被小爷烤熟了吧？您叫什么名字？叶长安还是要询问一下，别搞了半天还不知道妖族神女名字。我叫艾米拉。妖族神女心跳加速，冷若冰霜的俏脸上有些滚烫。叶长安暗暗记住这名字，随即看向御姐般火辣身材的艾米拉，开口：还没进入主题，你就害羞了？艾米拉脑袋埋得更低，羞涩道：第一次，我有点害怕。叶长安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故意凑近艾米拉，调侃道：我很猛的，可能会很疼很疼。艾米拉被他的举动吓得身体一颤，俏脸更加潮红，她双手不自觉地揪紧了裙摆。叶长安将艾米拉抱进屋，反手关上房门，两人四目相对，彼此之间心脏仿佛被一根丝线轻轻牵扯。艾米拉紧张到浑身微微发颤，她尽力压制着，却控制不住微红的耳尖。叶长安在她耳边轻声低语，一股热流顺着耳朵流入心底，痒痒的像是无数蚂蚁在心脏爬行。艾米拉羞红着脸准备逃离时候，被叶长安一把拽了回来，跌坐绣床上，他一手将其推倒，俯身低头吻在艾米拉红唇上。艾米拉双手抵在叶长安胸口，缓缓喘息，闭眼享受着属于男人的霸道热吻，像是要将他揉进身体里。青丘族后山妖帝洞府，此刻的司音猛然睁开美眸，他绝美容颜微微有些变化，血老鬼的气息。妖帝秀眉微蹙，闪身消失洞府。青丘族山脚下，成千上百魔族纷纷降临，为首之人脸上疤痕纵横交错，每一道都像是一段残酷的记忆，恐怖的苍老面容上看起来有些狰狞可怕。老者只靠着一只右脚站立，左手拄着黑漆漆的拐杖，他阴阳怪气盯着出现的司音妖帝。司音，把我魔族神女交出来，不然灭了你青丘族。司音扫视众魔，视线落在阴阳怪气的瘸子身上。司音知道昨晚魔族神女暗杀叶长安时，他没有出面，因为叶长安能搞定。血老鬼，您魔族神女好大的胆子，深夜私闯我族领地，还暗杀我的贵客，您可知这是死罪？司音浑身杀意弥漫，目光死死注视着血老鬼。血老鬼阴阳怪气道：司音，咱们痛快点，您把魔族神女交出来，并且把叶长安交于老魔，此事就此作罢，如何？司音脸色一下子冷了起来。血老鬼好不要脸，明明青丘族才是受害一方，他却说得理直气壮。血老鬼，您身为魔帝供奉，一张老脸总是恬不羞耻的吗？司音心中升起一股厌恶，浑身气息爆发，朝着血老鬼碾压而去。司音，您竟然突破了！血老鬼脸色有些难看，100年前司音实力与自己同等级别，现在竟然超越他了，怎么可能？这个境界已经困住我们几百年了，为何您能够突破？血老鬼就像被抛进无边深海里，浑身血液都凝固了。司音没有解释，而是飞身而起，冲向血老鬼。血老鬼眉头一皱，纵横交错的伤疤显得脸色更加狰狞。他祭出最强宝物，冲向司音妖帝。虽说实力被超越，但是他靠着魔族强大血脉，击败司音应该不成问题。青丘族内，叶长安房间中，两人衣装穿戴整齐，艾米拉脑袋靠着叶长安肩膀，脸上的那一抹羞红仍未褪去。大坏蛋，我腹部好疼，似乎……叶长安转头看向绣床上那残留的一片嫣红，开口：从今往后，你不再是使女，而是……叶长安还没说完，系统声音脑中响彻：恭喜宿主与妖族神女双修，境界3，氪金值500，奖励普通6级大礼包1份。宿主叶长安，性别雄性，年龄20，境界筑基9重天，体质纯阳混沌体，氪金值
1870。异火，六丁神火。功法：清源剑诀。武器：斩魔剑。防御：上古混沌钟。飞行：混沌龙翼。财富：普通6级礼包。主任务：开宗立派。副任务：睡尽天下美人。叶长安嘴角上扬，筑基9重天，与神女双修又连续突破3重天，使女效果毋庸置疑。叶长安打开6级礼包，4阶灵草种子千粒，小青龙修炼的龙珠1颗。龙珠乃是龙最重要的宝物，只有成年的龙才能修炼出龙珠，而幼龙达到成年期要经过9次劫难，若是有龙珠护身，灾难可消，龙珠也能快速提升小青龙修为。叶长安打开储物袋，发现小青龙嘴里流着哈喇子，2鼻孔冒着泡泡，他趴在神秘黑棺上呼呼大睡。叶长安翻了个白眼，让这货守着棺材是为了看封印棺材的第一个符文到底什么时候点亮，没想到却在里面偷懒。叶长安没好气，将龙珠砸向小青龙，收起储物袋。小青龙仍然在睡梦中，他梦见天上掉鸡腿，瞬间砸中他脑袋，二话不说，直接一嘴将鸡腿咬在嘴里咽了下去。小青龙却不知自己吞入腹中的正是那颗龙珠。山脚下好像有人在战斗，艾米拉起身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叶长安见状，拍拍屁股也跟上。艾米拉2人出现在山脚下，只见自己妖帝竟然与一个瘸子虚空激烈战斗。叶长安眉头一皱，感觉瘸子老头身上魔气缭绕，莫非是来解救魔族神女，或者来斩杀自己的？他就是神子要斩杀的人，送上门来了。魔族将领看着手中画像，随即嘴角不自觉邪魅一笑。叶长安盯着上空，大地之间的战斗果然恐怖，虚空都承受不住他们的一击。叶长安暗自心惊后，目光从天空移至地面，视线落在魔族将领身上，眼眸微眯。斩了他，神子大人重重有赏。魔族将领吩咐一句，魔族兵们犹如打了鸡血，全部冲向叶长安。艾米拉见状，脸色微变，手中长剑在手，随即冲向狰狞面孔的魔人。叶长安冷笑一声，体内6丁神火熊熊燃烧，手持斩魔剑，瞬间也冲入魔族人之中。剑影闪烁，魔血飞溅，他犹如切瓜。魔族将领见状，大惊失色，连忙召唤魔兵护在身前。可叶长安的攻击势如破竹，那些魔兵根本无法抵挡。与此同时，天空中司音与邪老鬼的战斗进入白热化。司音凭借着突破后的强大实力，渐渐占据上风。血老鬼心急如焚，突然他瞅准机会，施展秘法，欲拼死一搏。地面上，叶长安已杀到魔族将领面前。将领只不过筑基8重天，他见叶长安这么猛，内心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刚想转身逃跑，却被叶长安一剑刺穿胸膛。魔族人见将领被杀，顿时乱作一团。叶长安乘胜追击，将他们杀得七零八落。而此时，天空中的司音瞅准血老鬼分神之际，发出致命一击，血老鬼惨叫一声，败下阵来，最终使用秘法逃离现场。叶长安收起斩魔剑，司音妖帝降临地面，看向叶长安后，目光瞥了一眼艾米拉，随即嘴角微微一笑，蛮牛，吃够了。司音撇了撇嘴。叶长安微微一愣，随后开口，你们狐族绝活太多，小爷一辈子都吃不够。叶长安坏坏一笑，而一旁的艾米拉则是浑身一颤，蓦然红了耳根。司音收起玩笑表情，随即开口，秘境即将开启，您2人随我来。叶长安瞬间兴奋，狐族秘境开启，那么自己即将进入秘境，到时候里面的仙人宝物都是小爷的。叶长安搓了搓手，满脸期待地跟着司音和艾米拉前往秘境入口。到了青丘族神秘之地，只见一群群狐媚女子等候，她们都是要进入秘境寻宝的。只见一道散发着神秘光芒的门户矗立在眼前，周围有奇异的符文闪烁。司音双手结印，口中念念有词，门户缓缓打开，一股强大的灵力扑面而来。叶长安心中微惊，果然是仙人洞天福地，连灵气都如此浑厚。狐族女弟子们此刻无比兴奋地冲入秘境，似乎第一个先到的就会获得重宝物。紧接着，艾米拉与叶长安一同跟了上去。秘境内，叶长安出现瞬间，周围一片迷雾，旁边艾米拉一脸茫然，不知这是什么地方。这迷雾有毒，叶长安第一时间察觉不对，随即提醒道。叶长安修炼了万毒混元身，这些毒物对自己没有一点点影响，只不过艾米拉。叶长安话音刚落，只见艾米拉眼神迷离，径直朝着前方走去。艾米拉叶长安急忙拉住，但是不管如何呼唤，如何使劲，艾米拉也都朝着前方而去，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那边召唤。叶长安也是没有办法，只好假装中毒，学着艾米拉朝前方而去。他要看看到底有啥，为什么秘境会有毒物，是出于什么目的。不一会儿，叶长安发现之前先进来的狐族女弟子们此刻是眼神迷离，迈着步伐如同行尸般行走。叶长安心中暗自警惕，
一边装作中毒的模样跟着，一边仔细观察周围。1刻钟后，前方出现了一座古老的宫殿，散发着幽森的气息。那些狐族女弟子们竟直直朝着宫殿走去。叶长安刚踏入宫殿，就感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冲击而来，他运起灵力护住心神。宫殿里中央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石棺，石棺上符文闪烁，散发着奇异的光芒。女弟子们都围绕在石棺旁，眼神呆滞。突然，石棺缓缓打开，一个身着古装的绝美狐妖缓缓坐起，她的眼神冰冷，扫视一圈后打了一个响指。叶长安眼神微眯，不可思议，这石棺里爬出来的女人，她到底是活人还是死人？因为叶长安感受到她身上有活人气息，所以有些疑惑，活人怎么躺在棺材里？随着那古装绝美妖狐一弹指，众人立马清醒，全都一脸茫然环顾四周。艾米拉看着眼前石棺里坐着的古装妖狐，前辈晚辈前来秘境寻宝，可否指引一二？艾米拉恭敬开口。古装绝美妖狐看向艾米拉，目光落在叶长安身上，突然眼神瞪大，浑身一颤，满脸不可置信。他落下一滴泪，抽泣道：“是你吗？”前辈，艾米拉再次恭敬开口。叶长安微微惊讶，察觉到古装绝美妖狐神情变化，也是有些好奇。你们上3楼，进去完成任务，可获得宝物。古装绝美妖狐恢复平静，淡淡开口。众人兴奋，恭敬一拜，随即朝着3楼而去。艾米拉也紧跟而行。叶长安准备跟随，但被古装绝美妖狐叫住：“男人，您不能去3楼。”古装绝美妖狐道。叶长安脚步一顿，转身看向古装绝美妖狐，开口：“前辈，为何？”古装绝美妖狐没有回答，而是走出石棺，来到叶长安跟前。他嗅了嗅鼻子，激动后立马恢复平静。“跟我来。”古装绝美妖狐说着，就朝1楼深处走去。叶长安有些好奇，咬了咬牙，也紧跟着古装绝美妖狐。穿过密室走廊，叶长安扫视每一个密室封闭的石门，石门上全都贴满了神秘符文。突然，一间石门从里面发出撞击声，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即将冲破石门。叶长安提高警惕，环顾四周时，紧接着四周石门同样如此，一扇门、2扇门从里发出嘶吼的诡异声音。叶长安脸色骤变，那些声音听的是让人头皮发麻，内心不自觉的有些害怕，感觉自己进入未知地狱，正在被凶恶的厉鬼盯上了。畜生，都给我安静点！古装绝美妖狐呵斥一声，几十户石门瞬间安静，没有一丝喘息声。叶长安盯着古装绝美妖狐，此人好恐怖，仅凭一声呵斥就能镇压门户里面的东西。前辈，您要带我去哪里？叶长安跟着古装绝美妖狐走了半天，也不知要去哪里，始终是漫无目的行走。古装绝美妖狐没有回话，而是径直向前踱步。当走到尽头时，古装绝美妖狐打开石门走了进去。叶长安见状犹豫一会儿，然后一脚踏入。石室里面非常宽广，中间一副巨大水晶棺材摆放，而棺材前面一把巨剑深深插入，貌似是为棺材里的碑。叶长安凝视着巨剑，他有种莫名的熟悉感，似乎在梦里见到过这把剑，但又想不起。叶长安视线顺着剑身往上一看，随即整个人愣在原地，剑柄上为什么有他的名字？叶长安，前辈，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名字为何出现在这把剑上？叶长安充满大大的疑惑。古装绝美妖狐没有直接回答叶长安，而是看向水晶棺材，开口：“狐仙姐姐，我把她带来了。”叶长安听到这一声，随即转头看向水晶棺材，只见棺材微微一晃，上盖慢慢打开，一股柔和却带着神秘力量的光芒竟然从棺材中散发出来。接着，一个美得不可形容的狐仙缓缓坐起，她的眼眸清澈如星辰，仿佛能照耀诸天万界。狐仙的目光落在叶长安身上，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与激动，他伸出如玉般的手，激动开口：“叶郎，是你回来了吗？”叶长安心跳加速，完全摸不着头脑。这时，古装绝美狐妖解释道：“狐仙姐姐深爱着你，这把剑她一直替你保管着。”叶长安再次愣住，完全不明白古装绝美狐妖他话中意思。“前辈，你们认错人了吧？我并不是您口中叶郎。”叶长安摆了摆手：“您就是我的叶郎，绝对不会错。”水晶棺材里的狐仙激动道。古装绝美狐妖看向姐姐，随即视线落在叶长安身上，开口：“你若不记得，没关系，我有办法。”说着，古装绝美狐妖指向巨剑道：“他为了打造这把绝世仙剑，自断一臂融入其中，最终绝世仙剑出世那日，天地色变，各路妖魔鬼仙得知，纷纷前来抢夺，但他们最终被囚禁了起来。”叶长安听的是内心激动，仙剑，眼前这把巨剑竟然是仙剑。古装绝美狐妖顿了顿，不再卖关子，开口：“此仙剑乃是他血肉铸造的，两者之间有着血脉关系。您将鲜血滴在仙剑身上，他若感应到是主人血液，自会认你，你不就是他了吗？”水晶棺材里的狐仙此刻也是期待地看向叶长安，希望他就是自己，
要找的夜郎。叶长安犹豫一下，他是多么想得到这把绝世仙剑，到时候自己战力绝对恐怖，拥有这把剑出去绝对一飞冲天。秘境里面最好的宝物，莫过于这把仙人都要抢夺的剑，能是凡剑吗？叶长安靠近巨剑，瞬间咬破食指，精血滴在巨剑上。古装绝美狐妖，水晶棺材里的狐仙，此刻都屏住呼吸，目光凝视着巨剑。叶长安浑身充满紧张感，心跳到嗓子眼，他再期待，也在渴望血液滴在巨剑上。三人抱着希望等待，半晌过后，古装绝美狐妖以及水晶棺材狐仙开始怀疑了起来。叶长安摇头叹息，我就说你们认错人了，小爷我根本就不是这把仙剑的主人。叶长安盯着巨剑，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有些失望了，竟然不是我要找的夜郎。坐在水晶棺材里的狐仙此刻已经失望透了，他不再言语，闭上美眸，缓缓躺在水晶棺材，慢慢合上棺盖。叶长安注视着水晶棺里的狐仙，心里莫名有些刺痛，总感觉这一切就在眼前，却又不知是什么。轰隆隆，突然整个古老宫殿剧烈摇晃，叶长安稳住身形，内心有种不好预感，他眉头紧蹙。古装绝美狐妖脸色骤变，盯着石门处颤声道：“10号门里面的东西出来了。”叶长安闻言随即盯着石门，他知道古装绝美狐妖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外面被捆在石门里面的10位恐怖存在，抢夺绝世仙剑的妖魔鬼仙，他们正在突破封印，而10号门里面的东西已经挣脱束缚出来了。结！听到这一声诡异的笑，古装绝美狐妖手中出现一枚鞭子，神秘鞭子散发着恐怖仙气，直逼门处而去。叶长安吸了吸鼻子，目光死死凝视着石门，只见从外踏入一只散发着恶臭的右脚，紧接着那只右脚的主人却面容狰狞地走了进来。叶长安瞳孔放大，浑身忍不住剧烈颤抖，这是来自地狱的凶恶鬼仙，仅凭他身上阴冷的寒气就能让人窒息。放肆，谁让您出来的？古装绝美狐妖挥响手中鞭子，厉声呵斥道。凶恶鬼仙阴冷一笑，他身着一身破烂道袍，与自己身份格格不入，哪有鬼穿道袍的？难道这个凶恶鬼仙是道门之人？叶长安想不通，摇了摇头，只是安静站在一旁注视着两人。滚开，别当鬼爷拔剑，不然死！鬼仙没有回答古装绝美狐妖的话，而是盯着插入地里的巨剑。狂妄，若想拔剑，那就击败我。古装绝美狐妖手中长鞭犹如活了，鞭身无数雷电缠绕，挥打出去时候发出闪电声音，噼啪作响。叶长安躲在水晶棺材后面，仙人战斗恐怖如斯，仅凭一丝余波就能让一个修为低的修士灰飞烟灭。叶长安不想被无辜波及，只能躲起来偷看。冥顽不灵，鬼爷就先斩了你，再拔剑。鬼仙嘴里露出锋利的獠牙，眼神嗜血般盯着古装绝美狐妖。古装绝美狐妖仰天长啸，身后立马露出8条尾巴，犹如8条触手，瞬间朝着鬼仙抽打而去。敢拔叶帝的仙剑，找死！古装绝美狐妖瞬间冲向鬼仙。叶帝！躲在水晶棺材身后的叶长安此刻听到古装绝美狐妖口中之人，他立马想起在深渊中那个从棺材中爬出来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死神，他也称呼自己为叶帝，竟然也是同一个人。那么为何绝世仙剑却不认同自己？难道深渊之地的死神他在说谎？真正的叶帝不是我，而是深渊中的死神。深渊之地死神竟然是叶帝，那他为何要让自己带着一副棺材解开关中秘密，迎接3年之后的灾难？叶长安始终想不明白，如果自己真是那位人物，连仙剑都认不出来了吗？就当叶长安思索之际，鬼仙已经冲向古装绝美狐妖，两人爆发恐怖实力，竟在剑剑身旁大战。巨剑微微一颤，剑身叶长安的血液似乎在慢慢融入，被巨剑吸收。这一幕没有一人察觉。鬼仙一个纵跃，锋利鬼爪瞬间划破虚空，直逼古装绝美狐妖脖子。古装绝美狐妖秀眉微蹙，身体向后弯曲，躲避前面攻击。他后仰如弓，避开鬼爪的同时，右脚猛然向上一踢，直接击中鬼仙下巴。鬼仙后退几步，眼神更加嗜血。他扫一眼巨剑，不等古装绝美狐妖反应，他的鬼爪直接抓住绝世仙剑。盗鬼，你敢！古装绝美狐妖脸色惨白，若是被他拿到绝世仙剑，那将无人能对付到鬼了。砰的一声，就在这时候，鬼仙惨叫一声，他立马收回鬼爪，眼神惊恐地盯着巨剑。古装绝美狐妖愤怒，瞬间出现鬼仙身后，趁其愣神时，一边抽打中鬼仙后背。吼！鬼仙立马惊醒，后背一阵疼痛，瞬间让他嘶吼一声：鬼爷，我不甘心，被关了这么多年，竟然无法拔出仙剑。鬼仙猛然转头，目光变得更加凶恶，他一手探出，鬼爪变成一把恐怖的利刃，瞬间击杀古装绝美狐妖。古装绝美狐妖感受到鬼爪变成神秘利刃，脸色微微有些发白。正当古装绝美狐妖闪身躲避时，
鬼爪利刃很诡异地击中自己。噗！古装绝美狐妖倒飞出去，撞击石壁，嘴里喷出一口鲜血。叶长安深深为其捻了一把汗。若是古装绝美狐妖被鬼仙斩杀，那接下来下一个死亡的人就是自己。正当鬼仙闪身出现在绝美狐妖身旁，准备一击必杀时，突然，水晶棺材盖砰的一声飞起，猛然砸向鬼仙。紧接着，水晶棺材中的狐仙飞了出来，一巴掌拍向鬼仙。叶长安躲在棺材后面，露出个脑袋，注视着眼前一幕。只见狐仙玉手直接将鬼仙拍飞，砸中石门全身骨头都被拍裂了几根。叶长安倒吸一口凉气，狐仙这么恐怖的，一巴掌就重伤仙人级别的鬼仙，那他到底是什么修为？鬼仙疼得龇牙咧嘴，目光恐惧不看，只是狐仙，而狐仙美眸不带一丝感情，静静地审视着鬼仙。轰隆隆！再突然，古老宫殿再次剧烈晃动，古装绝美狐妖脸色难看，而狐妖则是一脸淡然。结，他们都出来了，包括1号石门里的存在，你们拦不住的。鬼仙阴冷一笑，随即被狐仙一掌震杀当场。狐仙此刻脸色有些骤变，若是其他门户里面的东西出来，他倒是不惧，如果是1号石门的恐怖存在也突破封印，那自己终将难逃一死。吼！一声声嘶吼传来，站在石室的叶长浑身忍不住一抖，血脉都开始颤抖了。狐仙美眸微眯，死死注视着石门。这时候8道恐怖身影瞬间走进石室，他们或浑身魔气缭绕，或者妖气缭绕，又或者死气缠身，反正他们都不是人，全是仙魔鬼怪。他们面容丑陋，有长着8只脚的怪物，3头6臂的魔猿，9个脑袋的长蛇。叶长安倒吸一口凉气，恨不得挖个深坑将自己埋了。早知道这里面如此恐怖，他就不进来了。好他妈坑，小爷的人命不能就这么交代在这里了吧？狐仙一脸冷淡，不为所动，似乎不把这些恐怖存在放在眼里。只见他玉手轻舞，冲向这群妖魔鬼怪。那只3头6臂魔猿狂暴一声，拍打着胸膛迎向狐仙。其他妖魔鬼怪面部狰狞，仰天嘶吼，声音惊天动地。躲在水晶棺材后面的叶长安此刻双腿发软，这种仙人大战的场面太过于震撼。他在祈求，希望自己能够在这场战斗中存活。TMD， 你们打归打，可别波及到小爷了，小爷只是个过路的，你们信吗？噗！狐仙玉手为刀，直接将3头6臂魔猿劈斩致死，速度加快，实力极强，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狐仙好强，称他为仙中之王也不为过。叶长安松了口气，终于看到一丝活下去的希望了。紧接着，狐仙爆发全力，正在展示自己恐怖实力，一拳一脚，不到半刻钟就将现场几名仙魔鬼怪斩杀当场。狐仙姐姐，快出去封印1号门，我感觉他要出来了。叶长安见状，跑到狐仙身后道：出去。狐仙看向叶长安，摇头苦笑，他也想出去，但是他一旦跨出这个石门，必将迎来上面无情斩杀。为了躲避上面人，也不能长时间暴露在外面，大多数时间都是待在水晶棺材中。狐仙本来要称呼叶长安为夜郎的，但话到嘴边，他却没能叫出口。此人只是长得像夜郎而已，又不是他。狐仙叹口气道：小公子，我被上面盯着，无法走出这个石门，一旦离开水晶棺材，气息暴露，就会遭遇无情的扼杀。叶长安闻言微微惊讶，这么恐怖的狐仙竟然也有害怕的时候。上面，叶长安思索片刻，心里暗道：上面是什么？轰隆隆！这时候，古老宫殿再次摇晃，这一次比上2次声势更加响彻云霄。他出来了！狐仙脸色苍白，浑身忍不住微颤。1号石门里面到底是啥？竟然强大如狐仙这般存在，也都感到畏惧。叶长安二话不说，闪身又躲在水晶棺材后面。叶长安感觉这水晶棺材不一般，竟然能够屏息自己气息，让那些妖魔鬼怪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阿弥陀佛！这时候，一个身着袈裟、双手合十、没有头发的和尚一脚踏入石室。叶长安有些疑惑，和尚，竟然是和尚！妖僧，你想干嘛？狐仙美眸微眯，浑身充满紧张，他一脸警惕地盯着眼前的大光头。阿弥陀佛，老衲是来取剑的，顺便吸点血，10万年了，老衲终于出来了。光头和尚目光贪婪地盯着巨剑，随即转头看向狐仙道：小狐狸，老衲要喝血，从他开始吧。说着，光头和尚微微转身，径直朝着躺在地上的古装绝美狐妖走去。躺在地上的古装绝美狐妖脸色大变，内心一阵恐惧蔓延。妖僧，你敢！狐仙一掌拍向光头和尚后背，光头和尚嘴角邪魅一笑，也没有转头，只是一道黑光从体内爆发，瞬间击向狐仙。狐仙感受到危险，爆发全力，仍然被震飞出去，吐出一大口鲜血。狐仙脸色苍白，咬牙切齿盯着光头和尚。光头和尚舔了舔嘴唇，
蹲下身子，将古装绝美狐妖的秀发撩开。古装绝美狐妖眼里充满惊恐，但更多是绝望。她被妖僧束缚，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看着妖僧露出4颗锋利的尖牙，咬向自己脖子。妖僧，放开我妹妹！狐仙瞬间脸色阴沉，奋不顾身冲向光头和尚。光头和尚后背一阵强光，只可把狐仙再次震飞。叶长安猛然吸一口凉气，后背已经汗湿了。没想到这个妖僧竟然如此恐怖，连狐仙都抵挡不了一招。不要！古装绝美狐妖感受到死亡的锋利獠牙咬中自己脖子，瞬间绝望彻底，面色一片死灰，只能惊恐地等待死亡。妹妹！狐仙红了眼，仰天长啸，顿时只见他后背出现10条白茸茸的尾巴。10尾天狐。叶长安有些惊骇，传说中狐狸修炼出9尾就能化仙，若是修炼出10尾，必将为猎仙班，成为真正的仙王。咕噜咕噜，妖僧仍然不惧暴怒的狐仙，而是大口吞噬古装绝美狐妖的鲜血。古装绝美狐惊恐的双眼瞪得老大，眼里布满血色，已经奄奄一息。他身体的血液流失，玉手已经开始干瘪。叶长安眉头紧蹙，他也想出去斩杀妖僧，但是如今自己实力还不够人家塞牙缝，像他这种实力，妖僧只需吐一口气就能让自己化为灰烬。狐仙恼羞成怒，施展出10条尾巴抽打妖僧。妖僧不屑一顾，吸完最后一口鲜血，起身双手抓住狐仙尾巴，猛然一扯。狐仙立马惨叫一声，2条尾巴竟然活生生被妖僧扯断了。1条尾巴1条命，此刻他少了2条命，如今只剩8条命了。狐仙收起尾巴，他们尾巴乃是狐族最致命的，一旦损毁就无法复活。妖僧一拳砸来，狐仙爆发全力抵挡，始终没有撑过10秒，立马再次倒飞出去。10尾天狐的血液可遇不可求。妖僧嘴角邪魅一笑，瞬间冲向10尾狐仙。噗！狐仙砸中水晶棺材，他再次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脸色苍白无力。10尾天狐血液最纯，听说吸一口就能突破老衲多年的桎梏。妖僧舔了舔嘴舌头，蹲下身子，双手按住狐仙，露出锋利獠牙，一口咬向狐仙脖子。就当妖僧即将咬中狐仙时，他却停了下来，目光穿透水晶棺材，最后发现躲在棺材后方的叶长安。妖僧嘴角邪魅一笑，起身围着棺材漫步走到叶长安身后。叶长安扒在地上，心里默念：看不到我，看不到我。妖僧舔了舔舌头，内心一阵激动，竟然是纯阳混沌体。只要他将此人吃了，那纯阳混沌这种好东西就会变成自己的体质，到时候若是与天下美人日日夜夜双修，修为岂不每天暴涨。妖僧蹲下身子，邪魅一笑，笑声惊醒趴在地上的叶长安，回头一看，怕什么来什么。叶长安吓一大跳，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他脚步慢慢往后移动，浑身有些颤抖，警惕地注视着妖僧。老和尚，你要干嘛？叶长安看向石门，离自己还4-5米，若是逃肯定逃不出去的，就算逃出去，妖僧也会追上自己。干嘛？妖僧再次舔嘴道：当然是吃了你。叶长安脸色苍白，内心一阵狂跳，随即努力恢复冷静道：小爷从出生到现在从未洗过澡，上茅房不擦，小爷不讲究卫生，吃不得，吃不得。妖僧听了不但没有呕吐，反而猛然舔了一下舌头，开口：正好，老衲就好这口。说完，妖僧幻化一只大手，将叶长安握住，准备往嘴里塞。狐仙见状，脸色有些惨白，但他无力阻止这一切。老和尚，我 TMD 问候您祖宗，放了小爷。叶长安几乎是绝望，妖僧变得庞大无比，他张开血盆大口，直接将叶长安丢入嘴里，一嘴咬下。咔嚓一声，狐仙瞪大了双眼，一脸不可置信，直接愣在当场。啊！这一声哀嚎不是叶长安发出来的，而是妖僧。只见一把巨剑劈断妖僧大钢牙，疼得妖僧立马丢下叶长安。叶长安回过神来，凝视着眼前巨剑。他醒了。狐仙盯着巨剑，散发着耀眼金光，立马兴奋激动。叶长安也是一脸茫然，什么情况？巨剑怎么就活了？啊！妖僧一脸愤怒，捂住满嘴鲜血的嘴，声音嘶哑道：怎么可能？除了此剑主人，没有人能够唤醒这把剑。难道？妖僧目光瞬间凝视着叶长安，瞬间明白过来，当年此剑主人乃是纯阳体，而眼前之人是纯阳混沌体，莫非他们有着什么关联？叶长安脑海闪过这把巨剑名字斩神剑，除了这剑名字，其余信息也没有出现在叶长安记忆中。斩神剑好霸气的名字，斩天、斩地、斩诸神。叶长安喃喃自语。妖僧瞬间红了眼，爆发恐怖修为，立马抓向斩神剑。斩神剑发出恐怖强光，自动高高举起，一剑斩向妖僧。轰隆隆，一剑落下，惊天动地，烟尘四起。妖僧喷出一大口鲜血，立马闪身消失原地。妖僧并不傻，
斩神剑如今醒了，自己若是不逃，即将被斩杀。逃了！狐仙环顾四周，脸色骤变。叶长安盯着烟尘消散的地方，哪里还有什么大光头和尚，早就没影了。叶长安倒吸一口凉气，这么恐怖的妖僧，竟然连斩神剑一击都扛不住，这把剑绝对不是仙剑，可能是传说中的神剑。这时候，斩神剑变成1米左右长，他飞到叶长安身边，围绕着其身子旋转。斩神剑！叶长安兴奋地呼唤一声，随即摊开右手。斩神剑看起来很活跃，他停止旋转。叶长安一把抓住他剑柄，随即哈哈大笑。狐仙眼神流露出几滴泪水，这下他终于相信眼前之人就是自己的夜郎。夜郎！狐仙忍不住抽泣，他起身抱着叶长安。叶长安身体微微一颤，看向哭得如此伤心的狐仙，叶长安于心不忍，也没有推开狐仙，只是让他紧紧抱着自己。半晌过后，狐仙哭诉完毕，这才从叶长安怀里挪开。他知道眼前之人就是自己苦苦等了1000年的夜郎，只是他没有前世记忆了。狐仙姐姐，我是不是叶帝？3年之后真相就会水落石出。叶长安摸了摸自己的储物袋，里面的黑棺材就是自己的秘密。狐仙有些意外地看向叶长安，他说3年？怎么可能？再没有突破仙人实力，任何记忆都无法解开。叶长安感觉斩神剑颤抖一下，随即飞了起来，带着叶长安冲出石门。叶长安盯着斩神剑，懵逼后留下一句话给狐仙：3年时间，我若是叶帝，必来找你，给您一个家。狐仙听着一直回荡耳边的话，喃喃自语：我等你。斩神剑，你要带我去哪里？叶长安看向手中长剑，斩妖僧。斩神剑发出一道低沉声音，斩妖僧。叶长安注视着秘境出口，这不是出去的路吗？难道妖僧逃出去？叶长安吓一跳，若是妖僧出去，那外界不就大乱了？叶长安想想都有些后怕，妖僧实力太恐怖，外界几乎没有谁能够阻挡这个吸血僧。出了秘境，斩神剑脱离叶长安，一把剑直追妖僧而去。叶长安只能等待斩神剑归来，自己去也帮不上忙，反而可能给斩神剑造成阻碍。师兄！这时候陆轩见到叶长安出现，随即眼里含着泪花。赵清雅脸色有些难看，走到叶长安面前开口：师弟，师娘不见了。此话一出，叶长安瞬间顿住，盯着二女开口：怎么回事？师娘已经失踪2天了，到现在没有一点音讯，我怀疑。赵清雅话音未落，一把剑矢从天际疾射而来，叶长安眉头一皱，几人闪身躲开这把剑矢的偷袭。叶长安目光死死凝视着天际，这把剑矢竟然从这么远的距离射来，估计射箭之人实力不低于元婴期。师兄，剑矢上有东西。陆轩拔掉剑矢，抽出剑矢捆绑的一张纸条。叶长安眼神微眯，转头看向陆轩手里的纸条，接过打开一看，顿时脸色大变。只见纸条上写着几个大字：若不想让你师娘死，来皇室赎罪。南宫飞扬。叶长安咬了咬牙，瞬间阴沉着脸，他们行踪竟然被皇室查到了。赵清雅、陆轩脸色大变，随即气愤道：可恶，皇室欺人太甚。二女阴沉着脸，陆轩开口：师兄，我们去救师娘。叶长安摆了摆手，沉思半晌后冷静开口：你们哪里都别去，好好待在青丘族。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师娘被皇室折磨。陆轩气鼓鼓道：放心，师兄定会将师娘平安带回来的。叶长安看了一眼两女，随即转身朝着山脚下而去。赵清雅叹口气，她知道自己这个师弟应该有办法，她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祈求师弟活着回来。叶长安出现在万妖城，找到黑市最有名的手艺大师以及炼制术大师。叶长安交出100万灵石，几个时辰后走出黑市。叶长安嘴角邪魅一笑，仰头看着苍穹中一道人影急速掠过，嘴角的笑容更加邪魅了。圣武皇朝，夜色渐渐暗了下来，几乎变成昼夜。皇室城墙上，南宫飞扬闭眼凝神，旁边10大高手目光直视四周黑暗，似乎在等一个人。太子殿下，叶长安抵达圣武皇朝地盘了。这时候，一名肥头大耳的化神一重天高手此刻恭敬开口。南宫飞扬闻言，睁开眼眸，面无表情地注视着黑暗，准备一旦他进入陷阱，立刻起阵。南宫飞扬冷冷道：既然叶长安不能为自己所用，那就要尽早杀之。他不敢保证自己赐予他的那把赤焰剑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控制。他出现了。肥头大耳说完后，只见城墙下一道红衣身影出现在众人视线中。叶长安，好久不见。南宫飞扬抿嘴一笑。叶长安顿住，仰头凝视着城墙上的南宫飞扬，开口：南宫太子，我已经来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但先把我师娘放了。南宫飞扬终于忍不住大笑，他犹如高傲的君王，此刻正在俯瞰下方叶长安。
今日本太子不仅不交出您师娘，反而还要将你斩杀。南宫飞扬露出邪恶一面，随即大手一挥。叶长安面容一冷，知道南宫飞扬会这么说，他并没有感到意外，而是嘴角勾勒出一抹邪笑。起阵！南宫飞扬大喝一声，顿时下方的叶长安四周光芒万丈，竟然快速形成一个捆阵，将叶长安捆在里面。叶长安环视四周，心中无波无澜，只是一脸淡定地凝视着南宫飞扬。叶兄啊，叶兄，你要是乖乖臣服本太子，今日或许就不会有此下场。南宫飞扬一脸嘲笑。叶长安不言不语，就地盘膝而坐，对自己身陷危机没有一丝恐惧。南宫飞扬微微惊讶，目光凝视着阵法中的叶长安，总感觉哪里不对，但又说不上来。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第一时间会恐惧或者害怕，甚至求饶。叶长安太过于平静，让南宫飞扬感到心里有些不踏实。叶长安，您马上就要死了，还这么冷静。南宫飞扬试着恐吓，但叶长安仍然没有一丝回应。南宫飞扬脸色变得有些狰狞，心中有种不好预感，但他要亲自见证。启动杀阵，击杀叶长安。南宫飞扬审视着阵法内的叶长安，大喝一声。叶长安扫视一眼南宫飞扬，眼底露出一些讥讽，更多是不屑，如同看傻子般看向城墙上几人。杀阵启动，一瞬间，阵内无数剑刃朝着叶长安包围，剑刃慢慢逼近，贴近叶长安，一弓分停了下来。南宫飞扬眉头紧蹙，剑刃已经架在脖子上了，怎么还这般冷静？叶长安勾唇一笑，笑容回荡黑暗，听着让人有些头皮发麻。杀了他！南宫飞扬脸色阴沉可怕，愤怒开口。叶长安癫狂一笑，犹如疯子般凝视着南宫飞扬。南宫太子，您中计了。闻言，南宫飞扬暗道：不好，快去地下牢房。南宫飞扬吩咐一句，5名高手纷纷朝着皇宫牢房冲去。南宫飞扬转瞬凝视着阵中叶长安，瞬间大怒。阵法中的人竟然不是叶长安，而是一具被易容师易容又被傀儡师炼制的尸魁。我们竟然被骗了！南宫飞扬暴跳如雷。太子殿下不好了！这时候，几名高手气喘吁吁冲到南宫飞扬跟前道：人呢？南宫太子冷冷询问道。肥头大耳恭敬道：牢房10名守卫全部惨死，苏荣已经被救走了。什么？一群饭桶，快去找！若是找不到，剃头来见。南宫飞扬恼羞成怒，牢房10几名守卫都是筑基7重天，8重天修士都有2名，到底是谁在帮助叶长安？太子殿下，发现叶长安气息。这时候，肥头大耳修士手指向苍穹。南宫飞扬御剑冲向苍穹，瞬间脸色难看，竟然是飞进去的。不对，1个月前叶长安不过才是筑基3重天境界，不可能1个月突破金丹能够御剑飞行了。容不得南宫飞扬多想，肥头大耳展开化神修为，带领着南宫飞扬急速追了上去。而这时候，远在天际一道人影扇动着翅膀，带领着浑身重伤的女人，此刻正在快速飞掠。扇动翅膀之人正是叶长安，他怀中抱着的正是自己师娘苏荣，面无血色，已经被皇室虐待不成人样了。叶长安咬了咬牙，速度已经提不起来了，抱着师娘飞行，速度会受到阻碍。叶长安，你逃不掉了。突然，后方急速追来的皇室高手纷纷将叶长安包围。叶长安面色一沉，扇动翅膀，他急速降落地面，将师娘放下，随即盯着落到面前的南宫飞扬。叶长安，您很不错，把本太子都欺骗了。南宫飞扬面目狰狞，对叶长安已不再有一丝客气，直接露出真面目。叶长安冷哼一声：南宫太子莫不是属狗的，这么快就闻到味了？叶长安毫不客气，直接讥讽一句。南宫飞扬脸色有些难看，他乃是皇室太子，被人骂成狗。忍无可忍的南宫飞扬瞬间一巴掌拍向叶长安。叶长安眉头微皱，一个闪身躲开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手腕翻转，斩魔剑横扫而去。南宫飞扬见状，眼眸眯起，嘴角勾起一丝嗜血残忍弧度。他感受到叶长安实力筑基9重天，才1个月没见，竟然突破这么快。南宫飞扬眼眸杀意更加浓郁，若是不杀叶长安，再给他一些时日，恐怕就要突破金丹，与自己同等境界了。南宫飞扬也是刚刚突破金丹不到1个月，叶长安虽然很强，有神火领域，但金丹与筑基差距犹如鸿沟，他有信心斩杀叶长安。皇室10大高手将四周空间封死，哪怕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他们想看自家太子是如何玩虐眼前蝼蚁的。南宫飞扬手腕也同样翻转，一柄极品长剑从袖口滑落，随后划出一道绚烂的剑花，又朝着叶长安杀去。叶长安眼神愈发冰冷，手中斩魔剑挥斩，瞬间爆发出一股冲天般的气势，如同破云求道，锐意难挡。这一招重在速度和突破，一剑出，南宫飞扬横剑一挡，直接被震退几步。太子殿下，
十几名高手见状，瞬间愤怒地盯着叶长安。南宫飞扬摆了摆手，示意先退一边。叶长安面无表情，双眼如毒蛇般凝视着南宫飞扬。南宫飞扬内心惊骇，刚刚那一剑威力竟然不输金丹力量，叶长安这1个月到底得到什么奇遇，连自己都没有多大把握取胜了。南宫太子，接下来这一剑很帅，你要接住了。叶长安冷笑一声，身形一颤，斩魔剑猛然一挥，仿佛天雷滚滚而来，带着毁灭力量，让敌人闻风丧胆。这一招重在杀伐之气，力量霸道恐怖。真龙问世，南宫太子挥斩自己的极品龙骨剑，长剑猛然斩向叶长安，一条金龙从龙骨剑中冲了出来，发出龙吟之声，龙威浩荡直逼斩魔剑。金龙快如闪电，强得如狂风，暴怒的龙凝一头欲要吞噬斩魔剑。叶长安冷哼一声，全身力量凝聚斩魔剑，堪比一次惊天动地的天灾，剑气纵横，直击金龙。金龙仰天咆哮，根本无法阻挡斩魔剑的恐怖剑气，就听咔嚓一声，被剑气绞杀当场。南宫飞扬红了眼，举着龙骨剑冲向叶长安，刹那间，南宫飞扬与叶长安扭打在一起，两人剑光四射，场内一片狂沙飞扬，火花四溅，所过之处一片狼藉。叶长安越打越心惊，南宫飞扬太强，果然不是妖界囚龙族古达尔神子能相比的。不死霸体诀，南宫飞扬直接动用自己最强底牌，面对叶长安恐怖攻击，只能使用这招从未使用过的最强技能不死霸体诀。使用这技能，修炼者能够拥有强悍体质，力量也会加强10倍，如果敌人太强大，也能保命不死。能让本太子使用这招，目前就您一个，可要接吻了。南宫飞扬讥讽一笑，不死霸体诀嘛。叶长安撇了撇嘴，开口，可别让小爷失望。叶长安猛然一剑斩下，如同星辰变幻，幻化出无数剑气，直逼南宫飞扬。南宫飞扬携带着不死霸体诀，一拳砸向叶长安。轰隆隆，叶长安的剑气与南宫飞扬拳头碰撞，瞬间震颤四周，两人纷纷倒退。叶长安被震退数步，这才稳住身形，反观南宫飞扬，眼神死死注视着自己。南宫飞扬没想到他的底牌竟然只是将叶长安击退，并没有伤其筋骨。噗！话音刚落，叶长安感觉喉咙一甜，一股血腥味从口里吐出。南宫飞扬见状，顿时仰天大笑，看来自己底牌杀伤力还是挺强的。叶长安眼神微眯，擦了擦嘴角鲜血，冷笑道：南宫太子，您的底牌已经用完，现在该轮到我了。叶长安说完，右手摊开一团神火出现在手。叶长安明白，必须使用6丁神火才能对付南宫飞扬，因为此人的不死霸体诀太过于恐怖，刚刚若不是自己使用上古混沌中防御，恐怕一击就能击杀我，若是如此，也稍微受了一点伤。神火领域，叶长安怒吼一声，6丁神火瞬间锁死南宫飞扬，直接将火焰抛出去，最终炸开，形成一片火海。南宫飞扬脸色巨变，他感觉到一股危机弥漫浑身，自己身陷火海，即将被吞噬，左右张望，试图寻找破开领域之法。叶长安随着境界提升，6丁神火也会变得更加强大，从最初的岩浆领域变成恐怖的火海领域，这些神火都是可成长型的，有水涨船高的功能。太子殿下，10大高手见自家太子被神火烧伤，立马爆发化神实力，冲破神火领域，直接将南宫飞扬救了出来。叶长安眼眸微眯，知道只要这些化神高手出马，自己神火领域终将被破开。他们都是化神存在，自己实力只不过筑基9重天，面对这些高手，叶长安只能咬牙切齿。可恶，叶长安，本太子要杀了你！南宫飞扬被救后，看着浑身被烧伤，立马狰狞地盯着叶长安。叶长安不言不语，只是目光凝视着南宫飞扬身后10几名化神高手。他在想，今日是不是死局？面对一个化神高手，凭借着自己拥有混沌龙翼，逃跑不成问题。可是他不能千辛万苦设局救出的师娘就这么放弃，而且这里的空间全被封死，逃无可逃。难道就要死在这里了吗？叶长安仰视苍穹，若是斩神剑此刻出现就好了。在秘境中，叶长安可是知道斩神剑的实力，连仙人都一剑重伤。叶长安望着苍穹，斩神剑去追杀妖僧，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不是？叶长安叹口气，今日难道就逃不出去了吗？叶长安，本太子定要你生不如死！南宫飞扬愤怒一声，摸着浑身伤痕，瞬间恼羞成怒道：来人，将他肉一块块割下，本太子要让他活活疼死！叶长安闻言，脸色阴沉，目光死死盯着南宫飞扬。若是现场没有这10几位化神高手，叶长安早就将南宫飞扬斩杀当场。太子殿下，您就看好了，这小子马上就会被我精湛的刀工割裂致死！肥头大耳化神高手嘴角邪魅一笑，瞬间冲向叶长安。叶长安盯着肥头大耳修士冲向自己，浑身瞬间无法动弹，
这就是化神手段，仅凭气息都能将自己震慑当场。叶长安咬了咬牙，盯着肥头大耳手中刺眼的短剑。叶长安脸色惨白，浑身如同被灌满钢针，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看着肥头大耳手握锋利的短剑割裂自己的身体。好大的胆子，本地的人也敢动！就在肥头大耳短剑即将刺入叶长安身体时，突然一声暴怒传遍四周，瞬间震慑众人。砰一声，四周空间崩溃，只见一道倾国倾城倩影突然出现在场中。叶长安看向出现的倩影，乃是青丘族司阴妖帝，自己的老相好。叶长安嘴角微微一笑，小命保住了。司阴妖帝眼眸冷漠地注视着皇室10大高手，语气中带着冰冷杀意道：本地看中的人，谁动谁死。司阴妖帝爆发出一点点威压，直接将皇室10大化神高手震得吐血。妖帝10大高手脸色苍白，心中恐惧弥漫，这可是妖帝，他们面对这种传说中的存在，也只能等死。南宫飞扬浑身颤抖，感受到眼前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他难以相信，叶长安怎么能认识这种活化10级别大人物？滚！司阴暴喝一声，直接将10大高手震飞出去。南宫飞扬见状，咬牙切齿，眼神死死盯着叶长安，最终闪身带着自己族人灰溜溜离开。南宫飞扬没有想到半路杀出个妖帝，若是不赶紧逃离小命，可能就会交代这里。他相信如果不走，妖帝下一秒就会杀了他们。叶长安松了口气，司阴妖帝不杀他们是怕被人族恐怖存在报复，人族与妖族有言在先，不准大地强者踏入对方领地，不然。司阴也没有想这么多，只是知道叶长安此次有危险，所以冒着生命危险破坏人族与妖族建立的规矩，前来营救叶长安。司阴，你好大的胆子，谁让你私自擅闯人族领地的？突然，一名白发独眼老者从天际处飞掠而来。司阴妖帝闻言，瞬间脸色骤变。叶长安看向司阴颤抖的身躯，随即看向即将飞到自己面前的独眼老者。好强！此人气息竟然比司阴妖帝恐怖数倍。叶长安倒吸一口凉气，没想到咱们人族竟然有这等强者，莫不是先武皇朝元老级人物？华长风！司阴妖帝惊恐，华长风可是人族掌管者，修为高深莫测，一旦发现其他种族大帝降临人族，他第一时间就会出现。叶长安也听说这个规矩，但是司阴是为了救自己才冒险闯入，这位掌管者不可能这么无情吧？司阴，你把两族规矩忘了吗？白发独眼老者瞬间出现叶长安面前，目光审视着司阴妖帝。司阴妖帝面色惨白，吓得浑身直冒冷汗。叶长安盯着满脸皱纹麻衣独眼老者，抱拳道：前辈，司阴妖帝是为了救我，所以才破坏此次规矩，还请前辈原谅。独眼老者闻言转头看向叶长安，当看到叶长安第一眼时，独眼老者直接就愣在当场。神主！独眼老者浑身颤抖，嘴里呢喃，半晌过后才摇头叹息，自己神主都死了几百年了，眼前之人只不过长得像而已，并不是自己神主。前辈，还请前辈原谅司阴妖帝。叶长安再次抱拳，对这位人族守护者无比恭敬。因为守护人族的强者，叶长安值得对他们恭敬，这些人都是保护人类的主要人物，值得叶长安再次躬身抱拳。司阴已经绝望了，接下来可能自己就会面临死亡，规矩中擅闯者必杀，否则就是破坏规矩。独眼老者看向叶长安，半晌过后这才摇头叹息，眼前之人的确与神主很像，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相似。也罢，既然有小友为您求情，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说完后，独眼老者一掌拍向司阴妖帝。司阴妖帝只是吐出一大口鲜血，随即抱拳感谢般看向独眼老者，多谢不杀之恩。叶长安见状也都微微松了口气，他怕人族强者斩杀司阴妖帝，自己会自责的。司阴妖帝盯着叶长安，有些意外，华长风可是很无情的人，竟然会给叶长安面子，这让司阴妖帝有些不敢置信。小友，你叫上名字。华长风打量一下叶长安，笑呵呵道。叶长安抱拳道：前辈，吾乃叶长安。叶长安。华长风微微点头，随即又看向司阴妖帝。司阴，回你妖族以后别再踏入人族领地，若是再敢有下一次，老夫可不会手软。华长风冷哼一声，大袖一甩，直接消失原地。他是看叶长安与神主相似，给叶长安面子，所以才放过司阴妖帝，不然早就一击斩杀了叶长安。看着消失的华长风，有些侥幸，今日是遇到好说话的前辈，若是换做其他人，可能今日不但司阴妖帝要被杀，自己也将面临青丘族的怒火。司阴妖帝看向叶长安，随即开口：走吧。叶长安点点头，抱着昏死的师娘，展开混沌龙翼，朝天飞掠。司阴妖帝护在叶长安身后，飞掠不到几个时辰，叶长安就降临青丘族。陆轩、赵清雅、乞丐他们一夜未眠，一直提心吊胆，等到天色渐亮。
见到叶长安抱着师娘出现，赵清雅几人瞬间激动。师娘，陆轩看向叶长安怀中的苏荣，有些着急。叶长安将苏荣抱进屋，放到床榻上，随即一个医师急匆匆走了进来，慌忙把脉。叶长安见状走出屋外，这一次太凶险，若不是司阴妖帝出手相救，恐怕他早就被皇室高手活活折磨致死。叶长安咬了咬牙，对皇室充满了仇恨，等着，君子报仇100年不晚。主人，这时候叶妹出现在叶长安身后，开口：玛莎妖帝。他抬着八抬大叫，说是今日要来娶你。啊！叶长安有点懵，随即看着叶妹开口：囚龙族玛莎妖帝。叶妹点了点头，看向天际那边，此刻真的有一群人抬着大花轿，脚踏祥云正往青丘族飞驰。叶长安注视着八抬大花轿，随即视线落在最前方的白衣胜雪、头生犄角的绝美仙子。叶公子，本帝今日前来向公子提亲。玛莎妖帝精致的俏脸泛起一丝潮红，看向叶长安，有些期待道。叶长安喉咙滚动，不可置信地看着玛莎妖帝。叶长安真想不明白，堂堂一名妖帝存在，天下这么多优秀男人，偏偏向我提亲。叶公子，玛莎妖帝提醒道。啊！叶长安回过神，开口：玛莎，你也太突然了吧。玛莎妖帝甜甜一笑，随即有些严肃开口：叶公子，事发突然，本帝不得不先斩后奏，还请叶公子勿怪。事发突然，叶长安有些疑惑，像这种妖帝般大人物，除非种族危机，不然也不会那么窘迫。玛莎没有向叶长安解释，这些都是种族高层机密，不到最后一步都不会透露，不然就会给种族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引起弟子们的恐慌。玛莎，您堂堂一尊妖帝，为何要娶叶某人？对你有什么帮助吗？叶长安盯着玛莎妖帝，神情有些严肃。叶公子，你能帮到我，本帝想借助您的纯阳混沌体突破，只要能够迈入大地之上的境界，囚龙族危机可解。玛莎恳求道。叶长安吐了口气，原来只是为了纯阳混沌体，不就双修吗？搞那么多弯路，你想要，吱一声，小爷随叫随到。声明一下，不要白嫖小爷，一次一个亿，叶某人还太年轻，手法不够熟练，待到日后成为一名合格的快手，才娶妻生子。叶长安一脸淡然道。玛莎妖帝有些失望，他不甘心就这样被拒了。叶长安清了清嗓子，老神在在道：叶某人一向都是助人为乐，若是玛莎姐想要，叶某人晚上给你就是了。闻言，玛莎妖帝绝望的表情一下子恢复激动。叶公子，此话当真？叶长安微微一笑，叶某从未骗过女人，放心付费，小爷即刻启程。玛莎妖帝得到答复，瞬间心情一下好转。他也曾想过，但是怕叶长安不同意，所以就安排着出提亲婚事。叶公子，此次携带的彩礼就当给公子的辛苦费，请收下吧。说着，玛莎妖帝将一个储物戒丢给叶长安。叶长安慌忙接过，眼神火热地注视着手中空间戒指。这种空间系戒指，一般人是拿不出来的，只有那些大人物或者有钱人才能买得起的宝物。一个小目标也只能购买100平米空间系戒指，带着这个戒指象征地位、权势、财富。叶长安神魂探入戒指空间，不到100平米，对于叶长安绝对够用。8888888，万上品灵石。叶长安瞪大了双眼，心中惊呼一声：好富有！囚龙族不愧是妖界大族，随随便便就能拿得出这么多钱出来。叶长安愣了半晌，随即看向玛莎妖帝。叶长安从未见过这么多钱，有些太过于震撼，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叶公子可还满意？玛莎妖帝讪讪一笑。叶长安回过神，难以掩饰内心激动，开口：玛莎姐，你也太大方了，叶某人有些受宠若惊。放心，这只是开胃菜，完事后本帝还有大秘密要告诉您呢。玛莎妖帝神秘兮兮。叶长安张了张嘴，有些好奇道：什么大秘密？玛莎妖帝浅浅一笑：完事后才能告诉您。叶长安满脑子问号，见玛莎不说，也就很识趣，没有追问，只是看向一旁的叶妹。叶妹，您转告陆轩他们，我去囚龙族播各种，完事后就回来，让他们勿忧。叶长安说完后，一脚踏入大花轿。叶妹点了点头，凝视着主人远去的方向。囚龙族自称是龙的后裔，拥有强大的龙血传承，能够变身成龙，施展强大龙系法术，实力比其他种族强大，所以他们天生高傲。囚龙族建立在妖界最神秘的地方，四周灵山包围，云雾缭绕，宛如仙境。房屋建筑古朴典雅，融合道家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叶长安走出大花轿，环视四周，内心有些惊骇。囚龙族整体实力好庞大，面积太广阔，族内弟子应该不低于100万吧。恭迎妖帝。这时候，囚龙族族长包括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老以及优秀的核心弟子们，此刻纷纷抱拳恭贺妖帝。妖帝摆了摆手，开口：古龙幽，叶公子乃是本地贵客，要好生招待。
囚龙族族长古龙幽闻言有些茫然，贵客，妖帝大人不是要娶叶公子吗？怎么变成贵客了？古龙幽思索片刻，妖帝大人难道与叶公子达成某种协议，不以成婚方式入洞房了？也罢，这种方式好，若真成婚，叶公子岂不是成为囚龙族第2号大人物？那他们岂不要对这小小的人类毕恭毕敬？叶长安扫视一圈，竟然没有见到古达尔神子，不知躲哪里去了。叶长安视线落在族长身上，古龙幽乃是中年女人，胸大屁股肥，是位风韵犹存的少妇。她的穿着有些风骚，不敢细说。叶公子，请。古龙幽做了个手势，叶长安看向一旁的玛莎妖帝。玛莎妖帝挑眉一笑，先去吧，晚上我来找您。叶长安紧跟族长身后，目光一直注视着古龙幽扭动的翘臀，一扭一扭很有节奏。叶长安差点没忍住，伸出去的触手瞬间缩了回来。进入主殿，叶长安坐下来，古龙幽好酒好菜招待，叶长安大口咀嚼。叶公子，求您个事。古龙幽干了一碗酒，突然开口。叶长安看向古龙幽，疑惑开口：古族长，您先说事。古龙幽看向叶长安，最终开口：叶公子，本族长向您赔罪了。叶长安慌忙将跪在地上的古龙幽扶起，开口：古族长您这是？吾儿前些日子冲撞到叶公子，还请公子原谅。古龙幽抱拳。叶长安眼神微眯，古龙幽话中之人就是古达尔神子。叶长安放下手中筷子，他没想到古龙幽竟然是古达尔神子母亲。叶长安脸上露出一丝冷笑，表面上却装作大度地说：古族长，若是古达尔不再找事，我叶长安就此接过。古龙幽听他这么说，松了一口气，以为这事就这么接过了。然而叶长安话锋一转，不过您儿子串通魔修暗杀我，这可就不是小事了，我这条命差点就没了，总得给我个补偿吧。古龙幽脸色一变，叶公子，您想要什么都可以，包括我的身子，只要你肯放过吾儿。包括身子吗？叶长安撇了撇嘴，自己可是按标准收费，绝不主动，除非您求我。叶长安摇了摇头，再次打量一下古龙幽，随即开口：身子先留着，听说囚龙族强者如云，若是族长能够给我10位化神高手，叶某人绝对再不追究。闻言，古龙幽脸色微变，10位化神高手虽然对他们囚龙族不算什么，但也是囚龙族族人。叶公子，您要10位化神高手干嘛？古龙幽眼神有些凝重道。叶某人与两派大势力有些恩怨，建立的宗门又没有强者坐镇，叶长安不再言语，只是静静盯着古龙幽。古龙幽犹豫不决，他瞬间想到叶长安与妖帝大人的关系，若是自己不借，他就会找妖帝大人，还不如顺水人情，既能保住儿子，又能保住自己地位。10个化神而已，囚龙族不在乎。叶公子，本族答应给你10位化神。古龙幽最终咬了咬牙道。叶长安兴奋激动的同时，右手忍不住捏了一下对方翘臀。哼。古龙幽浑身一颤，发出悦耳的声音。叶长安意识到不对，收回触手，目光看向羞涩的古龙幽。古族长，叶某有些好奇，古达尔为何不与其父一个姓呢？叶长安询问地看向古龙幽。孩子父亲吗？古龙幽冷冷开口。他不在了，我吃了他。叶长安闻言有些震惊三观，脑瓜子嗡的一声，喉咙上下滚动。你把他父亲吃了？囚龙族有个诅咒，一旦女人怀孕，就会吃了自己丈夫，转而来喂养腹中胎儿。古龙幽眉头紧蹙，有些伤心道：可以选择不吃吗？叶长安眉头紧蹙，有些感到后怕，万一自己播种，妖帝怀上了，岂不是？不可以，没有控制权，除非您不会让她怀孕。古龙幽严肃道。叶长安愁眉苦脸，思索片刻，暗自打算，播完种，明日就跑路。若是妖帝真怀孕，也不敢踏入人族地盘，因为双方达成共识，大地之上的强者不允许出现一方领地，不然会遭遇管理者无情截杀。古族长，您现在就帮我去准备一下10位化神高手，明日就要带走。叶长安神色不宁道。叶公子稍等。古龙幽闪身消失，不一会儿就带领10位化神高手出现在叶长安酒桌旁。叶长安扫视一眼10位化神高手，全都是化神大圆满强者。叶长安兴奋，古龙幽太舍得了，化神大圆满可是圣武皇朝顶尖存在，虽不及皇室，但是有这10位圆满境，皇室要杀自己也要考虑一下。宗主大人，俺是龙大。这时候10位化神高手纷纷抱拳自我介绍，他们在来的路上古龙幽就交代好了，这位宗主大人可是自己妖帝大人的贵客，若是能够讨好宗主，日后被囚龙族重用也不是不可能的。他们盼望着那一天能够得到族内重视，现在机会不就摆在面前吗？龙2、龙3、龙4、龙10，见过宗主大人。叶长安盯着眼前10位中年大汉，他们一身黑衣，黑发缭绕，龙大脑袋一对犄角不知为何断了一根，不过这都不重要，叶长安只需要他们诚心诚意帮宗门做事。龙大，
从今往后，您就是极道神宗大长老龙二。叶长安将他们职位分好，10位长老，这下终于可以回到圣武皇朝了。多谢宗主大人，吾等必将为宗主，为极道神宗出生入死，绝不后悔。龙大、龙二、龙三，他们全都对着叶长安恭恭敬敬行大礼。叶长安很是满意，看向10位长老道：“放心，3年之后，你们就可以回到囚龙族，就凭妖帝与叶某关系，你们必将得到妖帝重视。”此话一出，10位化神长老瞬间兴奋，对自家宗主大人充满感激。龙大带领其他长老先下去，明日一早随本宗主前往极道神宗。叶长安霸气开口，使得10位长老打起百足精神。是，宗主大人。龙大微微躬身，带领9位化神高手退下。古族长，交易归交易，叶某人还是要感谢。叶长安转而看向古龙幽：“叶公子客气，这都是本族应该做的。”古龙幽垂眸遮住情绪，10名化神大员满给了别人，不肉疼是假的。古族长，叶某人深表感谢，特意敬您一碗。叶长安端起一大碗酒，一饮而尽。古龙幽心里不知在想什么，随即也一碗干了。叶长安高兴，喝了许多酒，醉意有些上头。他凝视着身旁肥臀的古龙幽，叶长安上下打量古龙幽前凸后翘的身材，顿时忍不住咽了咽口水。俗话说，酒后怂人胆，喝酒之人会勾起内心欲望，渴望发泄出来。喝，叶长安再次倒满，一饮而尽。古龙幽眼神有些恍惚，他端起碗中酒，一口下肚，顿时有些上头，开始反胃。叶长安起身拍了拍古龙幽后背，半晌后，古龙幽开始胡话连篇，酒劲上来了。叶长安拍了一下古龙幽翘臀，猥琐的从后抱住，闻着古龙幽发丝飘香，忍不住凑近猛吸鼻子。叶长安保证，这么多女人中，古龙幽抱着是最舒服的，尤其是从后面抱。叶长安邪魅一笑，这一幕若是被古达尔神子看到，岂不是要道心崩溃？自己马上就要当您爹了，古达尔神子，日后见到小爷就得叫一声爸爸。叶长安忍不住直接笑喷了。先办正事。叶长安遇到这类少妇确实把持不住，就算小爷不收费也要舒服一把。叶长安笑得更加猥琐，他一把将醉得不省人事的古龙幽抱在怀中，左右张望，随即朝着里面房间走去。恭喜宿主与妖界族长双修，境界3，氪金值800，奖励普通期及大礼包1份。宿主叶长安，性别雄性，年龄20，境界金丹2重天，体质纯阳混沌体，氪金值2670，异火6丁神火，功法清源剑诀，武器斩魔剑，防御上古混沌中，飞行混沌龙翼，财富普通期级礼包，主任务开宗立派，副任务睡尽天下美人。叶长安嘴角上扬，小爷终于突破金丹了，从今往后不吃不喝也饿不死，达到屁股期对食欲没有多大兴趣了。叶长安衣装穿戴整齐，坐在房间圆桌旁，转头看向仍在熟睡的族长，喝多了1时半会醒不来。叶长安打开系统面板，点击查看系统礼包。这一次7级礼包奖励宗门功法10本，主要是给弟子修炼的。虽然叶长安看不上，但这些都是圣武皇朝顶级功法。叶长安盘算，这次回去就要准备招收弟子，壮大宗门。反正身上10几个亿，完全可以先把宗门完美塑造起来，到时候给弟子们分配任务。宗门有弟子，还怕赚不到钱吗？弟子服装，叶长安盯着大礼包中几百件白衣战袍。叶长安查看详细介绍，竟然是防御性宝衣。卧槽！叶长安惊掉下巴，宝衣可是圣武皇朝都极为少见，只有王孙贵族有钱之人才能买得起，一件也要10几万上品灵石。如今自己身上就有几百件，若是将这些卖给自己宗门弟子，岂不是转发了？没钱没关系，分期付，直到还完为止，这样弟子们才有赚钱的动力。叶长安嘿嘿一笑，看了一眼绣床上的古龙幽，随即走出房间。现在离晚上伺候妖帝还早，不如熟悉一下囚龙族。叶长安。这时候，一个头生犄角、说话有些阴阳怪气的少年，此刻正左右搂着2美人出现在叶长安视线中。叶长安也没想到，刚一出门就撞上正准备回来的古达尔神子。叶长安扫了一眼古达尔，看向左右2妖族美人，叶长安嘴角微笑，有些调侃道：“我的好大儿，晚两就不怕身体一下子被掏空吗？”叶长安。古达尔神子有些恼怒，但娘亲交代让他遇到叶长安千万不要招惹，这可是自家妖帝大佬看中的人，一旦惹怒妖帝，他们母女俩就会面临赶出种族命运。古达尔咬牙切齿，随即慢慢学会冷静。叶长安，妖帝大人虽然邀请您来囚龙族做客，但是可不要把囚龙族当自己地盘，说话要小心慎言。古达尔神子说完，
头也不回地搂着两美人走了。叶长安对此不屑一顾，也没有继续追究古达尔，谁让自己睡了他母亲，不看僧面看佛面。叶长安在囚龙族转悠半天，终于熟悉各区域主要干嘛的。叶长安只是了解，等回极道神宗，许多不完善的或者需要建筑的东西一并完成，目前只是参考一下别人的风格。叶公子。这时候一道声音从叶长安身后传来，转头一看，原来是玛莎妖帝。玛莎姐。叶长安微微一笑。玛莎妖帝来到叶长安跟前，抿唇一笑：叶公子，天色已晚，请随本地洞府一叙。叶长安垂眸苦笑：要交粮仓了。叶公子，这边请。玛莎妖帝很客气道。叶长安点点头，紧跟其后。两人降临囚龙族境地，玛莎妖帝打开洞府石门，带着叶长安走了进去。洞府内烛光摇曳，灯火通明。玛莎妖帝转过身，眼神中带着一丝妩媚：叶公子，今晚便让本帝好好伺候您吧。叶长安盯着冷若冰霜，犹如仙子一般的绝美女子，她那火热的身材，感性的朱唇，有些让叶长安忍不住吻了上去。玛莎妖帝瞪大双眼，没想到叶公子这么猴急，自己可还没有准备好，就被对方大嘴堵住了。玛莎妖帝浑身酥麻，犹如触电，原来接吻竟是这般滋味。叶长安挪开嘴唇，看向娇羞的玛莎妖帝：玛莎姐，你真美。叶长安将玛莎妖帝搂在怀里，一脸享受道：玛莎堂堂妖族女帝，竟然被人搂抱，要是传出去，绝对羡煞世人。玛莎妖帝听过多少男子的花言巧语，这次听到叶长安说出来，总感觉就是不一样，能够影响自己心情。玛莎妖帝俏脸通红，随即轻声在叶长安耳边呢喃：叶公子，本帝可是第一次，别把我弄疼了。叶长安深吸一口气，闻着玛莎妖帝身上散发出来的处子幽香，随即将玛莎妖帝推倒绣床。叶长安猥琐一笑，直接扑向玛莎妖帝。翌日，玛莎妖帝衣装整齐坐在圆桌旁，脑子还在回忆昨晚一幕幕，未曾想做这种事竟如此快活。叶长安穿衣下床，反手将被子盖住嫣红血渍，他来到圆桌旁边，与玛莎妖帝并肩而坐。玛莎妖帝笑意如春风拂过柳梢，无声却醉人。玛莎姐还在回味呢。叶长安抿了一口茶，看向还有些发呆的玛莎妖帝道。闻言，玛莎回过神，撇了撇嘴：一次3个时辰，能不让人回味吗？说完后，玛莎白了一眼叶长安，继续开口：属牛的这么强？叶长安尴尬一笑，开口：玛莎姐，我是属虎的，今年20岁出头了。玛莎直接无语，随即起身走到修炼地，盘膝而坐，准备突破瓶颈。这次通过纯阳混沌体帮助，他感觉到几百年瓶颈终于松动了。就在玛莎妖帝准备修炼时，系统声音出现在叶长安脑海中：恭喜宿主与妖族妖帝双修，境界4，氪金值1000，奖励普通8级大礼包1份。宿主叶长安，性别雄性，年龄20，境界金丹6重天，体质纯阳混沌体，氪金值3670，异火6丁神火，功法清源剑诀，武器斩魔剑，防御上古混沌中，飞行混沌龙翼，财富普通8级礼包，主任务开宗立派，副任务睡尽天下美人。叶长安嘴角上扬，内心激动不已，果然与妖帝双修，实力就会加得多一点。等级高的礼包里面东西越是诱人，不知系统奖励的8级礼包里到底是什么宝物。叶长安怀着好奇，打开系统面板，点击8级礼包查看。宗门大阵，星辰守护阵，以星辰之力编织而成，夜晚最为强大，能洞察敌宗，预警危机，同时吸收星辰精华滋养宗门，目前乃是这个玄真世间最强大的防御大阵。叶长安倒吸一口凉气，星辰守护阵也太逆天了吧！不但是世间最强的护宗大阵，而且还能吸收星辰精华滋养宗门。叶长安很期待，多想见证以后的震撼一面。这次回到极道宗，就将星辰守护阵覆盖整个宗门，拥有此阵以后，晚上睡觉都不担心敌人偷袭了5阶灵草种子100粒。叶长安恢复内心震撼，随即走出妖帝洞府，他叫上龙大他们10位化神大圆满高手。叶长安回到青丘族，叫上陆轩、乞丐几人，准备返回圣武皇朝。小哥，我们此次回去岂不是羊入虎口？乞丐有些担忧。放心，这一次我们回去不是送死的，而是要将皇室苍兰学院推翻。叶长安唇角微勾，笑意未达眼底。陆轩、赵清雅、苏荣、乞丐不可置信，脸色有些古怪地看着叶长安，而一旁紧跟众人的叶妹则是面无表情，似乎什么事都感不起兴趣。千妹与陆轩手拉手，嘴角洋溢着微笑，她可是对自家师尊信心满满。师尊是谁？可是妖界第一妖孽天才都惧怕的人物。叶长安几人在前，
身后10名化神大圆满高手跟随，只是他们隐匿虚空，乞丐几人没察觉到而已。第二日早晨，叶长安几人回到圣武皇朝，帽儿山几人准备回到极道神宗。叶长安传音龙大，龙大心领神会，快速朝着极道神宗飞掠。不一会儿，几声惨叫响彻，瞬间又恢复平静。叶长安带领陆轩几人来到极道神宗，眼前一幕让千妹有些瞪大双眼，尤其是2座高耸巨峰上的尸具。叶长安打量自己宗门，几个月了，小爷又回来了。乞丐张开双手，闭上双眼，帽儿山的空气多么新鲜，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是自己卖力马上去的，所以乞丐对极道神宗是有感情的。叶长安进入宗门大殿，坐在宗主位置，下方陆轩几人则是坐在2侧桌椅。10位化神大圆满高手则是继续隐匿虚空，没有叶长安发话，他们也不敢露面。诸位，可能我们刚刚抵达圣武皇朝，皇室强者就得知了，这些天都要小心，千万别离开帽山。叶长安吩咐一句道：小哥，我们不出去，他们也会找上门，还不是一样逃无可逃。乞丐有些沮丧着脸。叶长安勾唇一笑，开口：极道神宗有护宗大阵，他们是进不来的。说着，叶长安意识出现在系统面板中，点击大礼包中星辰守护阵。叶长安点击覆盖，瞬间整个帽山多出一道无形屏障，方圆10米内一旦有陌生人出现，大阵就会自动激活。大阵，乞丐狐疑地看向叶长安，小哥说的大阵自己怎么没有见过？几个月前被南宫飞扬闯入宗门，大阵也没有激活迹象，哪里来的大阵？小哥是不是在骗人？叶长安摆了摆手，开口：总之，只要你们待在极道神宗，就是最安全的。说完这后，叶长安储物袋中小青龙弹出个脑袋，打量四周，悠闲地飞出，落在叶长安肩膀上。龙，师尊竟然还养龙？千妹见状瞪大双眼，不可置信。神龙！隐匿虚空中的龙大龙二10人瞬间浑身颤抖，真龙球龙族也不过是龙的后裔，不完全是龙，所以遇到真正的龙，他们血脉就会被压制。宗主到底是何许人也？竟然敢圈养神龙，难道就不怕遭天谴吗？龙大眉头紧蹙，为宗主的神秘感有些期待了起来。宗主莫非是那位掌管神龙族的人类神帝后人？小青龙见到千妹，眨巴一下大眼睛，扭动着身躯跳跃到千妹肩膀，嘴里咿咿呀呀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龙语。叶长安摇了摇头，随即闪身消失原地。他来到后山，叶长安盯着自己种的灵树，半晌过后，陆轩几人也都站在叶长安身后。叶长安将4阶5阶灵草种子拿出来，递给陆轩千妹几人，把这些灵草种子埋入这片田地。叶长安指向空旷的田野道：乞丐从储物袋掏出几把锄头，这些都是之前乞丐购买的，后山灵草地始终要除草，乞丐还是挺操心的。乞丐接过叶长安手中灵草种，走到一旁翘着性感的屁股开始种地。陆轩、千妹、苏荣、赵清雅，包括叶妹也都拿起锄头埋头苦干。叶长安从系统空间拿出灵草增长液，第一次浇灌太多，导致灵草变成灵树，现在叶长安要适量用。几女前面播种，叶长安后面浇灌，这一幕让叶长安有种深刻的回忆。小时候自己农村的天天干活，自己放学回家还得帮忙浇粪，那味道真的上头。如今叶长安还有些感到不适。另外一边，皇室大殿，面目狰狞的皇上一拍桌子，大怒道：一群饭桶，这么多天连一个筑基修士都抓不到，留你们何用？下方众人全都低下头，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喘，似乎怕眼前的暴君一旦有人出言，就会触及眉头，可能会被当场击杀。父皇！这时候南宫飞扬从外走了进来，面色带着兴奋激动。华儿，可有叶长安下落？皇室眼神微眯，盯着南宫飞扬。父皇，好消息！探子来报，叶长安回到圣武皇朝，进入自己宗门了。南宫飞扬嘴角邪魅一笑，笑容有些阴冷。自从上次被叶长安神火重伤后，南宫飞扬彻底变成黑暗一面，完全不再伪装善良，只有真正的冷血无情。叶长安，您终于落在本皇手中了，您身上的神龙是本皇的。说完之后，皇上平复心情，凝视众人威严道：调动皇室高手，将叶长安等人捉拿归案，若是无法抓捕，直接当场斩杀。遵父皇令。南宫飞扬躬身抱拳，随即微微抬头，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意。下方众修士抱拳，纷纷领命，只要是皇室高手，全部从皇宫里飞出。圣武皇朝接到许多修士百姓们全都仰天看向皇室上空，瞬间震惊不已。极道神宗内，叶长安正和众人忙碌着种灵草，突然大阵发出轻微的嗡鸣声。叶长安脸色一变，立刻意识到是皇室高手来了，他瞬间来到阵前。皇室高手们很快将极道宗团团围住，南宫飞扬站在最前，面目狰狞道：叶长安，
今日你插翅难飞。南宫太子冷哼一声，直接冲向叶长安，但瞬间被一道无形光幕拦截。南宫飞扬止住脚步，眼神凝视着眼前屏障，内心有些不可置信。护宗大阵。南宫飞扬脸色有些惊讶，没想到极道神宗竟然有大阵守护了。叶长安嘴角勾起一抹微笑，站在大阵内有些鄙视南宫飞扬。这时候陆轩几人也都来到叶长安身后，警惕性地注视着南宫飞扬。叶长安，你以为就凭一个破阵也想拦住本太子吗？说着，南宫飞扬大手一挥，身后10几名皇室化神高手此刻便是爆发化神实力，直接对着护宗大阵猛然攻击。然而星辰守护阵岂是轻易能破的？光芒闪烁间，攻击皆被挡回，部分皇室高手还被反弹的力量震得吐血。南宫飞扬见状，眼中闪过一丝阴狠，他拿出一件法宝注入灵力，一道强大的光束射向大阵。大阵光芒摇曳，却依旧稳固。叶长安冷笑，就这点本事还想破我大阵？赵清雅几人也都松了口气，乞丐满脸震惊，宗门大阵竟然能挡得住10几名化神乞丐认知里，以前他所在的宗门护宗大阵也挡不住这么多化神，撑不过几秒就被攻破了。龙大、龙二准备冲出去杀敌。叶长安暗中传音。此时隐匿在虚空中的10位化神大圆满高手也蠢蠢欲动，听到叶长安传音，一下便冲出大阵。护宗大阵里面人可以轻松出去，不需要关闭大阵。龙大几人从冲出大阵一直是隐匿虚空，他们瞬间出现皇室高手身后，趁他们未察觉时直接一剑封喉。虚空有埋伏。剩下的8名皇室化神大圆满高手立马察觉到空间波动，全都爆发全力往虚空攻击。南宫飞扬脸色阴沉，刚刚几秒时间，皇室10位化神7、8重天高手直接当场殒命。到底是谁敢插手本太子之事？就不怕皇室报复吗？南宫太子凝视着虚空，故意用皇室权威震慑。叶长安摇了摇头，开口：南宫太子，你除了会大呼小叫还能干吗？叶长安不屑一顾，如今根本就不怕皇室。南宫飞扬转而盯着叶长安，内心有些难以相信，刚刚他在虚空中捕捉到10道化神大圆满气息，他们到底是谁？为何要帮助叶长安？太子殿下快逃！肥头大耳化神大圆满高手此刻躲开虚空中的攻击，立马拽着南宫飞扬急速逃离。剩下的7名化神大圆满就没那么好运了，全都当场惨死，要么被咬死，要么被一剑刺死。叶长安盯着南宫飞扬逃离方向，并没有追杀上去，而是看向地上躺着的皇室化神尸体。乞丐一脸震惊，竟然有人暗中帮助他们。皇室高手被斩杀了。陆轩、赵清雅、苏荣凝视虚空，10几道恐怖的力量被他们瞬间察觉，纷纷倒吸一口凉气。千妹小嘴微张，叶妹则是面无表情，他们原地注视着阵法外面。叶长安走出阵法，虚空中龙大几人纷纷抱拳开口：宗主，要不要乘胜追击，杀他个措手不及？叶长安扫视一眼地上尸体，然后开口：要。但是不是皇室？叶长安顿了一下，再次开口：皇室有超越化神存在的老祖宗，咱们没必要激动攻击。龙大有些疑惑，开口：宗主，莫非现在就要去覆灭苍兰学院？叶长安嘴角上扬，开口：苍兰学院也就院长化神大圆满，其余都是化神7、8重天，虽不足为惧，但若是苍兰学院高手全部与皇室高手联合，那时候我们将变得更加被动，所以趁皇室还没做出反应，咱们就先端了苍兰学院。徒儿，带上师娘。这时候苏荣走出大阵，刚刚他听到自己徒儿与虚空之人对话，也都一脸兴奋。叶长安转头看向苏荣，随即想到苍兰学院覆灭蜀山学院，师娘这次必须为死去的弟子们报仇，所以也就同意师娘跟随。叶妹、陆轩几人就交于您看管，不要让他们走出大阵。叶长安说完，混沌龙一展开，一跃而起，朝苍兰学院方向飞去。是主人。叶妹抱拳恭恭敬敬。龙大几人暗中跟随叶长安。苍兰学院2座巨山中间，巍峨的建筑高高耸立，学院宏伟壮观，云雾缭绕间散发着神秘气息，令人心生敬畏。叶长安停在苍兰学院上空，紧跟身后的龙大几人也都显露出来。一旁的苏荣见状也都一脸震惊，原来是囚龙族的高手，他们竟然会帮助自己徒，难道是玛莎妖帝？什么人胆敢擅闯我苍兰学院？这时候下方几名长老发现叶长安存在，也都从学院冲出，最后停留在叶长安跟前。原来是你，蜀山学院院长夫人，本院正在抓你，你却送上门来了。几位长老冷哼一声，再次开口：黄泉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您不要闯进来，那就别怪我等手下无情了。说着，几名老者直接抓向苏荣。苏荣脸色苍白，面对化神强者，苏荣难以抵挡，
只能将希望寄托于龙大几人。龙大冷哼一声，大手一拍，直接将抓向苏荣的长老拍成肉泥。苏荣满脸震惊，化神高手就这么眼睁睁在自己面前化成一滩血雾了。苍兰学院几名长老脸色难看，立马警惕注视着龙大几人。他们察觉到龙大几人气息，全都浑身一颤，眉头都皱成川字纹。叶长安双手抱胸，有龙大几人在，今日小爷不需要出太大的力，只需等待结果便可。若是发现司徒落雨这个曾经斩杀原主人的凶手，多次与自己对着干的人，发现直接出手斩杀。大胆杀我学院长老，你们准备怎么死？突然蜀山学院后山一道恐怖威压爆发出来，使得众人浑身一颤。叶长安眼神微眯，这股威压使得自己内心有些不安，难道是他一出山必定就是血雨腥风的人？大哥，九弟被他们……苍兰学院几名长老此刻看向出现的老者，哭诉道。叶长安盯着头发花白身着麻衣的驼背老者，顿时吸了吸鼻子。杨如山，苍兰学院大长老，实力在化神大圆满中乃是最恐怖的存在，和欢宗花婆婆、皇室皇上属于圣武皇朝最强的两人，他杨如山就属于第三高手。杨如山扫视一眼众人，目光停留在龙大身上，开口：阁下乃是妖族之人，为何斩杀我院长老？龙大没有回答杨如山话，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面无表情。叶长安眸光寒冷，无半点情愫。龙大，直接斩杀，不要废话。听到自家宗主发话，龙大直接爆发全力抓向杨如山。杨如山脸色阴沉，转而看向叶长安，这小手是谁？竟然能吩咐妖族之人？杨如山放下疑惑，眼前妖族强者即将抓来，他不得不出手镇妖。龙大右手成爪，猛然刺入杨如山心脏。杨如山脚尖轻点虚空，躲开龙大恐怖一爪，随即出现在龙大身后，一掌拍出大哥小心。龙二几人见状，直接朝着杨如山轰杀而来。叶长安眼神微眯，刚刚杨如山速度太快，快到连自己都无法捕捉。杨如山击向龙大的手掌调转方向，一个转身朝着后方龙二拍去。轰隆隆，龙二几人一拳砸来，杨如山一掌打出，一股恐怖的气浪冲击龙二，空间震荡以他们几人为中心，纷纷爆炸。龙二几人被震得空中滑行几米，这才稳住身形。叶长安眼神微眯，内心震撼不已。杨如山不愧是圣武皇朝第三高手，连9位化神大圆满都被一击震退。龙大仰天咆哮，瞬间幻化囚龙本体冲向杨如山。杨如山冷哼一声，手中神秘长剑出现，瞬间斩向龙大。吼！龙大喷出一道火焰，庞大的身躯直接与杨如山扭打起来。龙大露出本体实力堪称恐怖，一直与杨如山周旋，两人一时半会难分胜负。叶长安挥了挥手，龙二几人纷纷杀向苍兰学院几名长老。龙二几人也都变出本体，囚龙张开血盆大口，直接残忍撕咬。不一会儿，几名长老纷纷死亡，全部被击落，坠入苍兰学院，掀起了无数尘埃。下方弟子们恐惧已经蔓延到骨髓。叶长安降临苍兰学院，扫视一圈后，大喊一声：全部斩杀，一个不留。叶长安双手抱胸，看向苏荣以及变成囚龙的龙二几人。啊！别杀我，我不想死啊！叶长安听着一声声惨叫，全都是苍兰学院弟子求饶声，并没有感到一丝同情。他的神识展开，向着学院建筑探查而去，并没有发现院长以及司徒落雨气息。叶长安眉头微皱，随即再次用一种冰冷的眼神飞快地扫了一眼现场。叶长安瞬间抓向一名正在逃命的弟子，冷冷开口：司徒落雨呢？那名弟子吓得浑身颤抖，连忙求饶道：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竟然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去死！叶长安眼眸冰冷，手中斩魔剑一挥，那名惊恐的弟子直接倒在血泊中。叶长安提着手中斩魔剑，一剑一个，他目光无情，犹如闪着寒光的刀锋一般，似乎要将苍兰学院沦为人间地狱。上空正在激烈战斗的杨如山，此刻看向下方时，瞬间怒火中烧，才不到一会儿时间，苍兰学院竟然已经血流成河，弟子死伤一片。杨如山暴怒，杀意滔天，直接红了眼。龙大咆哮一声，再次冲向杨如山，两人爆发惊天动地的战斗，所过之处一片狼藉。叶长安将眼前弟子斩杀，看向苏荣龙二几人，他们也都将最后几名逃跑的弟子斩杀完毕。叶长安带领着龙二几人出现在苍兰学院后山，这里乃是学院秘密基地，也是苍兰学院禁地。叶长安打量眼前山洞，山洞被铁门封死，似乎里面有什么重要的宝物。叶长安之前用神识探查苍兰学院宝藏不知藏在哪里，但当叶长安神识扫过禁地时，却发现神识无法窥视山洞，便知里面肯定有什么神秘东西，或者有可能就是宝藏拥有这些东西，即到神宗发展就更加顺利了。这是一种收获，当你将敌人消灭，他的宝物就归于你，由你继承。龙二，
有办法将这铁门打开吗？叶长安转头看向身后龙二，龙二瞬间恢复人形，开口：宗主，这道铁门不简单，俺试试看。龙二走进铁门，爆发全身力量，一拳砸向铁门。咚的一声，龙二被铁门神秘力量震退，拳头微微颤抖，似乎刚才那一拳直接让龙二手臂受伤。叶长安见状，眼神微眯，心中在思索对策。龙二不服，化身囚龙，张开血盆大口，喷出恐怖火焰，直接烧向铁门。叶长安眼神微微一亮，看向龙二烈焰火不停灼烧，内心充满期待。紧接着，龙三龙四也都张开血盆大口，嘴里喷出龙火，配合着龙二。叶长安抬头看向龙大，此刻仍然还未快速解决战斗。叶长安吩咐龙五龙六几人尽快结束战斗。龙五几人领命，纷纷化成本体冲向杨如山。叶长安叹口气，凝视着铁门。半晌过后，龙二几人精疲力尽，铁门仍然没有一点炼化痕迹。叶长安无奈，只好自己动手。他手中出现一团紫色火焰，神火。龙二见状，瞬间瞪大双眼，自己家宗主竟然身怀神火。几龙也都震惊，感受到神火出现瞬间，他们忍不住浑身哆嗦一下。叶长安将6丁神火覆盖在铁门上，加强神火高温，灼烧铁门。叶长安只不过是抱着希望，看看神火能不能炼化，若是真的能行，那里面神秘东西就是属于自己宗门的了。宗主，铁门有变化了。这时候龙二发现端倪，随即激动道。叶长安看向铁门，发现铁门以肉眼可见速度正在被神火炼化成水银。叶长安嘴角上扬，瞬间激动不已，苍兰学院的神秘宝藏终于被打开了。叶长安盯着山洞口，神火已经完全将铁门炼化，收回6丁神火。叶长安迈步进入山洞，龙二几人紧跟其后，警惕注视着四周。不一会儿，当叶长安走到山洞最深处，眼前一幕瞬间让众人瞪大眼。好多灵石，估计100亿不止，而且全都是上品灵石，发财了！叶长安犹如小财迷，激动地扑向闪闪发光、晶莹剔透的灵石堆。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有些不敢想象，貌似这一切感觉像是在做梦。宗主，这边！龙二的声音从隔壁传来，叶长安急忙穿过石壁，来到龙二所处的洞府空间。卧槽！叶长安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只见眼前一把一把长剑摆放整整齐齐，差不多100把。这些长剑不是普通材料打造的，而是墨铜精铁，专门打造极品法器的稀有宝物。苍兰学院怎么会有这么多极品法器？叶长安震撼，随即将这100把极品长剑收入储物袋中。叶长安又回到堆放灵石洞府，100亿。叶长安看看自己储物袋，再看向储物戒指，里面装不下了。宗主，我这里有大号的储物袋。龙二掏出一个超大号储物袋，叶长安欣喜接过，探出神魂进入储物空间，几百平米，差不多能装100亿灵石。宗主，重大发现！叶长安刚把灵石装完，龙三声音从另外一处洞府传来，声音回荡空间。叶长安与龙二对视一眼，两人瞬间冲向龙三所在之处。宗主，这些神秘箱子很古怪，竟然无法打开。龙三见到宗主出现，随即解释道。叶长安扫视眼前9个神秘箱子，不知是什么材料打造，总感觉这9个箱子不简单。这时候，储物袋中小青龙着急地飞出，看向叶长安，叽叽喳喳龙爪一直比划。黑棺第一个符文点亮了。叶长安话音刚落，储物袋中神秘大黑棺材，此刻第一个符文闪烁着亮光，符文从储物袋中飞出，最终融入9个神秘宝箱的其中一个。叶长安瞪大双眼，目光不移，静静注视着宝箱。龙二、龙三、小青龙也都一脸紧张地看向宝箱。咔咔一声，众人眼前一个神秘宝箱慢慢被打开。叶长安咽了一口唾沫，抱着好奇走近一看。让叶长安不可置信的是，里面竟然只有一张纸条。叶长安拿出来，打开一看，纸条上面写着几个大字：覆灭皇室，获得一个重要答案。叶长安一头雾水，半晌后看向其他没有被打开的神秘宝箱。叶长安也没有想到，这些宝箱竟然连着神秘大黑棺，也就是说，其余没打开的宝箱要等大黑棺材第2个符文点亮才能打开。怎么会那么巧？叶长安苦笑，仍然注视着手中纸条，覆灭皇室，等到一个答案。叶长安无语了，自己如今还没有实力覆灭皇室，就算加上龙大10人，也不可能将皇室推翻。别忘了皇室皇上可是超越化神存在。皇室为什么能在圣武皇朝几百年不倒？是因为皇室还有一位尚未作画的神秘老祖宗，实力不能用恐怖形容。听说这位皇室老祖宗已经强大到抬手覆灭一座城的地步了。叶长安抓耳挠腮，他也想，但是实力不允许。半晌过后，叶长安恢复平静，反正纸条上又没有规定时间，还能有机会寻找办法对付皇室。叶长安将9个箱子收起，然后走出山洞。龙大龙、五龙六、龙十几人也正好将杨如山斩杀，
叶长安走到杨如山面前，把其储物戒射去，随即带领着众人返回极道神宗。一则重大消息瞬间在圣武皇朝传开，一天时间，苍兰学院被神秘组织覆灭了。圣武皇朝所有修士全都不可置信，纷纷猜测到底是什么组织竟然这么猛。皇室宏伟宫殿内，皇上坐在主位之上，下方重臣脑袋底下，而一旁苍兰学院院长以及司徒落雨脸色难看至极，他们俩是被南宫飞扬邀请，既然极道神宗大阵破不了，那就从外封死，将叶长安几人困死在自己宗门。南宫太子需要大量高手，索性就直接找到苍兰学院，没想到叶长安率先一步，竟然屠杀整个学院，一个不留，而且还把自己宗门宝藏盗得一干二净，这让苍兰学院院长怒火攻心。主位皇上半天不语，他凝视着下方众人，面目有些狰狞可怕。几个月了，自己想要得到一个筑基小子身上的神龙，到现在都还没有落实。皇上气得想发飙，觉得是不是自己人在放水，这么多化神高手都没能抓住叶长安，这让他对自己皇儿有些不信任了。赵太高，皇上突然看向身边太监道：皇上，老奴在。赵太高微微躬身，等待着皇上发话。本皇命令你带领10万铁骑、100万雄师、20位化神高手前去踏平极道神宗。皇上狰狞面目转而变得威严道：老奴领旨。赵太高嘴角勾起一抹邪笑，说话有些阴阳怪气。南宫飞扬目光凝视着赵太高，此人乃是自己父皇心腹，化神大圆满高手，实力数一数二，权力很大，深得父皇重视。皇儿，此次您就不用去了，好好在宫里休息几日。皇上看向南宫飞扬，面无表情道。南宫飞扬不语，只是目光瞥了一眼赵太高，随即带着司徒落雨走出大殿。皇上凝视着南宫飞扬，眼里流露一丝不满，随即又看向赵太高道：去吧，按照本皇要求去做，若是办不好就别回来了。此话一出，赵太高浑身一颤，眼底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狠厉。赵太高微微躬身，随即带着众人朝着大殿外走去。皇上叹口气，凝视着下方空荡荡的大殿，内心不知在想什么。皇宫广场上，赵太高身着一身大太监服饰，他浑身有些臃肿，肥胖的大圆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内心深处却有一把利刃即将爆发。赵太高嘴角咧开，露出2排大金牙，随即举起手中兵符，对着前方各位统治者阴阳怪气道：皇上有旨，随本大总管一同踏平极道神宗。下方诸位高手10万铁骑、100万雄师纷纷领命，全部朝天飞掠。赵太高见状，邪魅一笑，随即眼神恶毒地瞥了一眼皇室大殿。这一天终于来了，等了20年，机会就在眼前。赵太高恢复平静，然后闪身消失原地，朝着极道神宗飞去。圣武皇朝街道百姓仰头看向上空，一群群恐怖的铁骑从头顶飞过，犹如乌云压顶，黑压压一片，吓得各个修士瞬间躲进店铺。极道神宗，叶长安站在宗门口，眉头紧蹙，他盯着即将杀向宗门的皇室高手。乞丐、陆轩几人站在叶长安身后，脸色有些凝重。龙大几人分别站在叶长安左右，目光死死盯着头顶上的10万铁骑、100万雄师。这时候，赵太高出现在叶长安视线中，目光凝视着叶长安，内心忍不住激动以及颤抖。烧！赵太高环视四周皇室高手，随即忍住接下来要说的话。叶长安凝视着眼前太监，瞥了一眼围攻宗门的10万铁骑。皇室太看得起我叶某人了，竟然派这么多铁骑围攻我宗门。叶长安眉头紧蹙，一脸愤怒道：众铁骑听令，给我破开眼前大阵。这时候，铁骑统领大喝一声，抡起手中巨斧劈向大阵。赵太高眼神微眯，目光看向铁骑统领，阴阳怪气道：魏统领，咱家还没发话，您这是要擅自做主吗？赵太高此话一出，铁骑统领浑身一颤，举起的巨斧直接停在半空中。铁骑统领不愧是提供情绪价值的统领，靠着拍马屁上位的高手，岂能这般不识趣？赵大人，本统领有些莽撞了。魏统领立马退到一边，此次权力最大的乃是赵太高，并非是他，所以只能听命行事。没有咱家命令，你们谁都别擅自攻阵，不然可别怪咱家翻脸。赵太高说完，看向魏统领道：带着你们人退到山脚下，没有咱家命令，不得所以乱动。魏统领有些疑惑，迫于赵太高实力，魏统领咬了咬牙，吩咐10万铁骑退到山脚下。叶长安看着这群人自导自演，也不知要干什么，只能静静等待，看看这个老太监要干嘛。吴征，带着您的人退下，听我命令。赵太高看向20位化神高手，开口吩咐道：吴征，化神高手的领军人物，实力在化神大圆满，仅次于赵太高实力，但是权力没有赵太高大。吴征虽然不懂赵太高意思，但他也不能违抗，只能抱着疑惑领着众位高手退下。叶长安盯着眼前胖太监，有些莫名其妙。赵太高环顾四周，皇室终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赵太高这才认真打量叶长安，随即忍不住老泪纵横，直接对着叶长安双膝猛然跪下。这一幕把叶长安以及陆轩、苏荣、乞丐都搞懵了。少主，我是赵管家，是你们叶府管家，您还记得我吗？赵太高满脸激动道。叶长安一脸茫然，认真打量起跪在自己跟前的太监，半晌后摇了摇头。叶府赵管家，没有印象。叶长安努力回想，始终从小到大记忆就出现在蜀山学院。赵太高没有绝望，而是看向一旁苏荣，激动开口：苏夫人，可还记得19年前雪落叶，婴儿啼哭？苏荣努力回想，随即不可置信地盯着眼前太监，开口：蜀山门口的弃婴是你放的？赵太高点了点头，随即道：那一夜我把小少爷放到蜀山学院，那时候他才1岁，亲眼见到您将小少爷抱走，老奴这才转身离开。叶长安一头雾水，也从未听师娘提起，每一次追问自己夫妻母亲，师娘总是逃避这个话题。您说我是叶府少爷。叶长安审视着赵太高，赵太高老泪纵横，看向叶长安，满是慈爱道：难道就是圣武皇朝威胁到皇室的那个叶氏大族？叶长安曾经听别人提起，圣武皇朝有一个大族，乃是一夜崛起的家族，族长名为叶千商，因为实力发展太快，已经超越学院。对此，皇室重度关注，一个家族竟然能将实力提升至学院级别，这对于皇室绝对有威胁存在。最终，皇室率领化神高手，持续几天几夜才能将这个家族毁灭。而听说一个才出生1年的叶家少爷也随即消失，难道那个消失的叶家小少爷就是我？叶长安眉头一皱，狐疑看向跟前赵太高：少爷，战争降临我叶家，族长确保您的安全，托付老奴带领你逃跑。但老奴不甘心叶家就这么被灭，迟早一天必须让暴君得到应有的罪行，所以老奴阉割，以卑微小太监方式混入皇室，然后一步步爬到最高，只为等待今日。赵太高摸了一把眼泪道。叶长安闻言，能感觉赵太高不容易，为叶家报仇，可能经历无数风吹雨打，受尽百般屈辱，只为今日吗？少爷，狗皇帝已经将兵符交由老奴掌管，如今皇室所有高手，包括铁骑战甲，全都被老奴调出。赵太高咽一下口水开口：狗皇帝除了皇太子，身边也都是一些文官，此时就是咱们报仇机会。叶长安凝视着赵太高，半晌过后，这才开口：皇上乃是化神之上存在，咱们不可能是其对手，更何况皇室还有一位尚未作画的老祖宗。赵太高微微一笑，开口：少主放心，老奴已经联系好和欢学院花婆婆，她会出手帮忙的。啊！叶长安有些惊讶，赵太高这么厉害的，能够请动合欢学院化神之上的恐怖存在。叶长安不敢相信，为了保险起见，叶长安道：赵管家，您可知我身上的胎记？赵太高微微一愣，随即哈哈大笑，开口：少爷，您小时候就喜欢不穿裤子，光着屁股溜马路，后面有个梅花胎记，整个叶府谁人不知？叶长安尴尬一笑，看向赵太高，随即露出一丝杀意道：赵管家，谁给您说小爷胎记长在屁股上了？闻言，赵太高一愣，立马开口：少爷，您胎记就是长在屁股上的，难道还有假？叶长安眼神微眯，冷冷盯着赵管家，开口：实话告诉您。叶长安顿了顿，赵太高有些心慌，他不可能记错，自己少爷胎记就长在屁股上的。其实，叶长安勾唇一笑，开口：小爷梅花胎记就长在屁股上的。赵太高拍了拍胸膛，少爷刚刚确实吓到自己了。叶长安见赵太高确实不是装的，于是走出大阵，来到赵太高面前，自己父母亲之事日后再问赵太高，如今趁皇室主要战力被抽空，是推翻皇室的好机会。少爷，老奴没能陪在您身边，这些年您受罪了。赵太高检查了一下叶长安，忍不住老泪直流。叶长安微微一笑，开口：赵管家，比起受罪，恐怕你才是最苦的。叶长安知道皇宫里狗仗人势之人特多，许多上位者都是勾心斗角才能走出来的。皇宫很残酷，只要爬到最高，您就能掌握生杀大权，脱颖而出。少主，话不多说，咱们先办正事。赵太高说完，掏出一个传音玉佩，貌似传给合欢宗花婆婆的。叶长安见状，招了招手，龙大10人出现在叶长安身后。叶长安转头看向龙2、龙3道：您俩留下，应付突发事件，其余跟备宗主走。叶长安说完，赵太高原地消失，几人悄悄离开，半晌后出现在皇室内。给本宗主杀！叶长安一落地，直接将眼前驻击小士兵斩杀当场。龙大几人纷纷朝着四周虐杀，只要是宫里面的人格杀勿论。最后惊动皇上以及南宫飞扬，他们瞬间出现在叶长安视线中。紧跟南宫飞扬身后的乃是司徒落雨，紧跟皇上身后的则是苍兰学院院长苍渊。叶长安，
南宫飞扬脸色狰狞，见到叶长安出现，瞬间双手紧握，想把眼前之人撕碎喂狗。司徒洛雨则是满脸恶毒地盯着叶长安，此人竟然将自己学院沦为人间地狱，这让他岂能不恨，咬牙切齿，鼻子都快喷火了。苍渊目光凝视着叶长安，犹如仇人见面。叶长安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并没有一些笑容。这时候皇上嘴角邪魅一笑，叶长安，您终于落到本皇手里了，这回看您怎么逃。皇上说完后，目光瞥向叶长安身边的赵太高，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赵太高，这次您做得好，本皇没有看错您，事后重重有赏。叶长安闻言立马意识到不对，随即退到一旁，警惕地盯着赵太高。谢主隆恩。赵太高恭恭敬敬朝着皇室一拜，随即脸色恢复冰冷。叶长安难以置信，自己竟然被骗了，骗他之人乃是叶府管家，那自己到底是不是叶府少爷？如果不是为何自己屁股上的梅花胎记，赵太高如何知道？怎么解释？赵太高，您为何要骗小爷？叶长安脸色阴沉，左右站着龙大几人，也都一脸愤怒地盯着赵太高。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叶长安今日算是领教了，不管是不是亲人或者青梅竹马，利益面前也都会背后捅你一刀。少爷，赵太高冷笑一声，随即开口：叶家确实对老奴不薄，但那都是过去之事了。曾经的赵太高已死，现在的赵太高拥有生杀大权，掌握100万兵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赵太高。赵太高一字一句发泄着自己地位权威，叶长安咬牙切齿，算是明白赵太高乃是唯利是图的小人，白眼狼一个，不报恩就算了，还联合皇室欺骗自己的感情。赵太高，叶长安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仇恨值瞬间拉满。南宫飞扬瞬间明白，还得是自己父皇，不费吹灰之力成功将叶长安引骗，姜还是老的辣。南宫飞扬看向赵太高，内心不知在想什么。叶长安，交出神龙，本皇留你全尸。皇上大袖一甩，冷冷注视着叶长安。叶长安面无表情，冷漠地盯着皇上，开口：皇帝老儿，要战便战，哪里来那么多废话？放肆！敢对本皇不敬，找死！皇上怒吼一声，瞬间抓向叶长安。敢对宗主不敬，俺龙大第一个不答应。龙大龙四两人冲向南宫问天，瞬间龙大龙四两人被震退数步。何道境？龙大龙四脸色难看，自己只不过是化神大圆满，他们要跨过化神鸿沟才能触碰到河道大门，所以眼前的黄袍中年男子不是他们能够抗衡的。妖界囚龙族。南宫问天微微有些惊讶，随即脸色阴沉道：你们囚龙族最好考虑清楚，与我皇室作对，后果很严重。龙大撇了撇嘴，面无表情道：俺们乃是奉妖帝大人的命保护叶宗主的，若是皇室敢动俺宗主，妖帝大人怪罪下来，恐怕皇室担不起这个责任吧。南宫问天脸色有些难看，本来自己想吓唬一下眼前的囚龙族，让他们赶紧退下，没想到反而把自家妖帝搬出来了。妖帝乃是什么人物？他南宫问天岂能不知道？那可是传说中存在，自己在其面前也都必须恭恭敬敬的。南宫问天哈哈大笑，随即开口：本皇虽然怕妖帝，但是人族与妖族约法3章，妖帝一旦踏入人族，就会被无族强者斩杀。本皇无惧妖帝。叶长安眼神凝视着众人，龙大则是双拳紧握，似乎搬出妖帝大人也吓不着眼前这黄袍中年男子。龙九、龙十，你俩对付赵太高、苍兰学院院长，咱们剩下的6位一同对付狗皇帝。龙大说完，直接率先攻入。叶长安有些后悔，早知道也把龙二、龙三叫上，多一人多一分胜算。叶长安看着几人大战，随即看向南宫飞扬、司徒落雨。叶长安嘴角流露出残忍一笑，眼神杀机四起。他开口：两位准备怎么死？南宫飞扬看向司徒落雨，随即开口：你去将叶长安斩了。司徒落雨一脸兴奋后，又看向南宫飞扬。叶长安实力比他强，如今自己上去只能送死。南宫飞扬看不穿叶长安实力，因为被其隐藏了，所以无法确定。杀了他！若是您斗不过叶长安，本太子第一时间救你。南宫飞扬保证道。司徒落雨咬了咬牙，最终看向叶长安，开口：叶长安，本圣子今日就让你血洒长空。司徒落雨说着，黑龙杖瞬间出现手中，随即怒冲砸向叶长安。叶长安勾唇一笑，以前自己不是司徒落雨对手，现如今这等蝼蚁，叶长安岂能放在眼里，直接抬手镇压。叶长安不屑一顾，一巴掌朝着司徒落雨扇去，瞬间一股狂风肆虐，司徒落雨被打得晕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两眼直冒金星。废物！南宫飞扬谩骂一句，目光死死盯着叶长安。他知道叶长安实力又提升了，如今自己绝对不是他对手。叶长安没有理会南宫飞扬，直接走到司徒落雨面前，浑身杀气腾腾，
直接一拳朝着司徒落鱼脑袋猛然砸下。噗！叶长安这一拳快准狠，司徒落鱼脑袋如同爆裂的西瓜，喷洒一地后，最终憋住最后一口气，他瞪大双眼，惊恐死去。叶长安！南宫飞扬咬牙切齿，瞬间看向城门口，大喝一声：“魏统领，还不快带领10万铁骑，围堵这群反贼！”叶长安眼神微眯，转头看向城门口，那些原本去覆灭极道神宗的10万铁骑、100万雄师，此刻已经返回皇室。叶长安眼神变得有些凝重，转头看向南宫飞扬，却发现南宫飞扬早已经消失不见。宗主！这时候，龙2、龙3瞬间出现在叶长安身后。你们怎么来了？叶长安有些意外。宗主，10万铁骑退出极道神宗，俺俩担心宗主安危，随即追了过来。龙2微微抱拳，恭恭敬敬道：“好，既然这样，那就随本宗主大开杀戒吧。”说完后，叶长安看向10万铁骑大统领化神大圆满，也只能让龙2对付。另外，皇室返回的10几名化神高手，龙3、一龙无法抵挡，龙7、龙8抽身协助龙3、3龙一同抵御10几名化神，他们都是化神9重天之下。龙3他们乃是大圆满，虽然实力强，但面临10几位还是有巨大压力的。龙大这边，龙7、龙8走后，4龙对付合道境界的皇上就显得有些吃力，一个个幻化本体，震慑诸天。叶长安眼神变得冰冷无情，混沌龙翼展开，瞬间爆发出金丹6重天修为。叶长安手持斩魔剑，面对10万筑基铁骑，并没有一丝畏惧，而是那几十个金丹大圆满小统领，他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自己不过金丹6重天，与这些统领战斗，与虎谋皮没有什么区别。叶长安紧咬牙关，挥剑斩杀迎面10几名金丹圆满小统领。叶长安速度极快，身形如鬼魅，在10几名小统领身后穿插，快得令人看不清他的动作。斩魔剑直奔一名小统领后背，那名小统领察觉不对，一个闪身躲开叶长安背后致命偷袭，虽完全躲开，但斩魔剑锋利剑尖仍然划拨小统领后背。小统领疼得龇牙咧嘴，目光锁死空间，找寻叶长安踪迹。此人速度也太快了，完全让人猝不及防。噗！那个小统领反应不及时，直接被叶长安拦腰斩断，直接当场领了盒饭。其余人见状，全都打起精神，他们围成一个圈，死死盯着虚空，如鬼魅般影子。叶长安行如风，快如电，整个人完全与空气合为一体。现场几名小统领满脸震惊，一个金丹6重天竟然拥有元婴速度，这让他们怎么打？噗！接着第2个、第3个全被叶长安暗中偷袭杀死。叶长安这回终于显露，用这种逆天手段杀人，虽然好用，但是消耗巨大，只能用在感觉时候，一击必杀。小子，有本事别藏头藏尾，出来与本将们决一死战！小统领们已经叫嚣，纷纷惊骇叶长安诡异速度。叶长安冷哼一声，开口：“有本事与小爷单挑，一群金丹圆满境界，单挑小爷一个人，算什么本事？”哼！小统领们不理会叶长安，他们目标就是斩杀叶长安，哪有那么多规矩？若不将此人斩杀，掉脑袋就是他们。甭给他废话！杀！其中一名小统领大喊一声，持剑斩向叶长安。叶长安嘴角上扬，一个闪烁，混沌龙翼急速飞行，趁小统领们愣神之际，叶长安横剑挥斩，又一名小统领脑袋直接原地搬家。叶长安手中出现一团神火，直接爆发全力，将剩下的小统领捆在神火领域。小子，快放我们出去，不然等本将出去，必将斩你首级！小统领们试图冲破领域，却发现犹如被困在无边无际的火海中。死到领头还这么狂，是不是小爷下料不够猛？说着，叶长安将神火领域温度加满，小统领们瞬间惨叫，半晌过后，直接被神火炼化，最终烧成灰烬。叶长安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笑容，他看向下方10万铁骑，随即将神火领域放大无数倍，直接笼罩在10万铁骑。难道叶长安要将神火领域炼化10万铁骑吗？这也太恐怖了吧！10万条生命，叶长安才不会心软。您强大，别人就不敢杀你；反过来，若您弱小，恐怕这群铁骑纷纷将你吞噬殆尽，连骨头渣子都不剩。对别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不负责。叶长安二话不说，直接大面积神火领域笼罩，瞬间10万铁骑深入火海。众人皆惊，一个个张大嘴巴。有这样杀敌的吗？这样搞，再多敌人也不够您塞牙缝的。叶长安，您敢！这时候，皇上怒吼一声，直接冲向叶长安。龙大几人瞬间也追了上去。叶长安，回我10万铁骑！你是找死吗？皇上脸色愤怒，一掌拍向叶长安。宗主！龙大几人瞬间挡在叶长安面前，爆发全力抵挡皇上这恐怖一掌。叶长安面无表情，目光凝视着神火中的10万铁骑，只见他们疯狂挣扎，惨叫连连。是谁敢在皇室撒野？突然，
一道恐怖声音从皇室秘境深处传来，一个白发老者瞬间出现在叶长安身前。老者眼神有些浑浊，但就那么一眼，叶长安整个人不受控制，浑身颤抖，双腿慢慢弯曲。叶长安面对皇室老祖宗，内心虽然恐惧的，但骨子里那种不服输精神让他努力撑起弯曲的双腿。现场众人无不震惊，皇室老祖宗出关了，就意味着战斗即将结束。龙大眉头紧蹙，眼前老者修为很恐怖，不是他们能够抗衡的。叶长安，今日您必死，快把神龙交出来，留你全尸。这时候，南宫飞扬来到自家老祖宗身旁，目光凝视着叶长安。叶长安咬牙切齿，盯着皇室老祖宗，他被其恐怖修为碾压，浑身动弹不得，只能努力站直身体，但始终在被压得死死的，呼吸都有些困难。神龙！皇室老祖宗闻言，瞬间看向南宫飞扬。南宫飞扬把叶长安拥有一条青色神龙，以及与皇室结仇之事，添油加醋，全部告诉老祖宗。皇室老祖宗皮笑肉不笑地盯着叶长安，只见他大手一抓，直接将叶长安储物袋抓在手中。叶长安眸子死死凝视着皇室老祖，咬牙怒吼道：“南宫三叶，把小爷东西还回来！”南宫三叶不理会叶长安，直接将手伸进叶长安储物袋，准备将小青龙束缚在自己手中。老不死的，欺负我一个晚辈，你还有脸吗？叶长安努力挪动身子，不停讥讽皇室老祖。他若是将小青龙控制，那小青将会变成别人杀人工具，这一生恐怕都被他人操控，真正的成为一条没有感情的傀儡龙。小子，辱没本尊，找死！皇室老祖瞬间看向叶长安，幻化出一只恐怖大手，势必要将其一掌拍死。宗主小心！龙大几人瞬间脸色苍白，皇室老祖这一掌别说宗主，连他们都会化成飞灰的。皇上，南宫飞扬两人站在一旁冷笑，此刻已经将叶长安当作死人了，马上神龙就是属于皇室，从此皇室即将踏入更高地界。叶长安盯着即将拍向自己的恐怖巨手，脸色瞬间绝望彻底。争！叶长安本应该堕入无边黑暗的内心，此刻一声剑鸣，直接将叶长安拉回现实。噗！叶长安睁开眼瞬间，看着皇室老祖宗竟然吐血倒飞出去，眼神中还带着不可置信，更多惊恐绝望。斩神剑！您终于来了！叶长安激动，差点破防。所有人震惊，全都不敢相信地盯着斩杀皇室老祖宗的恐怖巨剑。这把剑好恐怖，我感觉到了来自灵魂的颤抖。皇室所有人惊恐，面对斩神剑的剑威，他们忍不住双膝跪在地上。老祖宗！皇上脸色恐惧，自己老祖宗竟然被这一把剑直接贯穿胸膛，死在血泊中。强大如老祖宗这般修为，也被一剑斩杀了。斩神剑，去把皇上斩了！叶长安面无表情，凝视着皇上，如看一个死人。不，叶长安，叶小友，咱们有话好商。皇上话音未落，斩神剑一挥，恐怖一剑直取皇上首级。父皇！南宫飞扬脸色惨白，瞪大双眼，随即大喊道：“皇上驾崩了！”赵太高抹了一把眼泪，整个身体猛然瘫坐地上。叶长安眸子杀意涌动，目光从皇上尸体挪到赵太高身上。这时候，龙大几人直接将赵太高束缚。叶长安走到赵太高跟前，冷冷道：“白眼狼，叶家待你不薄，你却恩将仇报，像您这种人，死10000次都不够。”哈哈！赵太高瞬间自嘲一笑，直接被龙大一掌拍死当场。南宫飞扬浑身颤抖，他始终不敢相信叶长安竟然能够反败为胜，老祖宗也陨落了，父皇也被杀了，接下来恐怕该轮到自己死亡的时刻。南宫太子，想不到吧？几个月前小爷说过，动我家人者要承受被灭的觉悟。叶长安提着手中斩魔剑，直接来到南宫飞扬跟前。叶长安，你别太得意，本太子可没那么容易死。南宫飞扬嘴角勾起一抹讥讽，随即掏出一个神秘的盒子，猛然打开。南宫飞扬仰天大笑。叶长安目光凝视着南宫太子手中黑色盒子，眼眸微眯。当打开神秘盒子时候，叶长安感受到盒子中流露出一股熟悉的气息，这股气息感觉在那里感受到妖僧身上的气息。叶长安瞬间联想到在妖界秘境中第一次与妖僧碰面时候在此身上感受过。叶长安看向贯穿皇上的斩神剑，斩神是妖僧气息，您没杀了他。斩神剑微微一颤，传音给叶长安：主人，这个妖僧很狡猾，我追了几天几夜也没能发现其踪迹，这回恐怕逃不掉了。叶长安若有所思，盯着南宫飞扬手中神秘盒子，他有些好奇，南宫飞扬到底与妖僧是什么关系？轰隆隆！就在叶长安思索之际，天空乌云压顶，一只大手竟然从乌云中向着南宫飞扬抓去。斩神，快阻止妖僧，他要跑路了！叶长安急忙呼唤斩神剑，可能斩神剑气息被妖僧察觉到了，
所以直接化手就南宫飞扬。斩神剑直接拔地而起，瞬间朝着南宫天空恐怖巨手斩去。你们上当了。这时候南宫飞扬邪魅一笑，瞬间连同神秘盒子凭空消失。这一幕使得叶长安愣在原地，什么情况？这难道是妖僧诡计？